江宁儿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也有着了道被人下药的一天，而且这药劲儿还他妈贼猛。不想死就滚开！好可怕的样子哦！我们俩比起来，更虚弱的那个人明显是你。倒不如先帮我解了我的媚药，若是表现得好，本姑娘说不定大发慈悲，还会替你解毒，这样我俩都不需要死。说完，便不顾男人周身散发的寒气，长腿一跨，骑坐在了男人腰间。我会负责的。江宁儿呢喃了一句，便俯身吻上了他。男人本想推开，却不想他所中媚药太过强劲，只是一吻，药力就渡到了自己的体内。该死！男人暗骂了一句，翻身将他压下。直到听见身下女人发出吃痛的莺啼，黑暗中的男人明显微愣了片刻，才将满腔的怒火化成了绕指柔，不自觉地抱起了她，夺走她所有的呼吸。翌日，当秦俊业醒来时，身旁的人早已不在了。若不是昨夜纠缠他时，无意从对方身上扯下的一枚翠玉诀一直被他紧握在手心，否则他真要恍惚地以为昨夜的一切都只是他的一个梦。殿下，如何？属下无能。殿下，你所说的那个女人完全不知所踪。秦君业拧着眉，明显这个答案让他十分意外。昨夜他虽因为毒发而导致短暂性的失明，看不清那女人的容貌，可他却很清楚地感觉到，是那个女人替他施针镇压住了当时几乎要他命的疼痛感，而后他才昏睡过去的。秦君业眸色深沉，垂眸看着自己紧握的那枚翠玉诀，声音坚决：接着找，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离开的江宁儿也并不好过，更别说昨夜是被人装麻袋截到这山头的，如今走的每一步都是酸软难受的，以至于他根本没有精力发现自己的双月翠玉诀已经丢了一半。刚下山，他就被一群人给围了起来。二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江宁儿想起昨日的种种后，她嘴角勾起一抹阴诡的笑意。行，我跟你们走。这是怎么回事？小小见面礼，不知夫人可喜欢？你是什么人？我还以为夫人派这么多人去接我，是有多想念我这个女儿呢。江宁儿利落下马，来到叶氏面前站定。原来叶氏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呢。你是江宁儿？叶氏不可思议地看着地上那些人，又看了看眼前的人。当年青天剑就说过，这丫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降邪星，这丫头居然能把他们打成这样。有人说看到你跟3个男人深夜一起上山后一夜未归，我本是怕你做错事，才派人去接你，赶紧回府。你却如此行事，是不是做贼心虚？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昨天一夜到底做什么去了？你跟那3个男人可有行越矩之事？有呀，夫人要听吗？江宁儿，你还知不知道礼义廉耻？你可还记得你是国公府的第2小姐？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毕竟我今日才知道国公府的大门长什么样，又怎么会知道礼义廉耻呢？你还未成亲就与男子苟且，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整个沛国公府的脸都会被你丢尽。所以呢，接下来你是不是该说我这样的没人会要了，只有替江一雪嫁给那个昏迷3年不醒的晋王，否则就只有进猪笼的命了。你既然明白，便乖乖嫁给晋王，这完全是为你好。为我好？哼，设计给我下药，再让3个莽汉将我接到山上让我失身，最后再美其名曰来句为我好。叶氏，你可真是比我想的还不要脸。你放肆！我可是你母亲。母亲？你也配？你简直就是个不知礼教的畜生！看来不给这丫头一点颜色瞧瞧是不行了。把人带上来。江宁儿看着穿着国公府丫鬟服饰的女子走上前来，有些不敢置信。东乡？东乡是自幼与她一同在义庄长大的，江宁儿万万没想到她竟一直是叶氏的人。江宁儿先是心中一寒，可看到托盘上盛着的物件后，眉间猛地一皱，终是有些不淡定。你们把刘婆婆怎么了？托盘里的荷宝虽染了厚重的血，但她一眼就认出是她7岁时给刘婆婆绣的那个。东乡，你告诉她，二小姐，你只是义庄长大的乡野丫头，能够嫁给晋王，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若不是夫人大度，凭你现在失了贞洁的身子，怎么可能嫁进皇族？夫人说过了，只要你嫁了，1个月后刘婆婆就会安然回到义庄。但若是你不听话，那老婆子年纪大了，能不能好好的可就不好说了。
江宁儿冷冷地看着东乡，看什么看？你不过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别以为入了府你就真是二小姐了。要是敢不听话，那老婆子定会……你竟然敢踢我，我可是夫人的人！东乡便想爬起来，却被江宁儿又是一脚狠狠踩了下去。江宁儿，你想干什么？江宁儿阴寒的目光慢慢地转移到叶氏身上。怎么，你还想造反吗？那婆子可在我手里，要我嫁可以。下一瞬，手起刀落，便将东乡的右手齐腕斩断。你这个逆女，你叶氏，你给我听着，刘婆婆但凡少一根头发，我都要你拿命来偿。不信的话，你大可以试试看。说完，便头也不回的背身离开。你说什么？他真这样说了？千真万确，夫人就是被气急了才晕过去的。江宁儿这样做也太过分了，母亲才是她的生母，她怎可为了一个外人这样威胁母亲？唉，这江宁儿粗野无比，根本就毫无教养可言。那她可是安置在府上了？安置在西院啦。要不是替嫁仪式不能声张，明日新娘必须是从府里上的花轿，否则叶氏说什么都不会允许江宁儿在府里过夜。那母亲这边还有郎嬷嬷照看了，你先回吧。嬷嬷一走，丫鬟小春走进江一雪的身旁。如此听来，用江宁儿这个粗鄙丫头配靖王那个废人，还真是绝配。还是小姐你聪明，想出让她失身替嫁这个法子。我要嫁，自是要嫁给最位高权重之人。靖王是什么东西？但是小姐，替嫁仪式总会被发现的，到时候圣上会不会怪罪咱们呀？不过是个快死的王爷，谁嫁不是嫁？再说了，圣旨只说了是嫡女，江宁儿莫非就不是嫡女？这玉珏可真漂亮，奴婢这么多年在府里也算见过不少好东西，如此纯的翠玉却也是第一次瞧见呢。江一雪低头看了眼手中的玉珏，这是她刚才经过西院门口捡到的。江宁儿住在西院，她便心中明了，这东西大概便是江宁儿的。这是本小姐近日买的。说完，她不动声色地将玉珏带到了自己的腰间。父皇为了一则谏言，就让我娶妻。回禀王爷，准确来说是给您冲喜的。是玉亲王此次周游列国时遇到了高阳道人出关，偶得了2则谏言。一则便是说，只要您娶了沛国公府的嫡女，便能够苏醒，所以皇上才急忙下旨赐婚。那另一则谏言呢？得真龙麒麟子，可得尽天下。原来如此。天楚国位于东方，属青龙，而正好朝中最炙手可热的2皇子和3皇子，当年因同一天出生，又遇天降祥瑞，便被父皇以麒麟2字分别命名。看来这则谏言一指立储人选，所以父皇只是为了验证高阳道人所言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灵，才急着让我按谏言娶妻。想必誉王叔也是这样想，才会向高阳道人突然问询我的事情。确实是如此。赐婚旨意下达后，属下就一直让人在暗中盯着沛国公府，结果发现国公府竟寻得了在乡下的嫡次女替嫁。王爷，要不您摘下面具去见见江大小姐，我想她定是以为您……不必。那明日大婚那位替嫁的嫡次女，她入府后又该如何呢？既然不是江一雪，那便是无关紧要的女人，婚事一成，暗中杀了便是。翌日清晨，盛京街道10里红妆，晋王不能下床，礼仪都是由一只大公鸡代替。足足过了好几个时辰，江宁儿才被送入洞房。男人一身喜服，安静地躺在那儿，身材纤长，脸上戴着一个银色的面具，遮住了上半张脸容貌。都说晋王是3年前秋猎落马导致的昏迷不醒，江宁儿也有些好奇，到底是伤哪儿了？给床上的男人先搭上了脉，但很快他的神色大为一振。江宁儿不光是察觉他竟然身中剧毒，还发现这脉象十分熟悉，好像近日从谁身上也把到过类似的来着。他心中有了一丝狐疑，便伸手想要解下床上男人戴着的面具。你找死！你怎么醒了？王爷，我是你刚进门的王妃啊。敢替嫁，胆子不小。怎么传闻是植物人3年的晋王根本就没事儿啊？晋王殿下，你身中剧毒，每次毒发会白以尸骨般疼痛，不仅如此，还会如身处冰窖般寒冷。毒发最严重时，你甚至会失明、失心疯。你查我？我没事查你这些干嘛？再说了，你真这么没用吗？随便什么人都能查到你的隐私。大哥，我是把脉把出来的，我可以给你解毒。还会医术？江宁儿感受着喉头的紧迫感，这个秦军也真他妈的操蛋。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叫二人眸色皆是一紧。王爷，我现在是你的妻子，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只见那张银龙面具下的桃花眼游移了一阵后，而靖王又躺在了那儿。放肆！谁许你进来的？放肆！医学宝贝儿，快让我好好亲一亲，可想死你了！江宁儿一脸嫌弃地躲过了男人做事要抱她的动作。这位公子请自重，这里是晋王府喜房，还请你出去。秦君夜不过一个快死的废人，他一死，你这个做王妃的还要陪葬，你跟他有什么前途？还不如跟着我，我保证让我的医学宝贝儿每日潇洒快活，欲仙欲死。等一下！江宁儿连忙将他拦住，冲其莞尔一笑。这一笑看得秦君奇顿时沉醉了进去。他晃了晃脑袋，想要保持清醒，同时也认出了面前的人并非他认识的那个江家小姐。姑娘，你不是江一雪，我在京城从未见过你，你到底是谁？公子都没告诉我你是谁，怎么还先问起我来了？我自然是……秦君奇刚要开口，一根玉指便按在了他的唇上。公子不用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姑娘，你好香啊！我还有更香的地方，公子想不想尝一尝？秦君奇只觉得面前这女子不仅好看，还十分的懂得情趣。此时他已经精虫上脑，根本不管今天是什么日子，也不管晋王就在旁边，更不管他是谁。一个沉重的呼吸就扑了上去，不消片刻，屋内就传出了十分激烈的翻腾声，叫屋外的两个侍卫都不免觉得有些过分。晋王真是可怜，新婚之夜妻子竟然就跟二皇子……咱们这位主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色急起来什么都不顾的。不过这个新王妃也是厉害。两个侍卫听着酥到骨子里的声音，实则屋子里江宁儿可累坏了。他啪一个右边腿，啪一个左正蹬。怎么样，小女子伺候的公子满不满意呀？你敢对我动手，我可是……却被江宁儿一拳头打断。你他妈是个屁！秦君奇终于是昏了过去，看向床上的男人说道：我说我不会出卖你吧，这货我搞定了。晋王爷你可以起来了。秦君夜闻言这才半撑着身子坐起来。你知道他是谁吗？谁啊？不知道是谁你也敢动手，你胆子当真不小。不动手怎么办？难道他要轻薄我，我还主动脱衣服迎上去啊？最大的皇后嫡子二皇子秦君奇。江宁儿身体僵硬地深吸了一口气。皇后娘娘驾到！怎么办？我可是为了你才……可还不等他说完，就看到秦君夜安详地躺了回去。我操，狗男人！皇后已经来了，她眼睛乌溜溜地飞快转了几圈，最后她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给秦君奇嘴里塞了一颗药丸后，对他又是一顿猛捶。看得进门的众人皆是一愣，哪里来的登徒子，竟敢跑到王府来撒野？看我不打死你！天哪！住手！快住手！母后，你来的正好。这个贼人深夜闯进我跟王爷的喜房，欲对我不轨，还好被我拿下，还请母后发落。晋王妃，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将二皇子打成这样！他怎么可能是二皇兄呢？母后，儿媳。晋王妃，此事想必是个误会，你打了皇子是重罪，这事儿若是传到皇上耳朵里，怕是对你和江家不利。这时江宁儿瞥到不远走来的仪仗，随即极尽委屈的高声喊：母后，我打了二皇子，或许是我不对，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而且，难道他对我动手动脚，我要听着任之都不能自保吗？二皇兄还对着我说了许多的下流话呢！你住嘴！都愣着做什么？还不给我先堵住他的嘴，不许他再出声！皇后好大的脾气，这是要堵谁的嘴啊？皇上，这是发生何事了？回禀皇上，是晋王妃重伤了二皇子，还出言顶撞本宫，本宫正要将晋王妃拿下，治他不敬之罪。但臣妾怎么听到刚才晋王妃喊着动手动脚、自保什么的？皇上，还是臣妾听错了？皇上，您别听晋王妃乱说，她刚嫁进来，什么都不懂，别
别说晋王妃不懂，连臣妾也不太懂了。新婚夜，二皇子一个人跑到弟弟婚房来，这是个什么规矩啊？于贵妃，这里有你什么事？轮得到你说话？哎呦，皇上你看啊，皇后这是不仅要堵晋王妃的嘴，还要堵臣妾的呢。你来说，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皇上，其儿向来为人敦厚亲和，听闻晋王大婚，他特意寻了东海的龙顶珊瑚，就是为了送给晋王恭贺新婚的。但晋王昏迷，他只有将祝福带给晋王妃，所以才来此的。是晋王妃误会我儿好意，还将他打成了这样，还请皇上明察，还其儿一个公道。江宁儿装作乖巧的低着头，实则心思动了又动。应该差不多了。其儿的品行那是有口皆碑的，皇上您是知道的，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其儿一直都很礼爱兄弟，尊敬长辈，怎么会对兄弟的妻子做出如此失德的行为？陆皇后话还未说完，就见本被打得昏迷过去的秦君琪摇晃着站了起来。其儿，你快跟你父皇解释一下。宝贝儿，大爷我来了。秦君琪便一脸淫笑着朝天启皇帝冲了过去，将他一把扑倒在地。来，大爷我亲亲。快拦住他！三个最近的侍卫被压制住的秦君琪还不老实。亲亲，快让我亲亲！小爷我保管让你爽死臣妾。最后是被侍卫一掌劈晕，才终于老实了。畜生！皇后，这就是你说的礼爱兄弟，尊敬长辈。皇上，我他秦君琪连朕的妃子，自己的母妃都敢下手了，他还有什么不敢的？皇上，此事有古怪啊，还请皇上明察。皇上，要不这事还是算了，若是真要彻查，那臣妾和晋王妃的名声岂不是……天启皇帝冷静了一会儿，此事现在已经关系到他自己的颜面，确实不能声张。晋王妃，你父皇母后。霎时间，除了江宁儿，所有人都惊呆了。叶儿，你竟真醒了！转瞬间，随着皇帝的步伐，将床边围了个水泄不通。你过来。江宁儿先是愣了愣，不明白这狗男人要干嘛，于是犹豫了半晌，才极不情愿地走到床边去。你快扶本王下床，我要给父皇母后行礼。不必，你就在床上躺着。晋王妃，你赶紧扶晋王躺好。小犬子，快寻太医来瞧瞧，快！晋王一直是你在照看，他现在到底如何？是否无碍了？臣也不知道。臣一直以来给王爷把脉，都是觉得王爷虚弱无比，但今日的脉象确实强健了许多。臣也不知是何缘故，想必定是王妃的功劳。叶儿，你刚才刚睁眼，如何就认得这是你的王妃？回禀父皇，儿臣中午时便能听见一些声音，而后就听到一个年轻女子在我耳边一直说话，说她是嫁给我的王妃。如今屋子里穿喜服的年轻女子也便只有她了。或许真是天意，看来高阳道人所言非虚呀。朕记得江家嫡女不是秀外慧中贤惠得体的吗？不敢欺瞒父皇，儿媳名叫江宁儿。哦，你不是嫡女，江一雪。儿媳是嫡次女，是自幼养在乡下。不爱江宁儿赐皇家玉蝶。皇后闻言一惊，皇上竟然还赐玉蝶？你的王妃今日当众殴打你二皇兄，朕念的是初犯，还不懂规矩，这一次就饶了他，但今后你要好好管教，若再敢有下次，朕便连你一并罚，听明白了吗？儿臣谨记。黄雀带王妃去贵心小院。见他吃愣着还不走，秦君夜面露不悦地斜了他一眼。还不走？想留下来侍寝？谁他妈要给你侍寝啊？江宁儿听到这话，赶紧提着裙子撒丫子就逃。他来到贵心小院门口，王爷吩咐了，今后这里便是王妃的院子。行了，我要歇歇了，你回吧。是。黄雀应了一声，便退身关门离开。确定黄雀走远后，才从腰间拿出了一封带有李雨楼印戳标志的密函。其实秦君夜说的没错，他确实是查过他那么爽快的答应嫁，也并不全是刘婆婆这一个缘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一直在找的一样东西。近日得到消息，就在天楚皇室。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晋王的资料，生怕是自己之前有看漏什么。直到最后一页，关于晋王的现状写着昏迷3年，命不久矣这8个字时，妈的奸商！王爷查过了，他确实就是江家
家嫡次女。茶道可有说她会武功和医术？说是在村子里招猫逗狗的倒是常有，武功和医术确实从未听说过。不过有住在义庄附近的人说过，他从小就是村里的一霸，老打架，倒也一直没有败绩就是了。说到这儿，清玄犹豫了片刻，但还是开了口：“殿下，那个江宁儿还杀吗？”他说的没错，今日这事过后，他若真的这么快死了，我也不好交代，暂且留他在府里派人盯着，说有任何异样，随时向我汇报。王爷，他今日打了二皇子，会不会连累到我们王府？连累？本王在他们眼里本就是眼中钉，还会怕一个女人连累？属下是怕皇后和二皇子会趁机找王爷您的麻烦。既然本王决定醒了，便做好这个准备了。王爷，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计谋没成，母妃被辱，老三此时定会心中憋屈，让人把二皇子收受漕运贿赂的消息透一点给老三，同时也弄出些马脚来，让二皇子今日酒中配于贵妃下药的事情，想办法也让皇后查到。这样一来，二三皇子互咬起来，便没有心思再来找王爷的麻烦了。这还只是开始。老二老三当年一起设计我与君行的仇，本王定会一点点讨回来。他们入宫时，皇后和六宫妃嫔都已经在那里等着了。秦君夜和江宁儿行着规矩行礼，而皇后则是像昨夜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一般的和蔼可亲。靖王好福气啊，虽是替家，可王妃也是难得的大美人啊。多谢母后夸奖，王爷也是这么说的。今日进宫，王妃可把落红帕带来了？您看靖王妃娇羞的模样，想必连落红帕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呢。不会吧？这么漂亮的美娇娘，靖王爷竟也舍得洞房夜将美人闲置一旁？瞧你们说的，你们这不是为难靖王妃吗？靖王昏迷3年刚醒，怕是还没这个心思呢。皇后娘娘，您说是不是？哦，也是本宫思虑不周了。其实没有落红帕也不打紧，但毕竟靖王妃嫁得匆忙，还没从燕生嬷嬷那儿过呢。本宫也知道靖王妃定是冰清玉洁，可这也是规矩。靖王妃觉得如何？王爷，出事了，我帕子丢了，应该是揍林公公那个老逼灯的时候揍得太忘我了，劳烦王爷替我顶一下。秦君夜听着这话，立即转头瞪了他一眼，顶？他一大男人怎么顶啊？都是成亲的人了，靖王妃还害羞呢。随后冲身旁的嬷嬷挥了挥手，去请靖王妃去偏殿。我想验身就不用了。靖王这是何意？我这么做也是为了靖王妃好，怕宫中会有人讲闲话。赵嬷嬷是宫里的老手，定不会伤着她的。本王的意思是不必验了，因为落红帕在本王这儿。王爷，我只是让你想办法养我一下时间，我才弄一条，不是真的要你自己顶啊。秦君夜闻言背后一僵，这女人怎么不早说呀？既然带了，那本宫还是瞧瞧才好，还不快去请王爷把帕子拿出来。这时不光是皇后，在场所有人都紧紧盯着秦君夜。就在他看着宫女拿着盘子走近身来，想着该如何应策的时候，秦君夜竟真的从腰间拿出一条白帕，然后泰然自若地放到宫女盛着的盘中。皇后见状，只是眉间紧了紧，只觉这个秦君夜也真够蠢的，等着当众掀开帕子，向众人展示上面空无一物后，再顺势让林公公说出江宁儿婚前与人私通的事情，既能治了江宁儿的罪，还能打了靖王的脸。皇后如此想着，笑容特别亲和，随手就将帕子挑起。这怎么可能？王爷，你早有准备，怎么不早跟我说？而且你怎么弄的呀？怎么这么逼真？比黄雀血染的那个像真的多了。秦君夜没回答他，没想到靖王恢复得如此之快，看来很快就能为皇室开枝散叶了。母后，你别看王爷刚醒，但王爷的身体好着呢。面具之下的秦君夜一脸不想搭理他的神色。谢恩也谢过了，验也验过了，要是没什么别的事，你们就先回吧。母后，儿媳有事，儿媳今日在王府门前被人拦门，说我婚前不洁，还好那人后来招了，是受人指使的，人我们也带进宫了。不等皇后反应，江宁儿就冲晋王府的下人示意，来人，去把那2人带上来，有皇后娘娘在这，我看他们还如何不招幕后之人。靖王妃，这种事情暗中处置了便行，不用拿到大殿上来说，要为皇家颜面考
考虑，懂吗？可我怕今日这事闹得这么大，若是不好好审一审幕后是谁主使的，会有人说母后你的闲话呢。说我什么闲话？既然别人是说你婚前不洁，闲话不也该讲你吗？母后此言差矣，今日这么多娘娘看着呢，我的不洁早是不攻自破的了，还有谁会讲呢？而我这人吧，向来亲切温柔，跟谁都没仇，唯独就是昨日失手打了二皇子，所以我怕要是不把幕后之人揪出来的话，旁人会说是母后你对我极恨，伺机报复呢。我一早就听说了，二皇子在府里养伤，莫非是昨夜被靖王妃给打了？可昨夜明明是靖王的新婚夜，二皇子怎么会去的？王爷，我是做错了吗？为什么母后看我的样子好可怕呀？你也是替母后着想，母后为人向来宽容大度，怎会怪罪于你呢？是吧，母后？这夫妻俩一唱一和，弄得皇后是不上不下，只能继续维持着端庄镇定。这时黄雀疾步走了进来，冲二人小声道：皇爷王妃不好了，我们把人送进来大牢看押，结果刚去提审，发现2个人已经死了，全身都没有伤痕，狱卒也说没有人接触过他们。既然是处置了，这事儿也算是给靖王妃一个交代了。靖王妃也不必为昨日的事情耿耿于怀，本就是个误会，本宫还不至于那么小气，与你一个小辈介怀。今日这事儿，宫中想必也不会有人再提。如此，儿媳就放心了。靖王刚醒，你们早些回府休息吧。二人一走出皇后寝宫，秦君夜立马将她环在自己手臂上的手给拍了下来，与她间隔1人的距离走路。王爷，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个皇后真的手这么长，竟然都能伸到皇宫天牢去了。她要手眼通天到这个程度，二皇子不早就当太子了吗？所以你认为不是皇后？不是，我觉得像是。这时一个老太监走过来，打断了二人的谈话。老奴徐孝全见过晋王、晋王妃。王爷，皇上在御书房召见您呢。你先回去吧，不必等我了。江宁儿没有多想，点了点头，转身就潇洒离开了。到了御书房后，秦君夜在案前站了许久，而天启帝一直低头在书写一副字帖，将他晾着。天启帝不开口，他便一直低头站着一动不动。刚醒就这么有精神了，看来你那个小王妃倒真是有点福气。怎么样，这个王妃你可还满意？父皇赐婚，儿臣自然是满意的。行，难得听你嘴里说出一个满意，看来朕这玉蝶没有挨刺。此时徐孝全走了进来，也不避讳着秦君夜，只朝天启帝微微行了一礼。启禀皇上，晋王爷带进宫的2人已经处置干净了。说完这话，徐孝全还特意看了秦君夜一眼，似乎这话其实是说给他听的。可秦君夜就是岿然不动，也看不出任何一丝情绪来，甚至都不觉得惊讶。其实早在黄雀来通报人死了的时候，他就猜到能把手伸到皇宫天牢里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启帝。你那个媳妇虽然有福，但是太闹腾了，刚嫁进来2日，接连2日都闹出事了。朕这么做也是为了皇家颜面着想，如此说你可明白？儿臣明白。朕也查过，江宁儿虽说是江家嫡女，可缺乏管教，皇后也向朕提议，想让她改日进宫先学学礼仪规矩，你意下如何？儿臣没有异议。看来这3年你的性子倒是收敛了不少，不再像以前一样事事跟朕据理力争了。儿臣昏迷3年刚醒，身子还觉虚弱，父皇若是没有别的要紧事，儿臣想先告退了。天启帝本就只是为了叫他来敲打敲打他，并无要紧的事情，于是挥了挥手让他离开了。秦君夜一走，徐孝全便上前来给天启帝送茶。到底是成亲的人了，王爷此次看着与以前成熟稳重了不少。别看他现在这样低眉顺眼的样子，实则心中怕是对朕记恨着呢，恨朕这3年未给他们兄弟俩讨个公道。皇上瞧您说的，3年前晋王爷坠马和七皇子坠崖都只是意外，晋王爷只是不善言辞，他敬您都来不及呢，怎么会记恨您呢？但愿如此吧。
皇后娘娘息怒！息怒！本宫被晋王夫妇如此不放在眼里，你们叫本宫如何息怒？小的们都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唯有资历最老的赵嬷嬷敢上前劝几句。娘娘莫要动气，其实这事老奴觉得皇后娘娘反而应该高兴才对。我有什么可高兴的？娘娘您想啊，皇家娶妻向来娶的都是妻子背后带来的利益，若是这个晋王妃高贵优雅、得体大方、处事圆滑，您才该担心呢。正是这个晋王妃是乡野出身，粗俗无比，才能让晋王少一条助力啊。你这样一说，倒是有些道理。老奴以为晋王以前再强，这3年元气大伤，也已经是不足以威胁我们二皇子的人了。娘娘与其与晋王夫妇置气，还不如把注意力多些放在3皇子身上才是了。说完，赵嬷嬷凑到皇后身边，附耳嘀咕了几句。你说什么？齐儿那日是被人在酒水里下了药？那药下得很微妙，把脉是拔不出来的。昨日夜里，老奴发现有个宫女鬼鬼祟祟的想要逃出宫去，宫女被拿下后，为了少受刑罚，便招出那夜于贵妃指使她给二皇子下药的全过程。只可惜老奴本是想要将人带到皇后娘娘面前来的，但那丫鬟昨夜自己就在暗房里上吊自杀了。好个于贵妃，好个秦君临！江宁儿先出了宫，但并没有回王府，而是支开了王府的人，转道去了一个叫天福布庄的地方，径直进了2楼的一个房间。你呀，你不是一直在西凉游玩吗？怎么到了京城也不跟我说一声？好了，杜姨，我们先谈正事。让你查的事情查到了吗？还没有发现义庄那个刘婆婆的下落。夜氏到底是把婆婆关到哪里去了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如果不是传消息的人塞了一朵江梨花我真的不敢相信，你怎么会突然嫁给了那个残暴不仁的晋王？江宁儿将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儿，省去了那夜失身的内容，告诉了杜姨。什么？双玉珏也不见了？那可是你师父留给你保命的东西啊！我也是昨夜才发现，2个都没了。江宁儿有一个从未与外人说过的秘密，那便是她其实并非是这个时代的人，而是现代穿越来的。不如我去联系李雨楼的人帮你找。你不说我都忘了，如果不是李雨楼那坑爹的消息，让我以为晋王真的成了植物人，我才不会嫁他呢。什么？你说晋王他一直是？江宁儿冲他做了一个晋升的动作。如此一来，你待在晋王府就更危险了。你又如此貌美，万一晋王对你起了歹心，可怎么办呢？杜姨，你不用担心，我要是想逃，谁都逮不住我。杜姨知道他爱惹祸，可却聪慧过人，否则也不会这么多年都没人查清鬼医江离的秘密了。于是也没再多言。秦君夜回到王府时，就看到门前停着2辆马车。他刚下马车，正要问是谁来了的时候，侍卫先禀报：王爷，七皇子带着江家嫡小姐来了。秦君夜眉间微蹙，七皇子是他异母同胞的弟弟，来这儿倒是不稀奇。但是江一雪他来做什么？他刚到大厅门口，便看到坐在轮椅上的秦君行和明显哭得双眼通红的江一雪坐在里面等着。江大小姐找本王有何事？哥，江家嫡次女那个臭丫头呢？没大没小，你现在该叫她嫂子。江一雪走上前去跪了下来。晋王爷，一雪有罪，今日特来请罪。江大小姐这是何意？王爷，我那妹妹命苦，算命的说她是天降邪星，若不是在义庄养大，将会年幼丧命。为此，我父母只能忍痛让她在府外长大。但没想到前阵子母亲想她想得紧，便将她接回府中相聚。她因为出身乡野，没有见过什么荣华富贵，直到皇上将我赐婚给王爷后，竟然贪慕王府繁华，将我打晕后锁进了柴房，自己换上了喜服，上了花轿。是王爷醒来，他被赐玉蝶的消息传开后，我娘她才找到我。沛国公府也是这时才发现她替嫁的事情的。江一雪抹了一把眼角的泪花，做出一副是哪个男人看了都会我见犹怜的委屈神色。一雪自知二妹妹有错，所以一雪特来替她向王爷请罪。一雪姐姐，你说什么呢？那个江宁儿打你，还抢了你的婚事，凭什么还要你给她求饶？七皇子，你怎能这样说呢？她可是我的亲妹妹啊，更是我唯一的妹妹。不管她做了多么恶劣的事情，我都有义务替她承担。但那个臭丫头如此对你，可根本没把你当姐姐看，她根本不配你对她这么好。七皇子，你今日是答应过我，陪我来是替我二妹妹求情的，算是我求七皇子，看在3年前我为你出过药的份上，切莫再说我妹妹的不是了。可他的李雨楼一早就查清楚，替嫁是江家别有用心的计划。
本来该当我嫂子的是医学姐姐你才是，她是个什么东西？她个乡野来的臭丫头，根本连医学姐姐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过。哼，要我说，就应该让父皇取笑她的玉蝶，再治她欺君之罪，然后让父皇下旨，让哥哥重新娶医学姐姐你才是。放肆！你以为皇家玉蝶是想给就给，想拿就拿的吗？是啊，七皇子，这话可说不得。王爷可千万不能听七皇子的，医雪实在是不想妹妹成了弃妇，王爷有任何的气都可以对医雪撒，就是请王爷千万不要怪罪二妹妹。令妹很好，本王很满意。江大小姐，无别的事便回吧。江一雪就要站起身来，无意中有什么东西从她身上掉落了下来。一看到那块熟悉的翠玉，秦君夜一贯金贵冷淡的神色便忍不住激烈动荡了起来。他将玉捡了起来，握在手中，轻轻摩挲。这个玉你从哪儿来的？玉？回答本王，这个玉你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是我爹自小就给我带着的。你说这个玉是你的？这玉当然是我的呀，前一阵子还掉了一块呢，如今只剩下一半了。可毕竟是爹爹送我的，我又贴身戴了10几年，舍不得丢，就一直带着。秦君夜听着这话，深深看了江一雪一眼。莫非翠微山破庙里跟自己有过一夜的女人，竟是江一雪？我也是喜欢这玉。秦君夜的眸色变了又变，从意外到震惊，再到犹豫，最后归于平静。他终于还是将玉还给了他，并未直接表露心思。确实很好看。可是这是父亲送我的，对我意义非凡，我无法转送王爷。可既然王爷喜欢，等父亲回府后，我定向他问问是哪一家买的。不过我这一下都戴了10几年了，也不知道那个卖家还在不在了。行过礼，江一雪便也没有多留的离开了。秦君行见他走了，也跟着一起离开了。此时在门外一直候着的清玄见二人都走了，才赶紧走到秦君夜身旁来。王爷，江大小姐竟有跟你一模一样的翠玉诀，莫非那夜给您将毒镇压下来的女人就是她？不对，不是她。可王爷，您当时毒发看不见，为何可以如此确定不是她呢？秦君夜只告知了清玄他们那夜的女人能给自己镇压毒发的事情。那夜他虽瞎，可其他感官却是在的。他向来鼻子就很灵，那夜看不见，嗅觉就变得更加的敏锐。他至今还能记得那夜的女人身上有一种别样的幽兰香。去查江一雪那一夜都在哪儿，然后派人盯着她。她虽不是，但一定跟那个女人有关。是，属下即刻就让人去查。顺利吗？何止是顺利，我说我是小姐您的丫头，要给二小姐送些东西，王府里的下人一个个都赶着为我指路，不知道对我多客气呢。你说你是国公府的丫鬟，他们自然是不敢怠慢您。哪里呀？要我说，不是因为我是国公府的丫鬟，而是因为我是小姐您的丫鬟，他们才会待我如此积极的。能在王府当值的，定都会是察言观色的人，自是不可能对江宁儿那个替嫁的乡下妮子有什么好眼色相待。谁说不是呢？小姐你是不知道，江宁儿的院子可偏了，离靖王的住处极远，一看就是昨夜靖王随意指派的。行了，我让你趁着我跟靖王周旋时，去江宁儿房里把18万两拿来。东西呢？啊，东西在这儿呢。说着，小春将一个盒子抱了出来。还是小姐您聪明，说她定是会将银票好生藏起来。我翻了一圈，她的房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独就这个盒子看着最华丽，还很隐秘的藏在她的柜子下面，肯定就是她用来放银票的。土包子就是土包子，一辈子估计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银子，所以才用这般俗不可耐的盒子锁着。砸了它，将银子拿出来。小春得令，立马拿出大锤，哐哐的朝锁上砸，大锁哐当落地开了。小春如同献宝一样，将盒子呈给江一雪。小姐，18万两，现在都是您的了。江一雪翘着兰花指，将盒子打开，这不是什么盒子，竟是一个风箱。不好！江一雪跟小春二人几乎是从马车上摔下来的，却不想这些红枫像是认准了他们两个，他们往哪儿跑，蜂群就跟在后边猛追。小姐，水，风怕水，我们跳水里就好了。这时二人看到前方有个池塘，江一雪也顾不上周围越来越浓的臭味是怎么回事，直冲冲的就朝着那个池子跳了下去。这就是天楚国的大才女大美女啊，我看简直蠢不行嘛。她不是蠢，是太贪心和太自信了。看了半晌的戏，江宁儿才想起向少年问道：对了，不是让你替我打听消息的吗？这会儿来找我是打听到了？啊，打听到了。老大，你让我查的那个姑娘被卖到了群芳院，据说群芳院今日还要公开叫卖那个姑娘的初夜呢，时间是酉时开始。酉时，那不是快开始了？你怎么不早说啊？啊，这不是看老大你看得这么入迷，不想影响你雅兴吗？替我将风收回来，我现在就赶过去。
与此同时，秦君夜也下了马车，和清玄一起走进了一家极不起眼的书斋。进入书斋后，他们走入后院，再打开一道小门，便进入了位于城南最有名的青楼群芳院。群芳院的下人领着他们直接到了2楼的客房中。1楼的舞台上，新姑娘的初夜叫卖已经开始了。见过楼主，之前交代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皇后那边现在已经知道了于贵妃下毒一事，而2皇子收受漕运的事情也在开始安排让3皇子发现了。安排的巧妙一点，别让老3起疑，同时也不要让老2有机会消灭证据。楼主放心，巧娘会安排妥帖的。群芳院办事我向来放心，可还是要注意，切莫让人查到痕迹。群芳院是最被人看不起的青楼，却也是最好隐藏的地方。楼主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干净。今日你让我一定得来一趟，是有何事？楼主，属下查到诡异的消息了，而且几乎可以确定，诡异江临现在就在京城。你说诡异在京城，你是如何确定的？巧娘将线索一张张的放到秦君夜的面前。1个月前，在我们随州的一个青楼里，有一个客人跟姑娘聊天时，说自己得了诡异的药。后来我们就一路追查，结果发现近日出现了许多诡异的药品在流转售卖。昨日在群芳院也有客人喝醉后说有诡异的药，还拿出来给姑娘们炫耀。我瞧过一眼，药盒上确实都篆刻着代表诡异的江梨花，而且药效姑娘们说也是十分惊人。卖的是什么药？你的姑娘们怎么就能知道药效十分惊人了？巧娘低头笑了笑，于是拿出了一物放到了桌上。而秦君夜一闻这个熟悉的味道，眉间猛地一跳，是媚药。楼主说的没错，正是有助于男女欢好的那种药。给温医看过没有？我找温大夫看过了，温大夫也说此药用料极其古怪刁钻，能有这种用药思路的只有诡医。可是诡医平日千金求医都不一定愿意治，为什么会突然开始到处卖这种药？我也不明白，但诡医行事向来没有道理，如此做反而很像他的作风。不管是什么原因，尽快查到诡异的藏身之处，本王不计一切代价也定要找到他。是。哐当一声，群芳院1楼传来一声极大的动静。楼主，我先下去处理一下。王爷，1楼的是王妃，她怎么到青楼来了？秦君夜双手抱在胸前，一脸饶有兴致地看着1楼那个清俊的不像话的玉面小公子。且先看看再说。此时的1楼舞台上，一身干练男装的江宁儿一手将那姑娘拦在自己身后。你是哪来的臭小子，敢抢我的人？都他妈愣着做什么？还不给我上！给我把姑娘抢回来！哼，找死！此时他并不知道2楼有人正注视着自己，于是不像之前几次无章法的打，而是展露出了相对真实的功夫，一脚就将人直接踹飞几米开外。另一人趁他还没站稳之际，赶紧向他投出一枚暗器。江宁儿见状，身形一旋，一把就用指尖将暗器夹住，紧接着又徒手将暗器甩飞了回去，直接击中了对方腿上，叫他轰隆跪倒在了地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丝毫不加半点犹豫，看得刚才还为他担心的清玄惊得不自觉地张大了嘴巴。这种雕虫小技也敢来对付我？胖男人以及他的几个手下已经被江宁儿打得互相搀扶着，集体向群芳院大门逃去。臭小子，有本事你别跑，给我等着！江宁儿毫不在意他们的威胁，拽着刚抢来的姑娘的手臂经过巧娘身边时，这姑娘初夜我买了，公子请跟我来。整个群芳院的2楼都是包厢，且都是为了方便偷听说话探取消息设置了机关。但今日因为秦君夜和清玄来了，巧娘便没让2楼对外开放。巧娘是个聪明人，于是在经过2人所在的房间时停了下，指了指他们隔壁的房间给江宁儿，方便他们谈话时楼主在房里可以听见。巧娘一退出房门，姑娘一把甩开了江宁儿拽着她的手。别以为你从那人手下把我抢了，我就会感激你。哼，你自然没什么需要感激我的，我也不过是买你1夜而已。今夜一过，你还是要在这里接待张公子、李公子和数不清的跟刚才那个胖子一样的猥琐男人。你难熬的日子可是从今夜之后才开始呢。你今日来就是来看我笑话、折辱我的是吗？江宁儿，你实在是好狠毒的心，今日会沦落至此，根本都是你害的，一切都是因为你。说着，姑娘激动地拔下了头上的簪子，就想向江宁儿刺来。江宁儿只是眉头微微一皱，便轻松扼住了她的手腕。东萧，你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到底是谁将你沦落至此的吗？
如果不是你拿走了府里的18万，还把靖王给抽活了，夫人是不会牵连于我，将我卖到青楼来的。没想到你这么恨我，我能不恨你吗？那你勾结叶氏，背叛我，背叛刘婆婆，下药害我失身呢？东乡，换成被这样对待的是你，你又会如何？听到这话，东乡整个人猛地一怔，不知道是出于懊悔还是害怕，他揶揄良久后，终是不可抑制的痛哭起来。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害的，可即便我再怨你，也绝对不可能将你卖到青楼来。你明明可以在义庄一直自由自在，是你自己非要去做国公府的丫鬟，非要去当个卑躬屈膝、生死命运完全掌握在叶氏手上的下人。你会到今日这个结果，根本就是你自己造成的。东乡无力地瘫倒在地上，哭得浑身颤抖。我娘是官妓，是最下等的贱妓，所以我一出生便也是贱妓。只有在人牙子手上辗转贩卖，我才能有一口饭吃，才能活下去。贱籍的女子什么都做不了，哪怕是做了大户人家的丫鬟，成了奴籍，对我来说就已经是莫大的机会了。今日我之所以来，并非是看你笑话，相反，我是来再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当你的青楼姑娘，亦或者我给你赎身。你说你愿意给我赎身？但我明明背叛了你，你该恨我才对，怎么可能会好心愿意帮我？好心帮你自是不可能。江宁儿拿出一张足以给她赎身的银票放到了桌上。我需要你告诉我刘婆婆的下落。我不知道刘婆婆的下落。既然如此，你怕是要在这青楼待一辈子了。说完，毫不犹豫的就将银票收回，抬腿离开。东乡见状，连忙跪在地上抱住了他的腿。宁儿，你别走！是我真的不知道婆婆在哪。那日我虽带着夫人去了你安置婆婆的地方，可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了。见江宁儿不理会他，东乡语气更加急了起来。我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待在青楼，只要你肯救我离开这里，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知道的一切？你还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我知道是江一雪，一切都是江一雪计划的，是她不想嫁给金王，于是跟叶氏提议用药使你失身，然后挟持刘婆婆，威胁你，让你替嫁，就连给你下的药也是江一雪给我的，是她在15那夜安排了3个男人将你带到了翠微山上，这一切都是她安排的。还有，我昨夜经过叶氏房门口的时候，就听到江一雪跟叶氏在商讨如何将你失身的事情告诉皇后，借皇后的手除掉你，好让那18万重新回到他们手上。而二人所说的一切都被隔壁房间的人听得一清二楚。真是没想到，为了让次女替嫁本王，沛国公府竟如此煞费苦心。难怪今早门前有人过来闹事，竟都是江家安排的。若非是我亲耳听见，真是没想到那个江大小姐竟然如此恶毒，亏她还有脸今日到王府里找王爷您哭诉。好个沛国公府，找乡下次女替嫁，本就已经是看不起晋王府的行为，还特意下药要替嫁之人失身在家，这更是对她的侮辱。不过看来江家似乎跟我们一样，都低估了江宁儿，并不知道她真正的本事。确实，如果江家找的3个男人都只是今早在府门前的那种货色，想必根本不可能是王妃的对手。15夜翠微山的破庙，但现在他意识到江宁儿那夜真的同样在一夜出现在同样的地点，且也是身中媚药，真的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吗？但此时的江宁儿还全然不知，那夜的男人就是面具之下的秦君夜。他撑着下巴陷入了自己的沉思当中。那夜他中的药，其实早在那夜药性发作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药的奇怪。普通的媚药是不可能药到他的，除非是他自己做的药。想起自己好多年前好像确实因为闲得无聊，研发过一款叫做百媚香的媚药，而且当下就让人将其全部销毁了。怎么会隔了这么多年后，这药不仅重出江湖，还被使用在了自己身上了？各位爷，2楼不能上去的，你们不能上去啊！这时外面传来巧娘急切的喊叫，听动静似乎是不少人冲进群芳院。巧娘从暗门里走进了房间。楼主，你们快随我从暗门先离开吧。发生何事了？刚才那个小公子打的是京兆府尹邢大人的侄儿子邢少天。这个邢少天是出了名的恶霸流氓，刚被打了不服气，居然将京兆府尹的官兵都调来，将群芳院都包了起来，要来向那公子出气呢。京兆府尹的兵如此随意，居然可以让人随意调遣吗？钦玄侍卫有所不知，邢大人无子，对这个侄儿极其溺爱，视若己出。邢少天带了多少京兆府兵？50有余。秦君夜眉间不自觉的一紧。楼主，你们现在不宜让京兆府撞见，还是快些离开。楼主。
小娘话还未说完，就见秦君夜竟转身直接推门走了出去。他刚想上前追赶，就被清玄拦下。哎，乔娘，你继续当好你的老板娘，其他的事无需再管。可是楼主他……你有所不知，隔壁的可不是什么小公子，而是王爷的新进门的王妃。王妃？小爷，我今日就要让你见识见识，在这个京城到底是谁做主。京兆府尹的兵什么时候不用巡防京城安保，倒充当起给人出头的打手来了？小子倒是还有些眼力见，既然知道是京兆府尹识相的，现在就跪着从小爷我裤裆底下钻过去，再赔个1800两银子，小爷说不定可以大人有大量，原谅你的不懂尊卑。你跟我谈尊卑，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本人，给我把这小白脸衣服脱了，往床上去。嘿嘿，小爷我今日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我的东西。听到这话，江宁儿当即就是眉心一跳，看来他不用去管动静不动静了。今日他定要让这个死胖子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指尖风筝已露，正要动手之际，一枚紫金暗标不等江宁儿反应，紧接着又是哆哆哆哆的一连数声，每一枚暗标都无比精准的扎进了房间里所有男人的膝盖，叫他们齐声跪了下来。靠，哪个鳖孙多管闲事？江宁儿刚要骂，就看到戴着银色面具的男人正眼神阴郁的朝屋里走来。擦，秦老六怎么来了？这位也是。秦君夜目光绕开了东厢，始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藏在他身后的那个圆溜溜的脑袋。出来，江宁儿，我再说一遍，出来。王爷好巧啊，你也来逛青楼？不巧，本王是特意来寻你的。江宁儿就一把抱住了他的腰。王爷，我以为我就要见不到你了。你够了。他忍无可忍地将他推开了一些。哪有那么夸张？怎么没有？王爷你不知道，你再不来我就要被欺负了。谁还能欺负了你去？他居然要人把我衣服都脱了绑床上去，还说什么要我见识他的东西。王爷，我可是一个弱女子，他们那么多人，我还怕。弱女子？就她徒手接暗器，把秦君琪打到了肋骨断裂的弱女子。但秦君夜明知如此，却还是神色沉了下来，一记寒眸冷冷扫向此时因为中了他紫金暗标跪在地上叫唤不停的邢少天。整个军方院都被我的人包围了，你们两个狗男男一个都别想逃，我已经让人去喊我叔叔了，你们等着，我叔叔来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江宁儿为秦少天的愚蠢发出一声叹息。王爷，咱们等吗？本王正好有一笔账，可以找邢大人算一算。说你可算来了，就是他们两个臭小子。说你可要替我好好教训这两个，我要他们跪下来给我舔鞋。给我住嘴！晋王殿下面前岂容你放肆？晋王？但晋王不是一直昏迷不醒吗？哎呀，你个脑子里只有女人的废物！晋王昨夜就醒了。邢少天听到这话，震得他双脚一软，直接就给跪了下去。随即邢大人也跪在了他旁边。晋王殿下，这臭小子狗眼不识泰山，不知天高地厚的得罪了王爷，还请王爷恕罪啊！为保王爷名声，下官已经让所有人全部撤退，保证王爷与这位小公子私会的事绝不会让别人知道啊！邢大人这话何意？本王不甚明了。富贵人家有几个男宠，也都是人之常情的事情，王爷不必害羞。不知这小公子竟是王爷的相好，今日之后，下官一定严厉教导我这个侄儿，还望王爷大人不计小人过，放了我这侄儿一马。毕竟邢大人别有深意地看了眼二人，毕竟王爷刚刚才成亲，要是此事叫府中的王妃知晓了，怕是也不好的。终于听懂的秦君夜额角猛地一抽，江宁儿则是没忍住笑出声。你还笑，还不是因为你还不过来？你竟是女的！邢大人，本王以为你是来解决你的侄儿对本王王妃言语侮辱、以下犯上之事，不曾想你竟是来威胁本王的。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她不仅是个女的，还是王妃。怎么样？刚才是谁说要我从她胯下钻过去，还说本王妃不懂尊卑的？
畜生！你怎么敢对王妃说这种话的？叔叔，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会想到王妃会来逛青楼呢？我怎么就不能来逛青楼了？我才刚成亲，来找楼里姑娘们请教一下怎么伺候王爷，不行啊！秦君夜瞥了江宁儿一眼，真是亏他编出这种瞎话来。邢大人，我家王妃虽顽劣，但终究身份尊贵，绝不是你侄子可以冒犯的。你身为京兆府尹，以下犯上是什么罪责，你应该很清楚，该不会觉得只是一脚就能解决吧？王爷，求您大发慈悲啊！我侄儿还小，是他不懂事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是你自己动手，还是要本王的人动手？邢大人还想求饶，清玄动手！邢大人大喊，拦住了上前的清玄。下官亲自教训他。邢大人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接连不断。都说邢大人宠溺无度，才会教出邢少天这种欺男霸女的恶霸，现如今怕是把这些年疏于管教的巴掌都打回来了。你在这盯着，一巴掌不许让他少，打完了把邢少天舌头割了，谁敢拦就把他手给剁了。属下明白。江宁儿听到这话微微愣了愣，倒不是他心软觉得残忍，而是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秦君夜自己下令教训人。这样想着，江宁儿心中默默认定得赶紧找到他要寻的那一位藏在天楚皇室里能替他重塑经脉的药材，离开晋王府才好。群芳院里的事情交给清玄，秦君夜和江宁儿二人先乘马车回府。上了马车后，他拿起一本书，一言不发地看着。江宁儿想着不计较自己来青楼就不错了，于是也不找他说话，打了个哈欠，便自顾自地靠在马车上睡了起来。一直看似正襟危坐的秦君夜才将面前的书移开，偷摸摸地打量起他来。自从知道江宁儿可能就是那夜的女子后，不管是在青楼时还是上了马车，书上写的什么，秦君夜其实一个字儿都没有看进去过，不过是不想让人看出自己的情绪，拿此做一做伪装罢了。看到江一雪拥有翠玉诀时，他满是排斥，甚至起了杀心。可当想到那夜有可能是江宁儿时，他竟然并不反感。如果真的是江宁儿，他应该不会再有手工杀了。秦君夜这样想着，轻巧地挪到了他的身边，想要验证一下。随着马车的耸动，江宁儿的身子一歪，刚好歪到了他怀里，枕在了他的肩上。许是今天打了太多的架，江宁儿睡得很沉，并没有醒。长长的睫毛随着呼吸微微打着颤，小巧的唇不点而红。王爷到了。马车停下来时，压过一颗大石，耸动了一下。秦君夜本是低头想要赶紧退开，结果不受控制的身子向前一倾，正好吻上了他的唇。唇上温柔的触感叫秦君夜如触电一般僵在了那里。江宁儿也瞬间从睡意中惊醒过来。江宁儿，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偷亲本王！我掏亲？不对啊，我没有动啊。倒是王爷你刚才不是坐那边的吗？本王愿意坐哪坐哪，容得你智慧。见你是初犯，本王不与你计较，再有下次，本王绝不宽恕你。说完，秦君夜就长袖一挥，下车离开。江宁儿见他反应这么大，于是开始怀疑，莫非还真是自己睡着不小心亲上他的？但就算这样，这家伙也不至于这么嫌弃他吧？他好歹也是个大美人，怎么弄得好像被他亲一下是吃了什么大亏一样？秦君夜一下了马车，就用他能使出来的最快的速度，直接冲回了房间，将房门一关，一边背靠着房门大喘着气，一边摘下面具，将其丢到一旁，露出了通红的耳根。许久平息了呼吸后，他才用指尖轻轻抚上了唇。当闻到唇瓣染上的那抹幽兰香气后，秦君夜的心跳突然不受控地漏了一拍，这个味道正是那夜。与此同时，沛国公府里，大夫，医学怎么样了？风针虽然都拔除了，但老夫行医多年，也从未见过毒性如此强烈的红枫。幸好是大小姐聪慧，及时泡到了粪水里，粪水正好有抑制红枫毒性的作用，否则大小姐怕是凶多吉少啊。送走了大夫，叶氏叹了口气，进了屋，一绕过屏风，就看到疼得满脸狰狞的江一雪。一雪，我的心肝啊！娘，赵灵儿的贱人，本小姐一定不会放过她。
医学，你放心，娘定会为你报仇。他敢伤你，我就报在他最在乎的人身上，让他后悔一辈子。翌日一早，江宁儿便早早起身，准备回门的事宜。刚出了贵心小院，就看到下人把回门需要的礼品都准备好了。准备的非常好。王妃，王爷说他今早有些要事，让你在府中等他回来了再出发。不必了，让王爷安心忙自己的事吧。回门这种小事儿，不必劳烦他，我一个人就行了。他回来干什么？让他走。娘，你先别急，他是一个人来的，还是跟靖王一起来的？回小姐，他是一个人来的，但带了一些礼。哼，昨天宫中赵嬷嬷还说靖王宠爱他会让他一个人回门。看来医学你猜得没错，靖王定是根本没碰他，只是拿了假的帕子糊弄皇后的。那是自然，本来要娶的是个9天的凤凰，结果变成了一个乡野的山鸡。哪个男人心里不恼火？男人嘛，自然都是要面子的。靖王虽然没碰他，但是交个白帕给皇后，怕是也会招人笑话的，所以才会让皇后误以为靖王真的临幸了他。还是医学你聪明，我昨日还觉得奇怪，但现在看来，靖王根本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你刚才说他还带了礼，带了10箱，可沉了呢。看来二妹妹也不是那么的蠢，发现嫁过去后不如意，所以回门日上赶着来送你。这是知道自己没有依靠，只能重新回来投靠娘家了。让他把礼留下，随便说几句话，把他打发回去。就这样让他走了，可不行啊，娘，毕竟18万两银子还在他的手上，既然来了，哪有不让他交出来的道理？我看咱们还是有必要去会会他才好。江一雪挽着叶氏的手臂，迈着仪态万千的步伐向花厅走去。来到门前，他仰着高傲的下巴，伸手将门推开。一个装满水的痰盂从门上翻了下来。这痰盂是哪来的？不远处的下人听到动静，连忙小跑过来。是二小姐说要喝水，我为了恶心她，就把自己用的痰盂给她拿来了。但我没想到二小姐会把痰盂放到门上。贱人！贱人喊谁呢？贱人喊你！哦，原来夫人也知道你自己是个贱人呀，那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嘛。江宁儿，你怎么这么恶毒？虚人设计用痰盂泼你母亲和姐姐，你个天降邪性！只要一看到你就准没好事，以后不许你踏进我沛国公府半步，给我滚！原来你们不喜欢我回来呀，那就算了吧。我这次回来还想说把18万两还给你们，既然如此，那我走喽。你不是说回来还银子的？银子呢？想要银子可以拿刘婆婆来换。行，你随我来就是。长姐陪我一起去吧，我们姐妹俩刚见面，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好，长姐陪着你。叶氏在前面领路，江宁儿和江一雪则在后面跟随。江一雪还怕江宁儿半路跑了，故作情深地将她挽得极紧。很快，3人就来到了沛国公府一个极其偏僻的院落。叶氏告诉他，刘婆婆就关在里面。江宁儿狐疑了一下，还是推门而入。一进去，叶氏便冷声下令关门。与此同时，走出好几个虎背熊腰的嬷嬷，其中一个嬷嬷盛上一个托盘，100来根长短不一的银针罗列在上面。夫人这是做什么？10项的，便现在就将18万两交出来，否则就别怪本夫人对你不客气。夫人这是要对我重私刑，我现在是皇上亲自御蝶的晋王妃，不是你府里的下人，你就不怕王爷知道了向你问罪？哼，这个针名叫无痕针，无论扎下去多少，都只会伤内里，不会有痕迹，即便是太医也查证不出。没有证据，光你空口白言，靖王如何向我问罪？没有证据。二妹妹，要怪就怪你对母亲实在是无礼，惹怒了母亲，不如你就跪下跟母亲好好赔个不是，说不定啊，我还能向你跟母亲求个情呢。怪我这些年没有好好教你，今日为娘的便来尽一尽责，教你做人。叶氏抬手就向江宁儿刺去，江宁儿勾了勾唇，朝叶氏手腕的麻筋一敲，顿时针就落入了她的手中。针头方向一转，再猛地向下一按，银针便整个扎入了叶氏的脸上。等到众人开始反应时，便觉得一阵异香飘散，下一瞬，所有人都手脚酸软地瘫倒在了地上。江宁儿抓起一把无痕针，笑眯眯地蹲下来，看向叶氏。嘿嘿，夫人早说你喜欢玩这种刺激的，我就不跟你在花厅浪费那么多口水了。
你这么喜欢教别人做人，不知道有没有人好好教过你呢？说完，江宁儿眼底的笑意顿而一沉，握紧一把针，猛地朝叶氏肩膀一扎。于是他在叶氏身上扎了拔，拔了扎，疼得叶氏直喊救命。说刘婆婆在哪儿？你个孽女如此对我，你休想见到那个婆子！看来夫人是还不知道自己的形势了。那行，说罢，他便松开了叶氏，转而踱步到了江一雪的近旁。江宁儿，你要做什么？我不许你伤害医学！我警告你，医学可是二皇子的心上人，你若敢动他一下，二皇子定不会放过你！照着江一雪的肚子就是一拳头，并趁着他张口叫唤时塞进去一颗药丸。你给医学吃的什么？也没什么，只是我在义庄这些年闲得无聊，研发出的尸毒丸罢了。这毒会让人身上皮肤一点点开始溃烂，最后就跟一具腐烂的尸体一样。不知道等你的医学烂得跟尸体一般恶心时，他的二皇子还会不会要他呢？你这个孽女，你怎会如此歹毒，丧尽天良！我这可都是跟你们学的。江一雪设计给我下媚药，我自然要有样学样，拿我精心研制的毒药来回报他。畜生，你居然对你的母亲和姐姐下这种毒手，你不是人！少在那跟我攀亲戚，你们两个垃圾也配？从你们母女合谋陷害我师身的那一天起，你们就已经不配让我认你们了。你可以不告诉我刘婆婆在哪，那你就等着亲眼看你花容月貌的女儿变成一具活尸吧。娘，你快告诉他，快告诉他呀！我说，他在花园梧桐树下的地牢里。得到了答案，他便没兴趣再跟这对母女纠缠，冷哼了一声，抬腿就走。解药，江宁儿，你快把医学的解药交出来！放心，我读书不精，这药效慢得很，一时半刻你的医学还成不了活尸。我只要确定了刘婆婆无事，自然会给她解药。但若刘婆婆有半分损伤，你的宝贝医学就等着给她陪葬。刘婆婆，宁儿。江宁儿听到这声呼唤，疯了一样跑了过去。刘婆婆周身遍布着无数的鞭痕，不知已经受了多少酷刑。宁儿，你快跑，千万别让你娘发现你，不要管我，跑得越远越好。不，我带你一起走。我不中用了，带着我会拖累你的，我不想连累你。婆婆你放心，有我在，我绝不会让你有事。她抱着刘婆婆出了地牢，来了院中，四面八方的剑弩顷刻间朝着她迎面而来。江宁儿本是抱着刘婆婆灵活闪躲，突然一个旋身后，眼前开始发黑，身子也无力了起来。她晃了晃脑袋，大叹不妙，双月诀才丢几天，居然这么快身体就开始出问题了。数箭齐发之下，她无可避免的后背中了一箭。江宁儿，把解药交出来！江宁儿虽中箭倒在地上，可双手仍旧紧紧抱住刘婆婆。老贱人，你做梦！好得很，继续射箭，给我杀了他！我看谁敢！这一声怒吼震得在场所有人都浑身一抖。紧接着就看到秦君夜带着晋王府的人马蜂拥而至，参见晋王殿下。但秦君夜并不理会他们，直朝江宁儿快步走去。江宁儿，你好大的胆子！你到底有没有把本王放在眼里？不是交代着让你等我回来的吗？谁许你一个人来的？王爷，求你救婆婆！你怎么？秦君夜这时才看出他脸色有些不对劲儿。江宁儿，这才发现他背后中了箭。谁干的？晋王爷，你是不知道此女做了什么恶毒之事，她对母不恭，对姐不敬，还对亲姐姐下毒。王爷啊，我可怜的医雪现在可是……秦君夜便直接一脚将他踹到了几米开外。你以为你和江一雪是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本王的王妃对你们恭敬？敢对本王的女人动手，你是长了几个胆子？叶氏闻言，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他，似乎不敢相信晋王居然真的会护着江宁儿。来人，伤本王王妃者，全部就地诛杀！几乎是顷刻间，所有弓箭手就全部被晋王府的侍卫一刀解决在了原地。叶氏终是遭不住刺激，在一声尖叫声中晕倒了过去。秦君夜没有在沛国公府多做停留，
甚至没有看叶氏一眼，让下属马上安排刘婆婆治伤，自己则直接将江宁儿打横抱了起来，大步离开。回到王府，秦君夜抱着江宁儿回到贵心小院，并下令把温毅叫来。温少爷昨夜就跑青楼喝花酒去了，至今还没回呢。黄雀话还没说完，就看到秦君夜那双几乎要冒出火来的眼睛。属下这就去把温少爷绑回来。屋中的暖炉已经烧到最旺，可江宁儿丝毫不见回暖的迹象，意识迷糊地抱起了他的腰，往他怀里钻了钻。这时候黄雀已经将温毅带了回来。秦君夜，你搞什？话还未说完，就看到床上的这一幕，惊得像见了鬼一样，叫了一声：我天哪，有母的呀！你是没见过女人吗？温毅此时心中有许多话想问，但是迫于秦君夜那个要杀人的眼神，他决定为了自己的小命先救人再说。他上前2步，简单的判断了一下伤势，还好箭头无毒，但你赶紧拔掉。说完就开始上手要解江宁儿的腰带。你干什么？我还能看什么呀？不脱衣服我就看不清，看不清我怎么拔剑？万一手歪了伤到了胫骨怎么办？你府里又没一个丫鬟啊，难不成你来脱呀？我来脱，你出去。你来？你确定啊？替女人脱衣服，秦君夜其实从来未有过，因为上一次在破庙里他都是用撕的。他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女人的衣服居然有这么多层，这么麻烦。女人真麻烦。可手上却也不敢有大动作了。最后没办法，他还是直接将她的衣服给撕了。等温毅进来时，就看到秦君夜还是将她拢住，只将她背后伤口的那一小块皮肤裸露出来，让温毅看。你把她抱紧啊，拔剑的时候会很疼，别让她挣扎，否则乱动伤到了骨头，那可就糟了。秦君夜脸上露出一丝局促。此时江宁儿身上只剩一件肚兜，所以他虽然看似搂着她，实则都是虚空搂着。拔剑的过程还算顺利，温毅顺利拔剑后检查了一下伤口，外伤还好，此女体质本就很弱，又伤到了气血，所以才会晕倒的。伤口虽然不深，可位置靠近骨头，也不要磕着碰着。我会给她开副方子，今日她须得要好好静养才行了。这个红色月牙，我怎么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一样？眼睛不想要了，本王可以替你挖出来。果然成亲的人了就是不一样。怎么样，要不要我再给他配一副备孕的汤剂，给他调理调理，祝你早日添个崽啊？我记得你那儿还有一瓶玉痕膏，可以伤不留痕。金君，你不会是来真的吧？拿出来。我的玉痕膏可是江离亲制的，我搜罗了整个凌空大陆，也才得了这么一瓶，我都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配方呢。你是我兄弟，你要自己用的话，我还能勉强分你一点。可这女人是谁啊？她跟我非亲非故的，连正脸我都没有瞧过一眼，我干嘛给她？要我动手？温毅下意识就开始护胸口，连连后退。你别过来啊！你再过来我就要喊了啊！我的。他话还未说完，就见秦君夜来到他边上，又在他没反应过来之前再次回到了床榻上，就好像只是一阵风一样。可他的玉痕膏就这么没了。秦君夜，你欺负人！你那么多次危在旦夕，是谁救的你？是我！你怎么有了媳妇就忘了兄弟？我再也不要理你了！秦君夜这时抬头看了他一眼，你现在把玉痕膏还给我，我们友谊的小船还能不翻？否则我就跟你绝交！黄雀一直就在门外守着，即刻就进来。太吵，把他拖出去。说完就打开了玉痕膏的盒子，直接开挖。秦君夜，不是那样用的，用不着那么多。你个混蛋，你好歹给我留点啊！拖出房门的瘟疫整个人又气又恼，叫唤着要收拾东西回一宗，再也不来晋王府了。你跟你主子都是一路货色，我说要走都不拦我一下的。温公子，你一年最起码要跟王爷说绝交10次，回一宗10次，不理他10次，我都听出老茧来了，更别说是王爷了。而且你是为了逃避婚约才不肯回一宗的，又不是王爷不让你回。你都多大的人了，别老是生气，就跟小孩子脾性一样。玉痕膏王爷早就重金让人去寻了，定会赔你的。再说了，就你那一小瓶还不够王妃用的呢。瘟疫还是有一些羞耻心的，瘪了瘪嘴，便不再造作了。秦君夜要娶的本来是沛国公府的嫡长女，结果被人塞了一个替嫁的乡下女。以他的脾气，不把这个替嫁王妃砍了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怎么还这样护着呀？你家王爷是吃错药了，还是被那个妖女下蛊了？温公子，你说谁是妖女呢？我们家王妃可是痛宗2皇子，敢直面叫嚣皇后的铁胆侠女。而且江云雪有什么好的？那个女人就会装可怜，人品低劣，手段还恶毒，长得还没我们王妃头发丝好看，却到处声称自己什么京城第一美女。要我说，是我们家王妃这些年低调，不与她争锋，否则她江一雪算个球。
我看这个女人啊，是给你们都灌了迷魂汤了。会打架算什么优点啊？那不是更加说明此女粗俗不堪吗？你就是因为不会打架，所以王爷抢你东西，你连还手都不会，所以会打架怎么不算优点？哎，你温逸气的腮帮子一鼓一鼓的，正要回怼，就看到黄雀摩拳擦掌的看着他，一脸你再说王妃坏话我就揍你的表情，立马做出了文人不与武夫争辩的决定，哼哼两声表示着自己的不满，长袖一甩，然后撒丫子跑了。想起江一雪，他便想起今早清玄那边报来的消息，15那夜已经可以100%确定，绝不可能是江一雪了，因为他那夜在二皇子府上一夜未归。金君夜经此意识到，其实江宁儿与他有几分相像的，他被用来验证一个虚无缥缈的谏言，赐婚让他娶妻，他则是被母姐利用，让他来杯冲喜不成则要陪葬的罪，两个都是被自己家族抛弃和不重视的人，却刚好凑到了一起。之后秦君夜还顺势给他换上干净衣服，一番折腾下来，天色已经不早了。见江宁儿呼吸平顺，再无大碍，秦君夜准备抽身离开，江宁儿昏沉中竟双臂一环，把他抱得更紧了，不让他走。秦君夜身子僵了一下，狐疑的低头看向他，怀疑他醒了，只是纯纯的在折腾自己。丑女。等了一会儿，见江宁儿纹丝不动，他才意识到他是真的没醒来。跟他如此亲密的接触了一天下来，他竟都完全没有生出将他直接推开的心思。秦君夜本来就想着等他松手些，自己再慢慢抽身，结果今日他也是累极了，被他抱着躺了一会儿，不自觉便也进入了梦乡。清晨，江宁儿终于醒了过来，趴了一夜的她此时只觉得后腰十分难受，下意识就想撑着身子起来，于是她双手向下一用力，摸够了吗？我靠！下意识就将人踹下了床。秦君夜，你是不是人？我都伤成这样了，你居然还趁人之危！到底是谁趁人之危？明明是你昨夜抱着我不让我走的。我才没有！你别乱讲，上次也明明就是你偷亲我，还非说是我偷亲你。秦君夜，你好歹是个王爷，怎么能这么不要脸？想起昨天自己照顾他照顾得那么辛苦，他很快又觉得气得不行，站起来后大步朝床上走去。喂，你不至于说不过我要动手吧？自己看你做的好事。看什么？就看到秦君夜将衣领向下用力一扯，见他精壮的胸膛上赫然印着牙印儿。王爷胸肌练得不错，都快比我的还大了。是吗？本王还没见识过爱妃的，不如我们比比。王爷这个玩笑开得真好，本王可没有在跟你开玩笑。说着一把揽过他的后腰，将他朝自己怀里一带。爱妃昨夜的表现真是让本王印象深刻，不若现在继续。继什么续啊？王爷人家还小，听不懂呢。不懂没关系，本王不介意亲自教教你，什么才叫男人真正的不要脸。王爷，我早上没刷牙，我口臭。秦君夜本就没想过要把他如何，就是故意吓唬他的。你怎会有手工纱？王爷怎么了？我为什么会没有手工纱呢？可你那夜明明……莫非一切都是他想错了，认错人了？王爷，我以为我们两个之间就算没有感情，也该有个最基础的信任。名节对女子而言是最珍重的东西，绝对不许他人污蔑。15那夜我人就在义庄，哪也没去。你若是这么不相信我，大可以让人去查。本王不是这个意思。那王爷不是这个意思，为何会这样问？我们昨夜虽睡一起，但未有真正的行过房，你不至于是单纯到相信男女躺着睡一觉就能怀猴子这种骗小孩的鬼话吧？罢了，我知你冰清玉洁，此事不用在意。看到秦君夜的反应，江宁儿也不禁眉头微皱。这时屋外黄雀来报说是沛国公府来了人要见他，他们居然还有脸来。王爷，来的不是叶夫人，而是国公江老爷。秦君夜闻言看向江宁儿，毕竟是他的家事，见不见得由他定夺。江宁儿其实还从未见过自己这个爹，他思忖了一下，便让黄雀把国公也请了进来。等到江映初进屋时，夫妻二人都是已经穿戴整齐的。秦君夜正坐在床边，江宁儿斜倚在床上。宁儿啊，我的宁儿啊，你伤得怎么样啊？严不严重？
快让为父瞧瞧。江宁儿万万没想到，这个从未见过的老爹是这个路数，一时被他热情的有些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往秦君夜身后躲。秦君夜察觉到他的不适，坐在床边狠瞪了江映初一眼：“你就是我爹？”“宁儿，我是你爹呀！”“国公爷，我跟你不熟，竟然也是第一次见，你没必要喊我喊得那么情真意切，这太假了。”“为父知道这些年没去看你，你心中对我有怨念，这10几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啊。”“国公爷，你看你一下子就说漏了吧？你又不是断手断脚，我又不是远在千里之外，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你去见我一面？而且你要真是这么心疼我，当年我还不过是个襁褓中的婴儿，为何就能忍心把我丢至义庄那种地方？”“这件事儿能不能我们父女2个单独聊聊啊？”“不能，有什么当着王爷的面讲，王爷是我的夫君，我跟他是一体的，我能听的他也能听。”说完，他还生怕秦君夜离开，在他耳边小声了一句：“王爷，你可千万不能走。”秦君夜知道他是想拿自己当挡箭牌，但不知怎么的，听到这声夫君，他心里还是无端生出一丝舒畅。本王不走。江映初将2人的亲密看在眼里，不知怎么的，脸上闪过一丝怪异，而这一闪而过的神色，正好被回过头来的秦君夜看见。国公爷要是不说的话，我也没什么别的好跟你聊了，你请回吧。既然你想知道，为父就告诉你，当年叶氏怀你时怀得十分辛苦，大有不保之象，而我遍寻名医都不见效果，去寻了钦天监的赵国师为腹中胎儿祈福，希望无论如何都要把你跟你弟弟保住。弟弟？此事你还不知道吧？当年其实你是一对龙凤双胎呀。那后来呢？后来赵国师算说叶氏这一胎有异象，若双子平安落地，则是天降麒麟子的祥瑞之象，但若只有一子活下的那个便是天降邪星，克母族亲疏，克人克己，若不把活下的那个送去义庄那种邪性重的地方，那么剩下的那个孩子也无法活着长大了。叶氏不喜欢，正是因为他自那次生产后元气大伤，再也无法生育。国公爷编故事的能力还真是不错，我差一点就要信了呢。我说的都是真的呀。真，不妨实话告诉国公爷，我让你进来并不是要跟你叙旧，而是为了看你的长相，光看到你这双眼睛，我便可以断定叶氏绝不是我娘。你不能因为他对你不好就不认他吧？国公爷，我虽在义庄长大，但也绝非是你们以为的那种无知村妇。叶氏虽乍一看与我有几分相似，但她跟江一雪都是一双丹凤眼，而我则是完全不同的杏园眼。若你也是杏眼，那还合理，但你却明显不是。子女的样貌都是从父母身上遗传的，不可能凭空拥有父母都没有的东西。我看你还算是情真意切的份上，姑且算你是我亲爹。那么结果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娘不是叶氏，而是一个跟叶氏有几分相像，却跟我一样生了一双杏眼的人。江映初听到这话，眼神顿时闪过一丝慌乱。江宁儿精准捕捉到，然后心中一沉，看来他说对了。你会到王府来找我，想必已经知道叶氏伤我的事情。我念在事发时你人不在京中，此事我便不与你追究。但从这么些年你对自己女儿不管不顾这件事可以看出，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也不想认你。我累了，想休息了，你走吧。宁儿，但江宁儿直接侧身躺下，拒绝再跟他说话。王爷，臣还有话需跟王爷讲。既然爱妃要休息，我们出去说便是。二人走到院中，秦君夜停了下来。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王爷，老臣斗胆，希望王爷退了跟宁儿的婚事。你说什么？王爷，宁儿虽是我女儿，但她出身乡野，不学无术，配不上王爷这般的天纵之子。我刚看到宁儿的臂上手工纱还在，相信王爷与她还未圆房。臣希望王爷能够退婚，让宁儿回到沛国公府。秦君夜本就因为那个手工纱而气恼，江映初居然还想借此退婚，不可能。
是你们自己将江宁儿送嫁到的王府，现在一句退婚就想让本王把她送回去。你以为晋王府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王爷，下官不是这个意思。本来皇上旨意赐婚的便是我大女儿依雪，替婚一事，下官当真是丝毫不知啊。下官愿遵循圣上旨意，现在就让依雪嫁到王府里来。本王不管江宁儿是因为什么原因替嫁的，但她既然已经入府，便是我晋王府的人，与你沛国公府再无瓜葛。今后沛国公府不管是任何人敢再将任何的心思动到本王王妃的身上，本王便将你们满门挫骨扬灰，给我滚！江映初感受到了他身上强烈的威压和眼中的杀气，十分相信他说得出是真的做得到的。温逸走到秦君夜身边，望着江映初仓皇逃走的背影，你对你老丈人这么凶，就不怕你媳妇生气？他自己都说不想认这个爹，我又何必认这个老丈人？昨日他没杀叶氏，是因为想着江一雪曾对秦君行有赠药之恩，这份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且今日他也瞧出来了一些端倪。江映初虽表现亲昵，但他从男人的视角觉得江映初看江宁儿的目光并不只是父亲的关爱那么简单，竟然还有几分男人对于女人的渴求和希望占有的感觉。你来这里做什么？找我有事？那个重伤的刘婆婆我已经瞧过了，皮外伤都是小事儿，但坏就坏在她伤到了关节和筋骨。完全没办法了吗？如果真的完全没法子了，我也不用特意来找你。温逸拿出一张画像来啊，这是9节续骨草，正好可以对上刘婆婆的症，但是呢不好找，反正是以我的力量是绝对寻不到的。温逸本就是北门一宗的少宗主，寻药对他来说应该不算难事，但连他都说找不到的药材，其珍贵和稀有程度可以想见。行，我知道了。哎，你不准备跟你那个小王妃说一声？不必跟他讲，我会解决。沛国公府里，晋王走后，叶氏就因为受不了那个血腥刺激的画面而被吓得晕了过去。一醒便听闻老爷回府了，并正朝他房间急急而来。老爷，你可回来了！贱人，谁许你动用伏兵呢？老爷，是江宁儿嫉妒依雪美貌，给依雪下毒，妾身也是情急，才拿弓箭吓唬她的。吓唬？只是吓唬，会让宁儿中箭吗？会让她昏倒了1天1夜，直到今早才醒。你分明是想借此机会除掉她。你怎么知道她今早才醒？你居然去晋王府见那个丫头了？你离家许久，一回来竟然是先去晋王府看她。那个丫头不过就是个贱种，她凭什么？宁儿是我的女儿，我告诉你，我不仅去看她，我还跟晋王提议用医学把宁儿给换回来，可晋王根本就不要。老爷，你怎么能这样对依雪？晋王那般暴力的人，依雪要是去了晋王府，一辈子可就完了。她可是你亲生女儿呀！若她不是我亲生女儿，光是设计宁儿弃嫁晋王一事，我杀你们母女100次都不够。最好像你说的，能够让她成为太子妃，给沛国公光宗耀祖。则你别忘了，只要本国公换了你，国公府里能取代她嫡女位置的人多的是。叶氏看着他走远的背影，他比谁都清楚自己这个国公夫人的位置是怎么来的，并非是他出身高贵，而是因为江映初疯狂爱着的那个女人有着最为相似的容貌。他本以为那个女人死了那么多年，早就忘了那个女人，当年自己如何都比不上那个女人，自己的女儿居然在他心里也完全比不过那个女人的女儿。他恨江宁儿为什么没有死在3岁那一年。当年他明明在那儿亲手给江宁儿喂下了足以毁掉她全身经脉的毒药，又亲手将她丢下了山崖，他为什么还能活下来？为什么他和他那该死的娘亲长得如此相像？叶氏将一旁的花瓶砸到了地上，心中暗暗发誓，定要除掉江宁儿那个死丫头。江宁儿稍好些了，便第一时间去看了刘婆婆，亲自诊断之后得出的结果跟瘟疫一样，必须得找到9节续骨草才行。他知道这东西难寻，便偷摸给蓝眼少年那边发了信号，让人去找，同时也给布庄的杜姨捎去了消息，加派人手盯着沛国公府。秦君夜的生母玉嫔本是跟随太后在玉驼山礼佛，天启皇帝赐婚匆忙，他来不及赶回，便没能看到他们成
成亲。等赶回时，又正是江宁儿养伤的时候，于是江宁儿伤势一见好转，秦君业便带着她再次入宫觐见生母玉嫔。二人本是朝着玉嫔所在的芳华殿走去。晋王殿下，皇上喊您过去一趟。出什么事了？近日寒冬，多地界出现雪灾，皇上召集了诸多大臣和皇子一起商议对策。你先在御花园里等我，我去就来。他一走，江宁儿便一个人在御花园里闲逛起来。站住！你到底是谁家的？怎么会有资格在这里的？你都有资格来，我为何没有？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我可是于贵妃的亲侄女。我还以为你是皇后的侄女呢，区区贵妃的侄女，居然就敢在宫里跟我耀武扬威。皇后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老女人怎么跟我姨娘比？皇后很老吗？哼，皇后3个月都召不来皇上留宿1日，不像我姨娘几乎日日承宠。宫中皇上的恩典才是最要紧的，也就是我姨娘现在还不屑皇后这个位置，不然有她什么事？原来于贵妃这么厉害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哼，所以你是个什么身份？居然也配来跟我一起参加选妃？选妃？怎么，你不是来参加裕亲王选妃的？我不是来选妃的，我还有事，烦请林姑娘让开。二人此时就站在桥边，下面就是池塘。于是林月寻动了心思，他冲自己丫鬟使了一个眼神，林月寻2步上前，下去吧你！说着就将前面的人推进湖中，却不知为何，他明明伸手要推的是江宁儿的背，可最后却推到了自己丫鬟的身上，结果二人一起掉进了池塘中。快来人呀！有选秀的小姐掉水里了！江宁儿这一嗓子不仅招来了救人的人，也招来了其他进宫选秀正在四处闲逛的小姐们。御花园动静太大，终是把皇后招来了。到底是发生何事了？御花园中怎么会有人落水的？还请皇后娘娘给臣女做主。皇后娘娘，是此女推我下水的。林姑娘还真是忘恩负义呢，明明是你自己掉入水中后，我喊人来救你的，怎么成我推你了？皇后，就是这个姑娘推的我和我们小姐。我们家小姐本在看鱼，谁知这个姑娘过来寒暄了几句，得知我们家小姐是今日参与选妃的人选后，就发狠的推她。奴婢要阻拦，就被一起推了下去。皇后娘娘，臣女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女人，不知她为何要这样对我，还请皇后娘娘明鉴。江宁儿，林家主仆都说是你推的，你可有方法自证？人证我确实没有，但是别的证据我还真有，只是不知道方不方便拿出来。有证据你尽管拿出来。如今各位小姐都瞧着，本宫定不会偏颇任何人。有母后这句话，儿臣也就放心了。母后儿臣。林月寻这时才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自己明明没有开口，可自己的声音居然在远处响起。哼，皇后是什么东西啊？那个老女人怎么跟我姨娘比？皇后3个月都召不来皇上留宿1日，不像我姨娘几乎日日承宠。宫中皇上的恩典才是最要紧的，也就是我姨娘现在还不屑皇后这个位置，不然有她什么事？林月寻听到自己说的这些，吓得整个人顿时就瘫倒在了地上，声音一直放到林月寻恶狠狠的一句：下去吧你！一切的始末不用江宁儿多说一句，有耳朵的都听出来是个怎么回事。江宁儿才敲了敲手中的流音石，将它又收回了怀中。林月寻，你好大的胆子！你一个臣子之女，对待皇室宗亲不恭不敬也就算了，竟然还诬告晋王妃，你可知罪？晋王妃，皇后娘娘，臣女不知她是王妃，是臣女一时糊涂，还请皇后娘娘恕罪。此女冒犯晋王妃，去除选秀资格，杖责30，即刻赶出宫去。不要！我知道错了，皇后娘娘恕罪啊！看着林月寻被宫人狼狈拖走，江宁儿淡淡的扫了皇后一眼，感叹这皇后还是厉害的。母后，她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就看到几个小太监神色慌张的朝这边跑来。皇后娘娘不好了，裕亲王跑了！他怎么又跑了？不是叮嘱你们今日一定要看牢他吗？回娘娘，王爷说是要出宫，奴才们也不好跟着呀。可等了半天不见王爷出来，我们再一瞧就发现人没了。选妃之事
是，改日再议。便连忙带着宫人去寻玉亲王，而一众秀女们进宫，为的就是给玉亲王长眼的。如今人都不在了，他们也就没必要再在宫里逗留了。刚还热闹的御花园，顿时人就四散了。就在江宁儿以为又只剩自己一人时，她的身后响起一道稚嫩的男音：“我刚明明看到那个邻家姑娘要推的人是你，你是怎么突然变换了位置，出现在她身后的？”哦，你是七弟？谁是你弟弟？不许你这么喊我！你不是特意过来找我问好的吗？我为何不能换你弟弟？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谁说我是特意来找你的？这么大的御花园，你不去别处，偏往我这儿来找我说话，不是特意，难道还是不小心？你别打岔！你刚才是怎么办到的？刚才邻家主仆落水，其实就是你干的吧？七皇子，你眼花了吧？哼，你别想糊弄我！从一开始我就在远处凉亭看着，我明明看到林月寻都摸到你衣上料子了，怎么落水的人反而成了他们两个？你若不老实交代，我就将此事告诉皇后去。我当时转了2圈，顺势就把丫鬟拉到了我本来站的位置，所以林月寻推的人就变成了自己的丫鬟。只不过我走开时还绊了林月寻一脚，所以我就到了他的身后，而他没站稳，也跟着一起掉了下去。怎么样，这样说的够清楚了吧？此时，刚从殿中出来的秦君夜也听闻了御花园的事情，疾步而来，正好看到二人在说话。没吃亏吧？王爷，你看我像是会吃亏的人吗？哥，你要小心这个女人，她一个乡下女，居然会武功，这个女人很危险。你可知二皇子被打的事情？她虽对外说是生病，可我让人打听了，说是被打的，也不知道是哪个这么有本事，说是被打的，整个人都成了猪头，到现在都没好。知道是被谁打的吗？秦君行茫然摇头。他打的。什么？他？秦君行惊的一时有些说不出话来。这个女人怎么敢的？天哪，这么爽的事情，她都只敢在梦里梦一下。这个女人居然真敢动手啊！简直干得漂亮！哼，乡下女就是乡下女，居然如此粗野。二皇子再不济也是皇子，这个女人居然也敢打，我看她分明就是在给你惹事。像她这种爱慕虚荣、心机深重、水性杨花又粗俗不堪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哥，这种女人不能留，应该尽早休了她。秦君夜拧眉，刚想开口，结果江宁儿先了他一步，二话不说，照着秦君行脑袋上就是一记暴锤。这一下打得秦君夜也是十分愕然。这野丫头，你凭什么打我？废话，你当着我的面骂我，可不就是找打吗？我可是皇子。我知道呀，我不仅知道你是皇子，我还知道我是晋王妃，是你亲嫂子呢，长嫂如母，四舍五入我就是你半个妈。当妈的打自己的亲儿，天皇老子来了也不能说个不字。秦君夜无语，是这样算的吗？怎么听起来离谱，但又好像有点道理的样子。我怎么了？你给我道歉！你打我还要我道歉？凭什么？就凭我揍二皇子是为了你哥。你说我是给你哥惹事，那你可知那日二皇子在新婚夜当着你哥的面在新房床前意欲轻薄我，我要不揍他，难不成我还脱衣服迎接他呀？我确实因为揍他得罪了皇后，可我要是不动手被他成了，到时候传出去，你哥会被多少人戳脊梁骨？你想过没有？什么？秦君临他怎敢如此？我不知道，当日竟是这样的情景。不知道你就敢对我指手画脚、指点江山，未知全貌，不要随意评点，这个道理没听过？而且你我今日不过第一次见面，你怎么就能判断我是爱慕虚荣、心机深沉、水性杨花又粗俗不堪的人？可你贪慕王府荣华，打伤医学姐姐，处心积虑替嫁进王府，就是事实。医学姐姐？江宁儿一听这个称呼，就察觉到不对劲儿，难怪这个小皇子对他敌意这么大，感情是江一雪的小迷弟呀。江一雪是骗你的，替嫁一事本王早有查清，与他无关。相反，是江家母女设计胁迫他替嫁。江一雪上次那样与你讲，不过是为了避免本王追究他替嫁之责罢了。怎么会？医学姐姐她……行儿，还不快给你嫂嫂道歉！母妃，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你嫂嫂教训的一点也没错，你确实该打，快给你嫂嫂道歉。对不起。你就是宁儿吧？行儿这孩子是被我和他哥哥宠坏了，还望你不要介意。参见母妃，母妃言重了。好孩子，我本一回京便让叶儿带你进宫让我瞧瞧，可叶儿说你受伤了，我还担心了一阵。怎么样啊？现在身子可好些了？承蒙王爷照料，我已经大好了。好了便好，我在芳华宫等了半天，不见你们来，才来寻你们的。快随我去宫里坐坐吧，茶水糕点我都备好了。
人到齐了，开始备菜吧。许嬷嬷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我来帮忙吧。这种事怎能让王妃亲自动手？她要干就让她干呗，反正乡下出身，怕是粗活得心应手的很呢。结果小鬼头话还未说完，推着他就开始往外走。喂，你干什么？你也是要吃饭的人，不得出点力？你跟我一起去。我能干什么呀？你断的是腿又不是手，有什么不能干的？我杀鸭你拔毛，别光想吃饭不干活。自从3年前那场事故，醒儿再也站不起来后，他的性子便阴郁起来了，一点也不像13、14岁孩子的模样。母妃这3年可好？我很好，你不用担心。这3年来，你虽不能入宫来看我，但我也寻到了自保的法子。太后看中我经文抄得好，经常让我陪着她礼佛。有了太后这层照拂，宫里的新人又多，时间长了，皇后就顾不上我这边来了。怪儿子无能，没能力保护好母妃和军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这3年你受的委屈，吃的苦，比我们谁都多。相比你弟弟，母妃更心疼的其实是你。宫外的事情，母妃帮不了你。好在现在你也娶妻了，身边有个人能陪着你。我瞧着宁儿是个好姑娘，她的出身我有听闻，她也是个苦命的孩子，你可要对她好一点，别欺负人家。母妃放心，儿臣向来不会亏待府中之人。但只是不亏待可怎么行啊？她是你妻子，不是你府里的侍卫和兄弟。母妃虽知你是个面冷心热的人，但夫妻之间，特别是对待女孩子，还是要表现得热情主动一些才好。所以你们2人圆房了吗？听到这话，隔着面具，玉嫔都能看到他此时呷醋的神色。叶儿，当年皇上要给你配个通房丫头，你也不要。圆房这事，你该不是不会吧？母妃不必担心，儿臣是会的。那母妃可就等着抱孙子喽。今日是军行无礼，你教训他一下也是应该的，但他本心并不坏，你莫怪他。我只是意外，往日马车上，王爷都是安静的看书，从不与我多说话的。今日居然主动开口与我聊天，本王有这么冷漠吗？当然有，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起初刚接触王爷时，我觉得王爷简直冷若冰霜，又凶又霸道。可这段日子下来嘛，我意识到王爷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特别是今日入宫见过玉嫔娘娘后，又发现王爷其实是孝顺且爱护兄弟的人。一个对家人好的男人，通常都不会真的冷漠到哪里去。你今日不过是第1次见母妃和军行，如何就能看出我对他们好了？皇家人多思，像七皇子这般单纯好骗，随便几句话就被人当枪使的皇子可不多见，足以见得是王爷你保护的好。七皇子没怎么见过世间险恶才会如此。秦君夜闻言，眸光微敛，深深看了他一眼。我知王爷平日不方便进宫，但是我是女眷，我可以呀。日后我会多替你进宫看望玉嫔娘娘的。你当真愿意经常进宫替我陪陪母妃？当然。王爷在沛国公府救下我跟刘婆婆的事情，我心中一直记着。我这个人其实很简单，别人对我不好，我就对别人不好；但别人对我好，我也会对别人好。我虽与王爷认识时间不长，但这些日子王爷对我还是很不错的，所以你大可放心好了。我本就是你王妃，所以你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人，我定不会亏待他们的。不过江宁儿答应的这么快，当然不光是因为要回报秦君夜救她和刘婆婆的事情，这虽然是原因之一，可她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嫁给秦君夜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天楚皇室有她一直在找的那位可以替她重塑经脉的凤显丹，她很需要这个理由经常进出宫闱，才有办法打探到消息。而秦君夜还不知道他的这份想法，只觉听到这话，心头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说不上来是什么。就是听到他那句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时，突然觉得本是孤独一人在走的路，身旁似乎多了一个可以分担可以携手共进的人。算你个野丫头还有点良心。王爷，我们成亲这么久，我竟连你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我能不能瞧瞧？王爷，王爷！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晋王府服饰的侍卫骑着一匹马急急而来，打断了二人的举动。秦君夜闻声，推开车帘朝外望去，侍卫下马后来到他身边，冲他神秘的耳语了几句。秦君夜顿时神色恢复了往常的清冷严肃，向车夫吩咐：你先送王妃回府。王爷不跟我一起回吗？本王今夜应该都不会回。便骑上快马离开了。
殊不知，江宁儿看到他走远后，皎洁的眸子顿而一眯。他当然不会多问，甚至巴不得他不回府才好呢，否则他还要为今夜的行动多些忧虑了。江宁儿一早得到消息，今晚一宿阁将有一株9节续骨草进行拍卖，那个是将刘婆婆治好的关键药品，她可不会错过。看似她被车夫送了回去，可转了一圈，一道紫色的身影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趁夜溜出了王府。一宿阁每月只进行1次拍卖，但拍卖物品清单会提前流出，方便五湖四海的买家得知消息后赶来。今日怎么这么多人？老大，咱们的钱会不会带少了？要是不够买怎么办？今日我一个人进去就可以了，你留在外面守着。如果真的没有拍得，咱们就抢，反正续骨草我势在必得。说完，就接过了蓝颜少年手中的鬼脸面具戴上，跳下马车，朝着一宿阁走去。他一早就让蓝眼少年替他定了位置，下人便直接将他向天字1号房引。此画是大文豪邹庆老先生之作，据说他年轻时曾在山谷中遇难，被一女子所救，可他醒来时只瞧见女子背影，未见其真颜，此为邹老先生一生之憾。邹老先生仙逝前曾在梦中梦见此女，于是他便将梦中景象用画作记录了下来。成画的那一刻，也是老先生咽气的那一刻，故此为绝笔之作。相传老先生还在画中藏有一宝，说是获得此宝便可与自己的有缘人永不分离。但至于这宝到底是何物，就留给拍下此物的买家回去细细破解了。对江宁儿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于是只匆匆瞥了一眼，进入了他的天字1号房。这时外场的拍卖喊价已经开始了，起拍价是1万两、15000两、17000两、2万两。喊价声不断攀升，就在叫到3万两，大家觉得已经要超出此物价值，应该不会再有人往上喊时，5万两，5万两买一幅画，疯了吧？江宁儿听着，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他瞧了眼对面玄字1号房，透过窗纱可以看到其中坐着的是一个男子，想着估计是那种不懂却喜欢附庸风雅、装格调的那种人。人傻钱多。又等了几个拍品，终于到了他一直期待的9节续骨草。接下来是一株稀有的草药，名为9节续骨草。传闻此草药可令骨骼重生，哪怕是断手断脚的人也能迅速恢复如初。起拍价还是1万两。药草不像艺术品，需要的人才会买，所以江宁儿本是料想参与竞拍的人不会太多的，结果也确实只有一个2楼的地字2号房与他2个人一直叫价，一路从1万两叫到10万两，对方败下阵来，不予再跟。正当满心以为此物已经是他的，不会有人在跟时，刚才买画的玄字1号房又有了动静。20万两、25万两、30万两。一时间大家都在猜测叫价的2人到底是谁。35万两、35万两第一次，35万两第2次，35万两第……就在江宁儿和喊价的司仪都以为玄字1号房已经放弃时，玄字1号房里直接一张红牌从窗户里伸了出来。红牌一出，全场顿时沸腾了。按照一宿阁的规矩，红牌意味着直接给出封顶的价格100万两。江宁儿瞳孔猛地一缩，这玄字1号房的人不是傻子，而是疯子吧？此时的江宁儿也已经叫不出更高的价格了，但他并不服气，他噔的一声便丢出一枚黑色玄铁令牌，从房间射出，钉在了玄字房的窗子上。天哪，天字房的是鬼谷门的人。江宁儿一身妖异神秘的带着獠牙鬼面大步走了出去，看向对面的房间，不知阁下是哪路的兄弟，要跟我抢。可玄字房里的人却丝毫不让，也咻的一下射出一个令牌。江宁儿微微抬手，正好将其接住。何来抢一说，各凭本事罢了。说话间，天字1号房中的人也走了出来。只见此人一身白色长袍，戴着捂脸面具，几乎除了能够看出是个成年男性，看不出什么来路。但江宁儿瞧了眼刚才手中接到的令牌，眉心猛地一抖。他奶奶个凶的，居然是李雨楼！你就是李雨楼的楼主，那个传说中的六爷。
早有耳闻，鬼门谷的前任谷主紫山老鬼，不知为何突然退位给了一个神秘的后生，想必就是阁下了。李雨楼消息灵通，想必能找到的9节续骨草不会只有这一株，何必非要今日与我相争呢？不如六爷你让一步，鬼谷门和李雨楼也经此交个朋友。显然，白衣男人听到这个提议后是有些许动摇的。李雨楼若愿意相让，我鬼谷门可以。一宿阁里向来只看价高者得，公子不必与我相让。若有本事，大可以继续跟我加价，但不管你加多少，我都一定出得比你高。看来李雨楼对此物是势在必得了，我也不想跟李雨楼交恶。君子不夺人所好，草药又不是只有这一株，我不急，再去别处寻便是了。你拿吧。说完便直接从他身边掠过，走得干脆又利落。一宿阁在一个偏远山庄，若要回到京城，还要穿过一个山中密林。可进入密林后不久，李雨楼的车夫就发现不对劲儿。主子，出事了！不知怎的，这棵树我觉得我已经看到3回了，可是小的明明是按照来时的路走的，不会有错才对的。我们该不会遇到传说中的鬼打墙了吧？秦君夜看了看四周，也发现他们来时穿过密林只需要1炷香的时间，可现在似乎已经在这林子里转了半个时辰还没出去。糟了，是鬼谷门的迷踪阵，我们进了阵里了。秦君夜话音一落，紧接着就是一阵巨大的爆破和马匹惊鸣声。他腾身而起，虽未被伤到，可脚下的马车已经4分5裂，马匹和车夫也被震晕在了一旁。他眉心一蹙，即刻意识到是有人在他车底动了手脚。不愧是李雨楼的楼主，果然见多识广，居然一眼就瞧出是进入了迷踪阵。可是光知道可没用，识相的把9节续骨草交出来，否则解不了我的阵，你就休想走出这片林子。鬼谷门行事也不过如此，钱不够就用抢的。哼，不是你说各凭本事的吗？能抢到也是我的本事。鬼谷门果然卑鄙。哼，1千2卖我假消息，你们李雨楼又好得到哪去？胡说！江宁儿懒得与他废话，直接上手开抢。此时的他毫无保留地使出了全部的武力，但让他意外的是，李雨楼的楼主居然武功也会这么强。江宁儿发现了一个悲催的事情，他居然打不过，于是他当即决定乱他心神，与他缠斗。六爷功夫不错，不过不知为何不使出内力。对付你不需要。哼，好大的口气哟！这胸肌腹肌也不错，练得很好嘛。小屁股我也来摸摸。无耻！是啊，我就是卑鄙又无耻。怎么样，喜不喜欢？闭嘴！他心中一气，趁他乱神之际，他瞄准他怀中的锦盒直直而去，却不想秦君夜迅速反应了过来，没有叫他得手，反而侧身也朝他胸前袭来一掌。江宁儿的手从他腰间掠过，抓住一物。我的双月诀怎么会在你这儿？什么？你的？秦君夜听得这话，心中一紧，虽然连忙收了力道，一掌就按在了他胸上，直到他下意识抓了一下，才依稀觉得这个触感他好像是摸过的。你竟然是女！话还未说完，就被江宁儿一巴掌呼了上去。臭流氓！秦君夜因为太震惊而晚了些闪躲，被他将他的面具给打了下来。是你！等不及他们互相再确认，远处的剑弩便朝着江宁儿后背蜂拥而至。小心！秦君夜喝了一声，猛地一把将人拉进自己身旁，随后朝天虚空挥出一掌，用内力将数十支剑弩尽数震碎。江宁儿只觉得这招看着有些眼熟，但下一波剑阵已经来了，丝毫不给他思考的机会。他拉住秦君夜向后一转，跳！二人便顺着崖边朝下一跃，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二人双双掉进了崖底的温泉之中。江宁儿脸上的鬼脸面具在落水的那一下被水流冲击开，也露出了真实容貌。可秦君夜却因为刚才那一掌用了内力，导致毒发，眼前只能勉强看到一些模糊的人影，瞧不清他的脸，整个人也只能无力地趴在他的肩头。江宁儿意识到他是毒发了，连忙带着他游至岸边，正要给他解腰带、脱衣服、针灸时，手腕被他一把紧紧扼住。你害羞什么？那野泥哪里我没摸过？你是不是？你先别说话，凝神吐气，我先给你把毒压下来，有什么等一下再说。江宁儿如蜻蜓点水一般，在他周身几处迅速落下银针。没一会儿，秦君夜便觉胸腹中的疼痛开始散开，这个感觉果然跟上次在破庙里一模一样。等到秦君夜彻底能看清眼前景象，江宁儿早已将鬼脸面具戴上。秦君夜捂着胸口坐了起来。你到底是谁？江宁儿刚刚升起了火堆，回头看他，你不都知道了吗？还能是谁？鬼谷门掌门呗。我是想问你是不是？秦君夜刚想问，他
她是不是就是江宁儿，便瞧见眼前这个戴着鬼脸面具的紫衣女子撸起袖子，露出的手腕处是没有手工纱的。她脸色顿而一沉，眼底满是失望。是什么？我是想问你跟鬼医江离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可以压制我体内的毒？哼，鬼医算什么东西啊？世上能人千千万，又不是只有他一人懂毒，莫非全天下懂点毒术的都得跟他有瓜葛才行？这时，远处的草丛里发出了微微细响，打断了二人的聊天。有人来了，找你的还是找我的？我只有一个人，已经被你弄晕了。哼，那看来是刚才的那些家伙不怕死，又找来了。秦君夜艰难地起身，来到他身边，准备开始应战。你刚调理好，这会儿要移动，我刚才的治疗就都白费了。你边待着去，这里交给我。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武功只是一般，内力更是全无。交给你，怕是我们两个得死这儿。听到这话，面具之下的江宁儿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怎么，我有说错吗？你打得过我吗？我是打不过你，可你不也抓不到我吗？罢了，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他们人多，你根本不是对手。谁说我要动手了？那你是？江宁儿从怀里拿出一颗药丸来，示意给他看。鬼谷门杀人，可从来不是只有打架一种法子。说着，他就将药丸往一旁的温泉池中一丢。不一会儿，在温泉的蒸腾下，四周都开始弥漫着一种奇异的药香。紧接着，就看到朝他们冲来的杀手，通通淹没在了血雾之中。直到雾气渐渐消散，他才看清刚才的杀手已经成了层层交叠的尸体，就倒在了他们10来米远的地方。如何？现在还觉得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吗？不愧是鬼谷门的掌门，好本事。江宁儿听到这声赞许，得意地哼了一声，开始朝着那堆尸体走去。摸索了一阵后，他拿回遗物给他看。这个你认识吗？是黑羽营。黑羽营哪一路的？皇家二皇子秦军旗。秦军旗？怎么又是他个猪头？怎么，你与他有仇？江宁儿转身来到了火堆旁坐下，将手伸直烘烤着。有仇，但是他不知道我是鬼谷门的人，没可能为此来寻我。你呢？秦君夜也回身坐到了他身旁。同你一样有仇，但他也不知道我是李雨楼的人。那要这么说，他对我们下手不是为了寻仇，那是为什么？应该是刚才这些人就在一宿阁为了这个9节续骨草而来。他前阵子被人打得很惨，但不知为何找了许多大夫，可一点不见好，想来是急了，怕自己落下隐疾会影响他争夺太子之位，所以来找的此药。我没猜错的话，刚才与你叫价的弟子2号房就是他的人。说完，他特意看了眼一旁的人，见他纹丝不动。你居然没有追问？既然有仇，怎么一点不好奇是谁打的他？面具之下的江宁儿眼中闪过一丝狐疑，这男人的精明劲儿怎么跟那个人那么像？秦军旗人品稀烂，光是这小小的衙邸就已经有你和我2个想揍他的了，想来盼着揍他的定还有一箩筐的人，所以他被打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好奇怪的？秦君夜扯了扯嘴角，竟觉得这话十分的有道理。你看，加上这一次我救你2次了，你准备怎么报答我？不如把9节续骨草给我。上一次难道我没有救你？你这人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哦！上次一开始是我拿你解药没错，可是后来我解了，是谁压着我不停，要我再来一次的？我是被你的媚药给传染了，并非我本意。那这一次呢？这次算是我救的你吧？这一次更不能算数了，不是你将我困于阵中，黑羽营有机会攻击我，若不是替你挡箭，我也不会动用内力导致毒发。这一次的事情有一大半的责任都在你，真要算还是你欠我的。我买总行了吧？买？你有钱的话，刚才就不会在一宿阁里败下阵来了。我真的救人，急需9节续骨草，你能不能给我打个折？我买。打折？凭什么？凭我们关系不一般呀。我跟你有关系？当然有，我们可是睡过的关系啊，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们虽不是名义上的夫妻，可我们有夫妻之实，4舍5入，我都能算你半个老婆了。跟老婆卖便宜一点，没毛病吧？秦君夜很无语，这种鬼扯的算法，怎么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他刚刚有所动摇，脑海中就冒出了江宁儿当初半身是血，抱着刘婆婆求她相救时的画面。可不知为何，如今意识到他们是2个人后，他几乎不用怎么想，心中的天平仍然开始倾斜了起来。不
行，九节续骨草不能给你。江宁儿重重叹了一口气，腹诽这家伙还真是软硬不吃。既然如此，小心，秦军旗的人又来了。叫秦君夜不自觉地朝着他看的地方回头，可这一回头就被他点了穴。江宁儿将锦盒从他身上摸出，放进了自己怀中。反正以你们李雨楼的本事，再找一株也不是难事，而我实在很急。说着，他甚至将鬼子令牌丢给了他，当做信物。今日送鬼谷门欠你的，日后有事你拿着此物去鬼谷门，你提要求，只要鬼谷门能办到的，都定会相助。但至于我嘛，你就不用找了。就算你知道我是鬼谷门的掌门，日后你也没本事认得出我来。说着，转身就朝崖壁走去。你逃不掉的，这次我定能找得到你。那我拭目以待哦。说完，便腾身而起，又如鬼魅一般消失在了黑夜之中。他自知点穴对付李雨楼楼主这种绝世高手，禁锢不住他很久。他撒丫子逃了好远的路，直到跟蓝眼少年接上了头，才终于停下。老大得手了！江宁儿拿出锦盒，今日也是完美得分。他满心欢喜地将锦盒打开，怎么是空的？是不是掉路上了？不会，抢到后一路我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他细想着那个男人的一举一动，觉得他没有可能在他眼皮底下把九节续骨草拿出来呀。那家伙从一开始死护着不让我抢的，根本就是个空盒子。得出这个结论的江宁儿迅速掉头，再次朝着崖底而去。可等他再回去时，却发现哪里还有什么人，他奶奶的，居然又被李雨楼给耍了。这奸诈的小白脸！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秦君夜已经换上了一件干爽的衣服，坐在了一辆舒适的马车之中。真是没想到，那夜救王爷您的，居然是鬼谷门的掌门。确实，今日若不是秦军旗的追杀，本王怕是怎么也不会想到，鬼谷门的新掌门居然是个年轻女子。可王爷，她既然能够治愈您的病，咱们就这么放任她离开吗？鬼谷门的人神鬼莫测，今日让她走了，再找可就难了。不怕，本王早有准备。说着，秦君夜拿出了今日拍得的那个仙女梦游湖的画，画卷当时他带在了身上，跟他一同落了水。如今再一瞧，画中的仙女已经面目全非。5万两的画，竟就这么毁了，实在是可惜。这画回得很值，不可惜。值？秦君夜没有回答他的话，想起他消失前的话，若有所思道：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江宁儿被耍的整个人一肚子的怨气，等到他回王府时，已经是早晨了。他偷着翻墙进入贵心小院时，从墙沿上看到了秦君夜的马车居然回来了。昨夜应该没有来贵心小院找他吧？怀揣着有些忐忑的心情，江宁儿回到了自己的院中，瞧见没人来问，也没人来找，这才松了一口气。在屋子里脱下紫衣男装，换回女装后，便立马出了院子，朝着刘婆婆休养的地方而去。昨夜她没能把九节续骨草弄到手，若是不能赶紧想出别的法子来，刘婆婆的情况再拖下去，怕是连她这个鬼医都要束手无策了。刚进屋子，她就神色一亮，这个药的味道是……等等。他叫住了正要给刘婆婆上药的下人，一把将药碗拿了过来，再凑近一闻，没有错，正是九节续骨草的味道。这药怎么来的？是今早清玄大人拿来的草药，让我们赶紧研磨了，分早晚给婆婆用下。清玄？可既然是清玄送来的，背后势必就是秦君夜的意思。而看到下人将半截还未研磨完的九节续骨草拿给他看时，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不是昨夜？这不正是昨夜拍卖会上的那一株吗？这药王爷怎么弄来的？这个小的不知。不过江宁儿也确实想到，李雨楼确实也接寻物寻人的业务，于是以为昨夜李雨楼正是收了秦君夜所托，所以才去一宿阁与他争抢的。所以这么看来，真正出100万两的其实是秦君夜了。如今知晓他竟这么用心的救治刘婆婆，于是他即刻就去找了秦君夜，觉得怎么也要当面道谢。参见王妃。王爷呢？在里面吗？在是在，只不过王爷受伤了。受伤？他怎么会受伤的？他昨天晚上干嘛去了？这时屋子里的瘟疫听到动静，从里推门走了出来。他昨夜受的伤，我刚施针，现在才睡下。你是？我叫瘟疫，是秦君夜的主治大夫。
也是他的至交好友。姓温，莫非你是北门一宗的人？不错嘛，你这个乡下女人居然还知道北门一宗。江宁儿本是眉眼微拧了一下，可很快又释怀了。说来北门一宗的温老头还喊他一声师傅，所以温一说来还是他徒孙，想着是自己孙子，便没太计较。我能不能进去看看王爷？哎，他的房间是你能进的吗？江宁儿，你要搞清楚，他帮你替你救治了刘婆婆，不过就是因为你知道了她装婚的事情，他给你一点好处，是让你在外守口如瓶的。但你不要因此就觉得可以忘记自己在王府里的位置，你不过是个挂名的王妃，回你的贵心小院里待着，少给他惹事儿。江宁儿本下意识就想撸袖子教训教训这个孙子，可想了想，却发现自己居然没法反驳。不管我是不是挂名王妃，做人基本的礼貌我还是有的。他这么讲义气替我救刘婆婆，我自然不可能不讲道义出卖他，这点你们大可放心。我也只是来向他道谢，谢谢他救婆婆的。但既然这里不欢迎我，他行了，你们替我转达就是。说完就转身离开。江宁儿一走，黄雀倒是有些急了。温大夫，你乱讲什么呢？王爷什么时候这样说了？王爷明明这么费心费力帮王妃，怎么可能是为了给点好处什么的？连我都看得出来，王爷是很看重王妃的。你这样讲，王妃该多伤心啊！我就是说了，怎么了？你看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有一点不开心的样子吗？他看起来根本就没有感觉。而且你也说了，你都看得出来秦君夜的心思。那他要是因为我逼逼两句就信了，那就是他蠢。你主子这3年是如何忍辱负重的才走到今天的，你也清楚。他真要是这么蠢的女人，早点离开晋王府也好，免得待在这里拖秦君夜的后腿。黄雀听到这话，本是想揍瘟疫的拳头，想了想又放了下来。王妃才不蠢，她定不会相信你的鬼话。江宁儿从秦君夜的院子里出来，本是回贵心小院躺着，准备自己也睡一觉，但不知怎么的，向来好眠又忙了一宿的他，竟然怎么也睡不着了。自从听了瘟疫那些话以后，他就觉得胸里闷闷的，可又不知道这个感觉是怎么回事。他给自己把了许久的脉，没毛病啊，算算时间，应该是大姨妈快来了，经前综合症吧。可躺了会儿还是不舒服，他干脆又溜出了王府，决定出去透透气儿。城南上阳酒楼3楼雅间里，江宁儿一身淡蓝利落男装，坐在他对面的蓝眼少年则是难得卸下了易容，露出了深邃的眼窝。老大，谁惹你了？谁敢惹我？那既然没有人惹你，你怎么这么不高兴？不高兴？我哪有？你哪个眼睛看到我不高兴了？老大，这次我们又没有花钱，而且刘婆婆也得到了9节续骨草的治疗，咱们顶多就是多费了一点力，其实结果来看简直是再好不过了。而且你之前留在王府为的就是刘婆婆，还有凤血丹。可你看刘婆婆的事情可以说是已经彻底解决了，那现在只要查到你要的凤血丹到底是在天楚王室中的谁的手中，再想办法拿到就行了呀。到时候你就是天高黄花菜远，海阔任母鸭子游，你就可以离开王府恢复自由身了。到底还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呢？什么黄花菜，什么母鸭子，你有没有一点文化？那是天高皇帝远，海阔任鸟飞。哦，那我本来就不是中原人啊，中原这些咬文嚼字的东西我不是那么熟嘛。江宁儿被他这么一打岔，本烦乱的思绪还真是解开了一些。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欠人人情，可这次虽非我要求，但秦君夜到底花100万两为我寻来了9节续骨草，我被这100万两的人情债压得喘不过气。那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吧。那既然如此，你要这么介意的话，咱们想法子把人情给还了不就好了？怎么还？话本里不是都说男女之间有恩的话，女方只要以身相许就能还了吗？我都已经嫁他了，哪还有什么以身相许？那要不你再给他找一个？再找个？等他拿到凤血丹离开王府后，他还真是差一个新王妃呢。哦，对了，还有一事，这是杜姨交给我的，似乎是你让他那边查的沛国公府有动静了。哦。眼神飞快地将密函中的内容看完，很快他就唇角一勾，果然跟我猜想的差不多。江一雪中了我的尸毒后，第2天脸上就生出了毒疮，但今日他出府时，脸上和身上的尸毒痕迹已经消失殆尽了。他被治好了，老大你为什么还这么高兴啊？我只是说他的痕迹消失了，可谁说消失就是治好了？我堂堂诡异特制的毒药，若是这么容易就被人破解，我还混什么？老大你的意思是，就让他以为自己彻底好了
也行，毕竟我跟沛国公府的恩怨还长着呢。这么快就把他拍熄火的话，往后可就不好玩了。正如江宁儿所想的，江一雪身上的黑斑一消失，她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了二皇子府。连2个江湖人士都对付不了，我养你们有什么用？殿下，鬼谷门和李雨楼都不是泛泛之辈，此次我们实在是……殿下明鉴，哪里是对方厉害，根本就是江婷估算错误。说什么8万两一定可以拿下，奴才说的，他还威吓说要割掉奴才的舌头呢。江婷，当真如此？此事确是属下疏忽，实在是没想到李雨楼会愿意出100万两。什么？最终价居然高达了100万两！正在此时，下人来报，殿下，沛国公府的大小姐来了。她来做什么？让她走。但殿下，江大小姐不是一个人来的，她说是还带了什么鬼医，特来为殿下疗伤的。什么？她找到了鬼医降临？快把江大小姐跟鬼医请进来。秦军旗一瞧见江一雪刚才还怒发冲冠的模样，顿时变成了一副深情喜悦的样子。一雪，你怎么来了？快给江大小姐勘察呀！再让小厨房备些桃花酥过来。殿下一直不肯见一雪，一雪还以为殿下忘了一雪呢，没想到还记着一雪最喜欢吃桃花酥。你说什么胡话呢？我怎么可能忘了我的宝贝一雪呢？日日想你都来不及呢。二皇子，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何都不跟一雪讲？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伤你？此事不提也罢。不是说你还将鬼医给带来了吗？殿下这么久都没见我，不跟我多说几句话，就只惦记着鬼医我也是想早些好起来，才能更好的陪我的一雪啊。鬼医大人，请进吧。一个身被黑色斗篷笼罩的人一下下的走了进来。这真是鬼医？怎么想要老朽医治，还敢怀疑我？如此不治也罢了。老前辈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鬼医大人，二皇子他不是怀疑你，他只是第一次见您，有些紧张，您可千万别介意。而且您是答应过医雪，一定会给二皇子治疗的。二皇子可是医雪的心上人，他受伤，医雪也心疼，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呢。既然是江大小姐心上人，老夫这次便不与她计较。后生，你可记住了，老朽之所以医治你，都是看在江大小姐的面子上，可明白？记住了。医雪待我之情，我弟铭记于心。刚才若有得罪，还请老前辈见谅。鬼医大人，你快给二殿下看看吧，他都伤了好久了，为何还不见好？鬼医上下打量了秦军旗一眼，不是什么大事，小伤而已，把这个服下，7日1粒，等吃完了还有问题，可再来找我。说着就拿出一个药瓶交到了秦军旗的手中。你现在就可以服下一颗，不出半个时辰，你便可以行动自如。这样就看过了，只是肉眼看看，连把脉都不需要一下的。鬼医当真这样神奇？他知道江一雪一直盼着他娶她，不会做出害他的事情，于是咕噜一下便吞下一颗。神奇的是，果不其然，他全身的伤痛真的在半个时辰内全部消失了。哎呀，神，真是太神了！不愧是鬼医，真是太神了呀！太好了，二皇子，你好了，医雪就放心了。本皇子此次能好，真是多亏了医雪，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本皇子今生能得医雪，真是3生有幸啊！秦军旗把江一雪拥进怀中，在她唇上落下一吻。往日都是二皇子请我来，但这次是医雪自己不请自来，二皇子会不会觉得医雪今日举动太过轻浮了？我的府中谁人不知道我心悦于你？不知你日后注定会是进到我府里来的，谁人胆敢有此等言语？今后我这里你想来便来，不需要跟任何人打招呼。本皇子保证，绝不会有人敢说你一二。二殿下对我可真好。你是我心尖上的人，我不对你好，还能对谁好呢？江一雪轻笑了一声，二人又是一阵亲昵，直到又一个时辰过去了，江一雪才欣欣然从秦军旗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她刚穿过长廊，准备回沛国公府时，就看到江婷站在长廊的尽头，似是在等着她。我还想与兄长聊聊天，你就不必送了。等到下人颔首走远后，江一雪再回过头时，一雪妹妹真是好久不见了，妹妹还是这般国色倾城，难怪二皇子倾慕于你。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与你这个废物有什么好见的？江婷闻言，鹰般尖锐的眸
眸子微微一眯。江婷，你这眼神是什么意思？别人喊你一声江大公子，你不会还真把自己当成我哥哥了吧？你永远都别忘了，你不过是个丑陋的下人生出的庶子而已。依雪妹妹说的是，我怎会忘记是母亲给的机会，我才能读书认字呢？起初父亲让你入府是为了扶持二皇子的，可这么久了，你都干成了些什么？连二皇子被贼人打伤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往府里通报一声，叫我还以为是二皇子移情别恋了，到最后都还是得靠我来解决。解决？这正是我要问依雪妹妹的事情。你带的那个人真的是鬼医吗？鬼医还能有假的？当然有，鬼医名声在外，冒充他的人从来都不是少数。江婷，你什么意思？什么假鬼医？你觉得我会害二皇子吗？依雪妹妹一心想要嫁给二皇子，当然不会害他。我是怕依雪妹妹为了留住二皇子的心，弄来一个假鬼医。若是他一直不露馅也就罢了，可若一旦露馅的时候被二皇子发现的话，二妹妹害的可是我们整个沛国公府啊！不知二妹妹今日带人来给二皇子治病的事，是母亲的主意，还是父亲的意思，亦或者是你自作主张？江一雪脸色猛地一怔，我奉劝妹妹一句，这个鬼医还是想法子让他消失的好，切莫再将其带到二皇子府中来了。江一雪虽然不爽居然被这个庶子教做事，可心中也知他说的有理，朝他不悦的冷哼了一声后，便愤然转身离开。夜色初降，秦君夜休养了一日，才终于醒了过来。清玄抱着一个东西走了进来。王爷，这是您吩咐的东西，已经替您寻来了。刘婆婆那边如何了？药已经用上了，温公子说药来得很及时，想必要不了多久，刘婆婆就能下地了。那王妃呢？今早王妃去瞧过刘婆婆了，知道是王爷寻来了9节续骨草后，还特地来寻过王爷，说是要感谢，可见您在休息，便又回到了贵心小院里了。今日一天都没再见她出来过。白天守在门前的是黄雀，清玄也只是刚刚交接时简单问了问情况，并不知道温逸对江宁儿说过的话。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是。清玄一走，秦君夜便将他刚刚放下的那一物掀开，而其中关着的是一只蝴蝶，其中的蝴蝶偏偏飞了出来，但并未飞走，而是飞向了他挂在墙上的那幅仙女梦游湖的画上。作画时用的一种名为千里寻香的墨，若此墨留在人的身上，再用对此墨气味最敏感的寻香蝶，便可千里追香。昨夜他并非是害羞才拦着那个紫衣女子不让她脱自己衣服，而是为了将画里的千里香抹到她的手腕上。秦君夜正这样想着，本是安静的蝴蝶忽然偏偏飞了起来，直直的就朝窗外飞了出去。秦君夜见状神色一震，莫非那个紫衣女子此刻就在王府附近？来不及多想，他使着轻功紧随寻香蝶其后。本来他还以为他因为不受宠，府邸地处偏远，附近只有一个客栈，莫非那女人会是在那儿吗？可寻香蝶却丝毫没有要飞出王府的意思，最后朝着府里东边而去。金君夜一直专心跟着，全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到了贵心小院的地界。直到跟着寻香蝶进了屋子，见其稳稳地停在了衣柜的把手上，他才带着几分疑惑将柜门打开。但还等不及秦君夜仔细查看，江宁儿便回来了。他迅速跃上房梁，没叫他发现。秦君夜屏住呼吸，瞧着他的动静，看到他竟是一身男装，还带着丝酒气时，不悦的眉头一皱。清玄刚才不是说他一日都待在贵心小院里，没有出去过，这是没有出去过的样子吗？而江宁儿也发现自己的酒气有些明显，于是只在屋子里拿了套衣服，便又推门出去。一走，秦君夜才又去将那个柜门打开，这不是就是昨夜那个鬼谷门的掌门所穿的那件。一时之间，秦君夜整个人好乱。这时寻香蝶又扑闪着翅膀飞了出去，秦君夜虽不解，却还是跟了上去。最后跃到了一处屋顶上，谁知寻香蝶竟是跟着江宁儿将她带到了后院的浴池来了。此时江宁儿朝池中走去，看到这一幕，秦君夜呼吸猛地一滞，看到江宁儿的手工纱居然在遇到热水就渐渐消失后，秦君夜的眼神从起先的惊讶变得一片幽深，他似乎终于明白了些什么，唇角的笑意开始不断的放大。入迷到黄雀近了身儿也没有发觉，王爷你就被回过神的秦君夜一脚将他踹到了院子里。
紧接着，秦君夜也落回到院中。找我什么事？今日江大小姐带了一个黑衣人去了二皇子府。你刚看到了屋子里的什么？我还没瞧见就被王爷你踹下来了。屋子里有什么呀？秦君夜盯着黄雀看了好一会儿，看得黄雀觉得心里发麻，一下就忘了自己似乎还有事要跟他讲的。最后，秦君夜冷脸遣走了黄雀，并叮嘱他不许再进桂心小院后，才又跃上了房顶。但这时江宁儿已经不在鱼池中了，叫他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可想到寻了多时的人竟然一直就在身边，他眼底很快又出现了喜悦的皎洁之色。江宁儿回到房间时，整个人一愣。此时秦君夜已经重新戴上了面具，正一副很正经的模样，坐在他的床上看着书。王爷，你怎么会在这里？怎么，爱妃不欢迎本王？王爷看的什么书这么入神？看的爱妃房里的书，这书不错，哪儿来的？他惊呼了一声，连忙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去要抢，但秦君夜快他一步，将书举至头顶，叫他扑了个空。还给我！没想到爱妃爱看这些。江宁儿脸色一急，又想去抢，可被手长的秦君夜直接将书丢到了更远的地方，让他再次扑了空。书页在落地时翻开，正好展示出一副暧昧至极的姿势。巧的是，正与他们二人此时江宁儿齐坐压着他的姿势极像。秦君夜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开始觉得这个粗鲁的野丫头居然是诱人的。他虽之前也多次惊叹过她的美貌，可顶多只是觉得她长得好看罢了，并无多的想法。可如今知道她就是那夜的女子之后，他的感觉似乎开始发生变化了。二人的呼吸本都还是均匀平和的，可渐渐的，秦君夜的鼻息明显开始加重了。江宁儿则没有他那么多的心理活动，满脑子都只有自己看小画本被人公然抓包的尴尬，他根本没心思搭理他此时眼里的迷离。盯准他失神的这会儿，身形一闪，就将书抢了回来，然后连忙把书丢进了抽屉里锁了起来。王爷来找我是有事。爱妃是不是有事瞒着我？王爷的话我听不明白，你有话可以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对我有什么意见也可以直接提，我这人不喜欢猜来猜去，怕自己猜错了，所以你不用给我来虚以为疑这套。既然如此，爱妃说说看，昨夜你去哪儿了？昨夜？江宁儿杏眸一转，这家伙怎么会突然问昨天晚上的事情？莫非是被发现了？王爷这话问的奇怪，我昨夜不就在房里吗？你确定？当然确定。王爷，你不对劲，我昨夜明明就在桂心小院，你偏如此问我，你该不会是又想先发制人，掩饰自己的心虚吧？本王有什么可心虚的？倒是他明明就瞒了自己不少事情，还不承认。那王爷，你倒是说说看，你昨夜一夜没回，又是去哪儿了？你只是个闲散王爷，父皇不可能大夜里叫你做什么。那你一晚上都没回，不会是夜会别的家人去了吧？秦君夜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有将他就是昨夜男子的事情明说，因为他把江宁儿有些冷漠的态度解读为是对他的防备，觉得江宁儿现在看着还是不愿意向他表露他真实身份的状态。如果他是别的什么人也就罢了，但他偏偏是鬼谷门的人，鬼谷门向来都行踪莫测，就连他的李雨楼对这个门派的身影都少有查到，足以见其鬼祟。而身为掌门的他更是有着一流的逃跑术，这秦君夜已经亲身领略过2回了。他怕贸然惊了他，这丫头转头要是跑了，他还真是很难再将她找回来了。所以他决定暂时先不把事情说破，起码这样他还会好好待在晋王府里，安心的当他的晋王妃。看来是被我说中了，你自己夜里跟别的女人私会，反而来倒打我一耙。王爷，你不厚道。爱妃这是吃醋了？是啊，吃醋。秦君夜垂了垂眸，对他的那点心思其实都了然于心。既然他如此不愿意在自己面前表明身份，那他倒是不介意陪他演下去。是本王的疏忽，让爱妃心生介怀了。既然如此，那本王今后便都宿在桂心小院，这样你我就都可以知道对方夜里在哪儿了。不是我。将他整个人打横一把抱了起来，直接把人重新放到了床榻之上。王爷倒是不用这么客气，床留给你睡，我睡贵妃榻就好了。我贵妃榻呢？你屋子小，我先活动不开，叫人搬走了。你搬走了，我睡哪儿？不是有床吗？这么大的床，容下我们2人绰绰有余。秦君夜，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很清楚，我们睡在一起不合适。你以为本王在跟你开玩笑？难道不是吗？秦君夜看着他此时一脸不太聪明
的样子，决定也不再多废话了，直接上手就要将他腰带解开。秦君夜，你他妈做什么？要发情上妓馆去？妓馆的女人那要爱妃你好看，本王只是泄个火，何必舍近求远呢？秦君夜，你别太过分了。只要你一日还顶着本王王妃的名头，那给本王侍寝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怎么就过分了？秦君夜，我一直当你是君子，我不愿意。君子，本王从不屑当。江宁儿，你给我听着，从你进我晋王府的那一日起，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已经是我秦君夜名下之人。秦君夜，你，他的吻炙热无比，带着有些无法言明的情绪，铺天盖地地朝他而来。江宁儿越是挣扎，他便禁锢得越是牢固，就将他紧紧锁在怀中，以一种宣誓般的姿态占有着他的唇。他知道秦君夜的身材很好，虽说脸上有黑斑，但是戴着面具看不出来，起码能露出来的部分都是好看的。他其实并不讨厌秦君夜，真的要是跟他发生些什么，他也不算太亏。可要命的是，如果跟他发生关系，定会被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处子之身，到时候这秦老六还不挥刀砍了他呀？江宁儿没办法了，重重的咬了他一口。秦君夜吃痛的嘶了一声，终是抚着流血的嘴角离开了他的唇。秦君夜，我是打不赢你，但不代表我就会任你欺负。我虽不知道我今日到底哪里惹到你了，但我要明确告诉你，你今日要是真的睡了我，你救刘婆婆的恩情我就当是还了，那我们从此两不相欠，明日我就消失，绝不可能让你再找到。也对，你的一夜还不至于值100万两。江宁儿为了不露馅，故意一副震惊的语气。什么？救刘婆婆的9节续骨草居然要100万两？所以在还完100万两前，江宁儿，你休想离开晋王府。说完拢了拢衣袍，推门离开了桂心小院。秦君夜回到自己院中时，哪怕戴着面具，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他的心情已经坏到了极点。王爷，您今日不是宿在王妃那的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王妃没有留您？何止是没有留？王爷，你怎么还受伤了？王妃到底怎么拧了？秦君夜走进屋中后，一把摘下了面具，丢到了一旁。再在书桌前坐下时，满脸的挫败，简直溢于言表。王爷，您这是跟王妃吵架了吗？秦君夜叹了口气，他也不是很清楚，他还是第一次被一个人弄得自己如此失控，如此生气，也许算是吵架了吧。王爷，王妃与其他贵门女子不同，想要打动她，怕是得要多费些心思。你说这个女人在想什么？我完全不理解她那些想法哪儿来的。王爷，您这就问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我们府里有女人的，大概只有您和温少爷了。您不如问问她。可不能找温少爷，他巴不得王妃早点离开王府。今日对王妃说了好多过分的话呢，要是找他出主意，定都是些馊主意。什么意思？温逸今天见过他，他都跟他说什么了？等听完前因后果后，秦君夜气得一下站了起来。发生这种事为何不早告诉我？我刚才去找王爷，其实就想跟你说来着，但王爷你不是慌着把我赶走了吗？秦君夜指着黄雀，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觉得今天晚上真的快要被气死了，竟是有瘟疫这个搅屎棍子在中间搅和了一场。自己去领罚。说完便长腿一迈，又向桂心小院去了。玄哥，我今儿到底是哪里惹到王爷了？又是被他踹，又是被罚的。弟弟，长点心吧啊！今日呢就当买个教训，以后记得王妃任何的一举一动都要给王爷禀告，特别是王妃要是受到欺负了，更是要第一时间告诉王爷，绝不可怠慢。看着黄雀还是听得云里雾里的。没事啊，等你日后也娶媳妇了，也许就能够明白了的。乖，安心受罚吧啊！秦君夜刚走进桂心小院，就看到了屋子里的灯熄了。他见状眉心一蹙，怎么他刚跟他吵完架，这么快就能睡得着了？于是他脚步一转，准备离开。可刚走10米远，他又站定，犹豫着要不要把他从床上挖起来，先道歉，说不定哄好了，今夜还能一起睡。于是又折了回去。就这样在心中来回思虑了好多趟后，秦君夜最后还是决定算了，还是自己睡自己的去吧。江宁儿直到日上3竿才醒过来，终于有了精神，去思考昨天夜里秦君夜的反常到底是为什么。他一边想，一边在床上滚来滚去。突然屁股上什么东西隔着被子扎了他一下，居然是一根女人用的蝴蝶簪子。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他的床上呢？江宁儿想到昨夜他说秦君夜外面有人时，他都完全没否认，莫非真是秦君夜准备送给外面小情人的？渣男！
完。他突然冒出一股无名火来，就想把簪子直接折了丢出去。可刚要下手，又想起自己还欠着100万呢，万一到时候他找自己讨要，这欠的不是更多了？为了能够尽早的还清100万的人情债，早日离开晋王府，他决定还是把簪子亲自给他送回去。江宁儿当即换上衣服，直直朝着秦君夜的院子走去。还未进去，大老远他就瞧见了院子里的黄雀在那儿扎马步。你这是干嘛呢？我这是被王爷罚了。你犯什么事了？他为什么罚你？我也不知道。你说来我听听，我帮你分析分析。于是黄雀又把昨天晚上秦君夜回来后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你怎么不早说啊？那感情昨天晚上还真是他无理取闹冤枉他了，难怪他走的时候是那副表情。王妃，你们昨天是打架了吗？我打他，你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我打得过吗？那王爷怎么脸上还挂彩了？我咬的。咬？这是什么打架的新招数？哎，小屁孩别问那么多。王妃，56了，我可不是小屁孩。王爷人呢？宫里来了消息，说是赵王爷进宫商议雪灾一事，他一早带着清雪入宫了。又一雪灾？寻思那他就先回屋好了，等秦君夜回来再说。他人都还没出院子，便有下人急急来寻他。王妃，宫里来人了。宫里？王爷不是都走了吗？不是找王爷的，是找王妃你的。宫里这个时候找我做什么？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大宫女，说是奉旨来请王妃入宫学礼仪的。王爷此时才刚入殿，这雪灾每每一商量便是半日，皇后早不请晚不请，偏这个时候来请，分明是故意的。当然是故意的。那日在宫中说到皇后的，虽是林月寻，可公布于众打了皇后脸的是我。皇后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把于贵妃的人怎么样，所以就来找我麻烦了。既然如此，王妃你更不能去了，皇后定会动些手脚的。让我学礼仪，终究是皇上默许的。我眼下伤已经快好了，还能有什么借口不去？我若一再推脱，怕是皇后的麻烦就会借口找到王爷身上。那要不王妃你把我带上，我跟你一起进宫。你要是真出事，我没法跟王爷交代啊。我去的是后宫，你又不是太监，你就算去了，也只能在御花园里等着，有什么用呢？你呀，就老实在这院子里受你的罚吧，长长记性。说完，江宁儿便随着来通报的人走了。御书房里，一众朝臣皇子围聚一堂。秦君夜瞥见了殿外清玄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来回踱步，心觉不对，便找了个借口连忙出来。王爷，刚才黄雀递来消息，说您刚走了一炷香，王妃就被皇后召进宫里面了，说是要让她学礼仪。我怕皇后要对王妃动手，刚才特地让李雨楼安排在咸福宫的一个宫女去打听，结果宫女却说皇后偏殿今日确实有人说听到了惨叫，但现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人，也找不到王妃在哪儿。什么？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即刻就动身，疾步而去。哎，王爷你去哪儿？本王去找他。皇宫不知名的小路上，江宁儿跟在吴嬷嬷的身后。他把赵嬷嬷和崔嬷嬷整趴下后，吴嬷嬷便来说这处偏殿弄脏了，又寻了个别的地方教他礼仪。就是这儿了，晋王妃请。江宁儿推门的那一刻，吴嬷嬷站在他身后，脸上终于露出了得逞的坚定之相，而他还一副好奇的朝里张望着。直到屋中一阵白烟朝他袭来，他来不及闭气，便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吴嬷嬷上前拍了拍他的脸，要怪就怪你不知死活的得罪了皇后娘娘，我今日必叫你身败名裂。说完，吴嬷嬷便退身将房门锁上，扬长而去。确定屋外的脚步走远，江宁儿才眯了眯眼，慢慢坐了起来。堂堂皇后居然也用这种便宜迷烟，真是没劲。她站起身，低头拍了拍裙摆的灰，身后就有2只手朝着她的腰袭来。回身二话不说，直接一拳捶了过去。江宁儿一边甩了甩出拳的手腕，瞧着躺在地上已经晕过去的男人，看了半天，发现自己好像没见过这个人，并不知道这是谁。他探了探男人的脉，发现是被下了催情药的。与此同时，秦君夜找了过来。江宁儿专心用簪子撬着锁，啪嗒一声，江宁儿一推开门，便发现了门外有人，来不及看，一掌便直接劈了过去。秦君夜轻松一侧便躲了过去。王爷，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该在御书房的吗？黄雀进宫说你被皇后叫来学礼，结果你却不在皇后偏殿，我怕你出事，你怎么会被带到这里来？我也不知道，皇后身边的吴嬷嬷带我来的。我进了屋子，就把我跟个男人锁在一起了。男人？
江宁儿拉着他进了屋。皇后身边的几个嬷嬷都可坏了，先是想要我给他们跪着穿鞋，又想拿开水烫我，最后还把我跟一个中了催情药的男人关在一起，说要让我身败名裂。那你没事吧？王爷你放心好了，皇后手段是多，但架不住我见过的手段比她更多。几个嬷嬷一点没伤着我，这个男人也没能对我怎么样，一拳就被我打晕过去了。这人到底是谁？秦君夜看向地上躺着的人，眼底透着寒意。是老三于贵妃之子秦君临。原来皇后不光是要我身败名裂，同时也借此想毁了二皇子争夺储位的劲敌。她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吧！于贵妃和皇后这两个臭老娘们儿是把我江宁儿当面团是吧？觉得我这么好拿捏？他们不是觉得你好拿捏，而是想拿捏住我。江宁儿看了眼秦君夜表情，心中也明白，她是秦君夜的正妻，不管是哪个得手，固然都是江宁儿吃亏，可秦君夜也会因此在别人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等下殿会有人过来，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先离开。离开是要离开的，但是就这么走了，我怕会气得睡不着觉的。你想做什么？等一下皇后肯定会号召一大批人来捉奸，岂能让看客无戏可看？你的意思是？江宁儿料到吴嬷嬷定会前来查探一番，再让皇后把人引过来的，于是她跟秦君夜就在这儿等着。可让她惊喜的是，来的不光是吴嬷嬷，早上受了她气的赵嬷嬷和崔嬷嬷两个也迫不及待的要提前来瞧瞧她吃亏的样子。于是三个嬷嬷进了后宫后就被秦君夜轻松放倒，再被江宁儿摆成了三个嬷嬷被秦君临左拥右抱的形状。秦君夜望着地上的四个人，揉着额头摇了摇脑袋，他当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甚至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一会儿等皇后带人来时，场面一定非常好看。一回生二回熟，等下次王爷就不会不好意思了。秦君夜抬眸微微瞪了他一眼，他还想有下次，但见三皇子眼皮开始跳动，有了苏醒迹象后，秦君夜连忙把房门重新锁上，一把拉起江宁儿的手就往外跑。二人一直到了离那处偏殿足够远的地方才停了下来。王爷，我们走什么呀？好戏正要开始呢。好戏？那算哪门子好戏？你也不怕看了长针眼？三皇子一男大战三个嬷嬷，这么劲爆的好戏，长针眼也值得啦。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什么？那种事情有什么好看的？王爷还不去御书房吗？皇上瞧见你不在，到时候要找你的。店里人多，父皇顾不到我头上来，不然就不会连老三不见了都没发现了。那我们得去人多的地方好好晃晃，制造我们的不在场证明，否则到时候皇后定会使盆子往我们头上扣。没错，我们去御花园吧。好，皇后这边我们也走吧，好戏该开场了。一行队伍仪仗十分的浩大，皇帝和皇后走在最前头，一群大臣紧随其后。眼见着离关江宁儿的地方只有10米之遥，皇后眼底的笑意也越发浓烈了起来。一阵微风吹过，夹杂着一丝情欲特有的味道从那个宫殿里飘了出来。在场大多都是有家室的人，一闻到这个气息都心中了然。皇后，这是怎么回事？臣妾也不知，前边的宫殿荒废多时，理应不会有人才对。派人去看看，是哪对不知羞耻的狗男女，居然敢在宫中如此，朕定不轻饶。看到几个侍卫进了殿中，皇后低着头，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实则微垂的眸子里尽是心知肚明的喜色。父皇，这是发生何事了？听到秦君夜的声音，正要抬头说些什么时，就看到江宁儿居然是与秦君夜一同来的。晋王妃，你怎么会在这里？母后，这话是什么话？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听母后的意思，我应该是要在哪呀？怎么会这样啊？他怎么出来的？这时刚去探查的侍卫也回来禀报，回禀皇上，殿中确实有3人衣衫不整。3人？怎么会有3个人？江宁儿和秦君夜听到后也有些意外，怎么是3个？不应该是4个的吗？3人是谁？你可认识？是皇后宫中的3位嬷嬷。你胡说，这怎么可能？3位嬷嬷日日跟在皇后身边，臣不会看错的。事关中宫，天启帝便没有让朝臣跟着，只有皇室中的几人随着他进到殿里查探。他们一进屋就看到了屋中3个嬷嬷都歪七八扭的赤身躺倒在那儿。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皇后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她要陷害的2个人都不在不说，还成了她的3个心腹落得如此境地。她第一反应便是朝江宁儿看去。王爷，臣妾好害怕。有本王在，不怕。天启帝没有多留，
头，便大步又走出了殿外。皇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伺候你多年的老嬷嬷居然干出这种丑事，你是怎么管理后宫的？还请皇上恕罪，是臣妾管理不周，竟让外男进了后宫。外男？老三呢？回皇上，三皇子早前说要出宫，之后便没见着了。去找老三。徐孝全一退身，天启帝的目光便看向了一旁的秦君夜，叫你进宫议事，议到一半，你又去哪儿了？还请父皇恕罪。今日母后召我进宫学礼，中途休息时，我实在思君心切，便去御书房找王爷陪我逛御花园。可我一进御花园，就弄丢了一只镯子。王爷跟我一起找，结果没想到一下就找了1个时辰。你骗人！1个时辰前，你怎么可能在御花园？我当时叫了好几个工人帮我一起寻。母后要是不信，可以去问问御花园附近几个宫的人，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这时正好随行就有参与找镯子的宫女，便招了招手，让他站出来回话。我们确实一群人跟晋王还有王妃一起找了1个时辰，只是最后仍旧没有找到王妃掉的那个镯子。你说你找个镯子如此兴师动众，害得那么多人陪你受累。但那可是王爷送我的镯子，对我意义非凡，臣妾自然紧张的。我还不是怕王爷怪罪我吗？不过1个镯子罢了，掉了本王再送你1个便是了，怎会舍得怪你？哎呀，王爷讨厌，这么多人看着呢，人家都要害羞了。要演就演全套，爱妃演技不错，不会这么快就不行了吧？你们2个虽刚新婚，有些事情朕可以理解，但也给我克制一点，这里是皇宫，不是晋王府。这时去找三皇子的徐孝全回来了，回禀皇上，三皇子说昨日吃坏了东西，腹中不适难耐，上吐下泻的，此时正在贵妃娘娘宫中歇息着呢，也是1个时辰前就过去了。你瞧见他了？老奴亲眼瞧见了，三皇子脸色苍白，全身无力，还一直在呕吐，看着难受的紧呢。江宁儿闻言与秦君夜对视了一下，二人都有些了然于心。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你干的？3个嬷嬷本是在教你礼仪，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否则3个嬷嬷一直都是严谨之人，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来？明明是3个嬷嬷与男人在此私通，母后不去找犯事的男人，却来怪我，这是什么道理？这个房间有锁，很明显是有人故意将3个嬷嬷锁在屋中，不让他们出去的。若是私通，何须锁着他们？母后问我问谁去啊？毕竟3个嬷嬷这般年纪的人都能下得去手，谁知道那男人是个什么变态？说不定锁着是他们玩的什么情趣呢？而且他们3个没嘴巴吗？若真是不甘愿，为什么不叫？这宫殿虽偏僻，但也不是完全没人，真要叫会没人听到。定是你给他们下了什么药，才叫他们无法喊叫的。母后，这是什么话？你说我给他们下了药，你可有证据？我分明在进宫时就被你的人全部脱光检查了一遍，如果我真的带了什么药进宫，你的人怎么可能查不出来？如今竟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身上扣了。说完，他就趴到了秦君夜的肩头。母后，我的王妃又并非是狱中重犯，本王还真是不知道王妃进宫是需要脱光了检查的，这是宫中的新规矩，还是母后仅针对我晋王府的规矩？儿臣需要一个解释。江宁儿负责闹，秦君夜就负责闹大，二人的配合简直完美。朕也不知皇后何时定下的这个规矩。臣妾，父皇还恕儿臣斗胆，儿臣没本事，却想保全自己王妃的尊严。母后可以折辱我，折辱晋王府，却不能折辱我的妻子。若是学礼便必须如此，那儿臣宁愿她一辈子做个不知礼数的乡野村妇，大不了今后所有庆典，我们夫妇2人都闭门不出，定不会给皇室丢脸。什么闭门不出？瞧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就在这时，有侍卫来报，说是在西城门处找到了一个打扮成太监的外男，且外男声称与3个嬷嬷早就暗通款曲，相约于此欢好的。但这个外男被抓没多久就撞树上自尽了，更多的便没有问到了。管教不好自己的下人，竟还胡乱攀咬别人，我看皇后是忘了身为皇后该有的典仪之范了。是臣妾失职，还请皇上责罚。皇后今日老说身子不好，怕是也无暇顾及，才会出此丑事。你便将养着吧，朕会让于贵妃帮你打理后宫事宜。天启帝说的不冷不淡，看似是在给皇后找回面子。
子。可聪明的人一听便知道，这是直接褫夺了皇后的管理六宫之权。谢皇上体恤。罚完了皇后，天启帝的目光便落到了江宁儿的身上。这是他第2次见到自己这个新儿媳，但想起2次看到她，所有人都是一副鸡飞狗跳的局面，他便忍不住眉间一蹙，觉得有些不悦。父皇，够了，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学礼仪是不可荒废，但你既不喜皇后教，你便把人带回去自己教吧。但你要记住，下个月的庆典再不可出现殿前失仪的举动。父皇放心，儿媳定不会给皇室丢脸。一场花园宴席被这样一闹，天启帝便也没心思再吃，于是叫众人都散了。人都走了，天启帝才下令3个嬷嬷以秽乱宫闱的罪名判罚了杖毙。此时秦君夜已经带着江宁儿出了宫，真是便宜三皇子了，没被抓到现行不说，于贵妃还白得了一个协管6宫的权利，怎么就让她跑了呢？真可惜。王爷是不是早就猜到会是这个结果了？没猜中全部，但也大差不差。老三与老二很不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自不会那么容易就被你算计到。哦，怎么不同？老三和于贵妃一开始都是宫中很不起眼的皇子和后妃，但是这3年却足以与皇后和嫡出的2皇子平起平坐，你就可以想得到他的手段如何了。老二若是猛兽，老三便是毒蛇，他们都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日后能不与他们有接触是最好的。我也不想跟他们有接触呀，是他们2个非要找我麻烦，我能怎么办啊？说到底，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是被我牵连的。我不都没有吃亏吗？他们不惹我，我自然不会主动找麻烦，但他们若不知死活的非要送到我面前来，我也绝不手软。秦君夜知道他这话不假，鬼谷门的掌门也确实有这个本事。说话间，马车突然停了下来。王爷，有人把我们逼停了。三皇兄，怎么是你？不是说身体不适吗？我是如何身体不适的？还不是托了你王妃的福。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时我虽然不得动弹，却还是听到了一些。是你们把那3个老婆子给我关在一起的。我不明白三哥的意思，原来跟3个嬷嬷苟且的竟是三哥你吗？说完还打量了一下秦君临此时虚得不行的脸色。三哥品味独特，弟弟我望尘莫及，但喜欢老婆子也得有个度，否则小心精尽人亡。秦君夜你，他气皇后设计，但他更气江宁儿和秦君夜居然给他留3个老婆子。你们不承认没关系，本皇子也不可能承认今日做了什么，所以我并不是来威胁六弟的。那三哥来找我是做什么？我是来祝贺六弟的。六弟好福气，躺着居然就能白见如此机警的一个王妃，实在叫为兄羡慕呀。全京城的贵女，怕是都找不到第2个像弟妹如此漂亮聪慧的女子了。漂亮到老二在你大婚之意都想染指一二。秦君夜听到这话，刚还淡定的脸色猛地一沉。六弟，你可真是得管好你这个王妃了，毕竟你顶着一张不得见人的脸，却有个这么漂亮的媳妇。我跟二哥虽然都没能给你戴上绿帽子，但保不齐哪日你王妃这颗娇滴滴的红杏总是有要出墙的一日。秦君夜冷眸刚扫过去，还未说话，江宁儿便拿起手边的茶壶，直接朝着秦君临的脑门上砸了上去。你大胆！你这女人，这是大街上，你居然敢当街殴打皇子！大街上怎么了？世人都知我家王爷暴力残忍，而我呢，出身乡野，不学无术。我们夫妻2个这样子的人设，心情不好了，当街揍个把人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倒是一点不怕别人知道马车里是晋王和晋王妃，但三皇子你敢让街上人瞧瞧你现在的模样吗？秦君临当然不敢，他向来表面功夫做得好，绝不可能叫外人看见他如此丢脸的样子。还号称什么贤王呢？就你这种比你娘年纪都大的嬷嬷，一次能上3个的家伙，有什么资格被称贤字啊？秦君临万万没想到，他还在大街上嚷这个事情。江宁儿，你闭嘴！我凭什么闭嘴？瞧你那生意虚的样子，3个老婆子就把你整成这样，我看虚王才比较配你。敢说我们家王爷见不得人，也不先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我们家王爷身条板顺，哪怕是戴着面具，都比你露出整个脸好看，还敢说我红杏出墙？老娘先对你出几拳！秦君夜，本皇子定不会放过你们，你给我等着！说完就让自己的车夫赶紧掉头离开。谁料江宁儿便直接脱下自己一只鞋子扇到了秦君临的嘴上。有本事你再跟老子说一遍！秦君临怕是这辈子都从未遇到过这么虎的女人，连忙催促自己的车夫赶紧远离他们。下次看到姑奶奶我就绕道走，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一次。
笑什么？那个三皇子都欺负到你头上了，你还乐？我有个如此厉害的王妃，岂能不乐？那倒也是，我要是能娶了我自己，我也乐。你还真是一点都不谦虚，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谦虚是美德没错，但人贵有自知，有自知之明也是美德。人不能太完美，我不能什么都要。秦君夜轻笑了声，觉得他总有些鬼扯的奇怪观念。你真的都不生气吗？气，但也习惯了，而且老三说的也是事实。王爷，我漂亮我承认，但说我总红杏出墙，我可不认。你难道也觉得我像他说的那般水性杨花？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我的脸确实见不得人。王爷的脸真有这么丑吗？若是有呢？其实在他心里虽未见全貌，可也从未觉得他丑过。可是觉得嫌弃了。王爷都没嫌弃过我的粗鄙，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你啊？当真？王爷又不当小官，要脸好看有什么用？我一直没有问过王爷，其实3年前你应该很强对吧？什么意思？你既然面容也毁了，又3年未出现在朝堂，可一醒他们还老是这样针对你，足以见得他们其实都很怕你才对。就像大狗看到小狗，因为自信打得过，所以并不会随意吠叫，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但体型小的狗在大狗面前为了虚张声势就会疯狂乱吠，一如今日三皇子这般，他明明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却偏要拦车，就为了讽刺你几句，看起来是在耀武扬威，实则是他自己在害怕你的实力，心虚罢了。那你怕吗？今后像今天的事情怕是不会少。那王爷会像今日这般护着我吗？会，你只要不是把天捅破了，我应该都还有能力给你收拾残局。江宁儿晃了晃脑袋，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没事去捅天，不过不知为何，秦君夜这话听着叫他还挺舒服的，顿时觉得昨天夜里的那些不愉快好像都可以不再计较了。马车停在了王府门前，江宁儿刚站起来准备下车，金君夜也看到他已经冻得有些通红的脚丫，无奈地摇了摇头，直接将他抱下了车。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江宁儿不像昨夜那么惊慌失措了。本以为秦君夜是会把他送回贵心小院，可没想到秦君夜竟是抱着他进了自己的院子，直接将他放到了他的床上。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贵心小院太远，我嫌累。江宁儿现在严重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在变相的说他重啊。就在他还有些不满时，秦君夜居然从床底拿出一双女鞋来。他刚想问他房里怎么会有女人的鞋子时，秦君夜便托起他的一只脚掌，替他将鞋穿上。鞋子异常合脚，且还是新的。秦君夜，你话还未说完，温逸端着药剂走了进来。他怎么在你房里啊？她是王妃，王府哪里她不能去？江宁儿一愣，这才意识到秦君夜该不会是为了昨天温逸说他的那些话再跟他证明吧？哎，你们两个要眉目传情也等会儿。昨日温逸说你受伤了，怎么回事？他那天是……温逸刚想讲，就被秦君夜一记眼刀给打断了。既然如此，王爷你们慢聊，我先回贵心小院了。说完就离开了。走出了院子，江宁儿这才想起来自己好像没什么事儿做。哦，对了，那只蝴蝶簪子还没还他呢。他转身想回去，可低头看到脚上的鞋后又停了下来，陷入沉思。刚才他就想问了，他房里为什么会有一双崭新的女鞋？可现在看着手上的蝴蝶簪子，他觉得自己好像知道答案了。秦君夜果然还有别的女人，最后还是转身回自己的贵心小院去了。秦君夜透过窗户看着他明明回身却又走远的身影，疑惑地皱起了眉。嗨，你都不开口留，那人家当然就走喽。你闭嘴！我要是真闭嘴，你昨天能够一亲祥子呀？你还好意思讲？谁让你乱跟他说那些的？我怎么不好意思了？你还得谢谢我呢。你要是没我的话，激了他一下，我看他连咬都不稀罕咬你。哎，你说说，你平日里那么杀伐果断的一个人，怎么在女人的事情上面变得这么磨磨唧唧的？直接强硬一点啊！生米煮成熟饭的话，那人不就是你的啦？你这招对普通女子或许可行，但对江宁儿没用。你试过？秦君夜没有答应他这句话，因为他怎么没试过？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呗。女人嘛，都喜欢说话好听，还会送他们东西的男人。所以你送过他什么没？秦君夜想了想，他其实昨夜就想送他一只簪子的，可惜不见了。我给过他一个9转玲珑镯，那挺好的呀。他开心吗？不开心。为什么？样式不喜欢？不是，是因为镯子里我给他放了同心骨。你送东西就送啊，你干嘛还给他下蛊啊？那是刚成亲第2天，我还不信任他，所以我就……哎呀，
那你赶紧给人解了呀！你把他当做俘虏一样的用蛊控制着，人怎么可能会高兴啊？换你能开心？其实他想过给他解蛊的，可今日他全是靠着同心蛊才能找到他在哪儿。我不想解。算了，你没救，你还是自个慢慢琢磨吧啊！温逸走后，秦君夜还真是好好琢磨了一下，于是找了天中午，又把江宁儿叫到了他的房中来。王爷找我有事？是有事，但等一下再说，先吃饭。江宁儿瞧了一眼，案上已经布满了一桌子的菜，欣然地坐到了秦君夜的对面。不合胃口？今日肠胃不太舒服，所以吃不太下罢了。不舒服？让温逸给你看看。不是什么要紧的事，用不着看。王爷，你还是先跟我说事吧。你今日体贴的，我都有点害怕。江宁儿隐隐察觉到了秦君夜的不对劲儿。往日秦君夜多是一身深色的衣服，显得整个人威严而霸气，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但今日少见的穿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变成了一种翩翩公子的感觉。总觉得他这一身感觉怎么跟李雨楼的那个小白脸有点像啊。王爷喊我来，到底是有什么事啊？秦君夜看到他一脸警惕的样子，无奈地叹息了一声。他其实就是想跟他多待一下，但江宁儿却好像很不乐意的样子，于是他只能想了个理由。你带回府的那个刘婆婆快好了，之后你准备如何安置她？我准备让刘婆婆回老家养老。其实你可以把她留下来，你也缺个可以贴身伺候你的人。我待刘婆婆如自己亲奶奶，哪有让自己亲奶奶当下人的？我这个人也不习惯下人伺候，我已经有打算了。多谢王爷好心。你确定不要个人伺候你？不用。秦君夜似乎就等他这个答复，满意的唇角一勾，起身朝他走去。江宁儿还没有明白他要干什么，整个人就已经被打横抱了起来。秦君夜将他放置在了床上。既然不要下人伺候，那上药这种事就只有本王勉为其难亲自来了。现在才害羞，是不是有些晚了？你全身的衣服都给你换过，你以为你还有哪儿我没看过？你什么时候给我换过衣服了？那日我抱着你从沛国公府回来，你一身是血，如果我不给你换，你觉得晋王府里还有谁可以碰你？江宁儿之前也在疑惑这个问题，只是一直没有问出口。自己脱还是我给你脱？江宁儿知道上药这事儿今儿是逃不过去了，于是自己将衣服褪下大半，趴在了床上。秦君夜一看到他后背，眉头就不自觉的一紧，伤口裂开了不说，本是红肿的地方变得青紫，看着更为严重。之前他一直静养，昨日宫中的事情他也没什么大动作，不足以叫他伤口开裂，想来只有是那日二人抢续谷草时弄的。意识到竟是自己造成的，他便觉得有些心里难受。你的伤。江宁儿一直不肯让他上药，其实并非扭捏，而是纯粹怕他多问，他不好回答罢了。见他一开口，他就故意吃痛的叫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秦君夜以为是自己真的弄疼他了，手上的动作立即变得轻柔了起来，怕他还疼，甚至一边上药一边俯身给他吹着伤口。但看着他微微颤抖忍痛的样子，他耐不住心中的愧疚，上完药后心疼的吻上了他背上青紫的地方。秦君夜，老秦！温逸激动地喊着。秦君夜在他开门的瞬间，连忙拿过被子将身下的江宁儿盖住。滚！哎呀，我去！瞬间掉头就走。秦君夜再次转过头时，江宁儿果然已经逃走，不在他床上了。他一脸烦躁地揉了揉眉头，觉得温逸才是那个要被他下规矩，不许再进他院子里的人，而江宁儿躲在屏风后。幸好是温逸来了，想起刚才他压着他时身体的反应，忍不住轻瞪了外面那人一眼。这个色狼！直到他已经穿得差不多了，秦君夜才起身将门再次打开，把温逸叫了进来。不好意思打扰二位了，但真是有大事儿，否则我也不会这么急啊。你最好是真的有大事，否则……哎呀，是真有大事儿，鬼医来京城了，现在人就在京西的一处别院里面。鬼医？你确定？非常确定，现在那里已经围满了人，咱们找鬼医这么多年了，这是离他最近的一次，我们要不要也过去啊？江宁儿刚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就听到温逸这话。秦君夜找他多年，王爷带我一个吧，我也想去见见鬼医。见他不说话，江宁儿怕他不同意，还拽着他的衣角晃了晃。哎呀，你就带我一起嘛。行，走吧。便牵着他出发。温逸看着二人牵手走远的背影，是不是挺会来事儿？说完也赶紧小跑着跟了上去。
没想到六弟也会来求见鬼医啊！二皇兄好的还挺快，本王以为你还要再休养几个月才能出府呢。多亏了医雪前阵子替我请了鬼医给本皇子上门医治，服下鬼医的灵药后，我很快就好。既然已经好了，那二皇兄今日还来寻鬼医做什么？上次本皇子与鬼医相谈甚欢，今日听闻鬼医在京城里落了脚，故来请他去我府上喝酒叙旧，当我府中的座上宾客。少在那儿吹牛了，鬼医是什么人？还跟你上门医治？你在做梦呢吧？人是当朝二皇子，说不定真有这个本事呢。当年北疆皇帝都得3跪2叩的亲自上门求医，区区皇子算个球。周围议论声渐起，但秦军旗却并没有不高兴，认为是一群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刁民罢了。等下鬼医开门迎他时，看这群人怎么被打脸。鬼医定会见你的，对吧？鬼医大人日理万机，说不定已经把医学给忘了呢。瞧你说的，你可是鬼医大人的救命恩人，他忘了谁都不会忘记你的。本皇子竟不知鬼医原来从不上门给人医治，所以见得医学你的面子有多大呀！今日你可定要说服鬼医，做我门客，成为我的助力啊！医学明白。别院的大门竟真的开了，出来的不是鬼医，而是一个书童模样的下人。江宁儿一瞧见开门的人，眼眸顿时一亮，随后了然一笑。他说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公然冒充他鬼医的名头？原来是他。说了让你们不要在这里聚集，我家主子今日不看病，是为了等一个故人。一群人在别人家门口叽叽喳喳，真是吵死了，都回去。小兄弟，麻烦你跟鬼医大人通报一声，就说是沛国公府江家大小姐来求见。什么江家大小姐？你去跟鬼医通报即可，他老人家听到了定会来见的。那你等着，我先通报一下。鬼医不会真是为了见秦军旗吧？秦军业没有说话，但看到这一幕，心里也凉了半截。我说鬼医其实是为了见我，你们信不信？你不信，那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呀？行啊，赌什么？若这个鬼医等的人是我，一并给我磕3个响头，今后见了我都叫我一声姑奶奶。温逸眉间轻蹙，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跟自己打起这种赌来，但秦军业却心中了然，莫非他真的认识鬼医江离？行啊，别说是给你磕头喊你奶奶，鬼医要真等的是你，以后小恩我给你鞍前马后的听你差遣，你要我往东，我绝不往西。这可是你说的，一言为定。大门再次被打开，书童一开门就抱着一盆冷水，直接就往秦军旗身上泼了去。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跟我们鬼医攀关系呢？什么江家大小姐、江二小姐的，我们主子根本就没听过，哪儿凉快哪儿待去。你说什么？不认识？怎么可能不认识呢？前阵子鬼医大人还来过我二皇子府，亲自给我看诊的呀。你说鬼医上你二皇子府，你是梦没醒呢，还是喝大了？别说是亲自去你二皇子府了，就算你们北主皇帝来门前跪着求，我们鬼医大人也不见得稀罕见他一面呢。秦军旗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刚才的自信镇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刘弟，你也看到了，连父皇来了都不见，我看你呀也别做梦了。秦军业向来懒得搭理秦军旗，对他这话只是冷着脸不予回应。你是你，我们是我们，自己没本事别想拖我们下水。鬼医不屑见你，不代表不愿意见我呀。你这话的意思，难不成你想说你的面子比父皇都要大吗？江宁儿，你别太可笑。能有你装熟，结果被人否认，还泼一身洗脚水可笑。既然如此，那晋王妃不如也去叫门啊。本皇子倒是想见识一下，你有什么本事让鬼医见你？那二皇子可瞧好了。说完，江宁儿就一边挽着袖子，一边叉着腰上了台阶，照着正要关门回府的书童屁股上就是一脚。江宁儿！秦军业急唤了他一声，连忙朝他跑去，拦住了他。温逸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也连忙跑来。哎呀，你真是我姑奶奶啊！你怎么能够对诡异的人动手呢？哎呀，我的天哪！这位小兄弟，我王妃她……天哪，我的小祖宗，你可来了！书童连忙来到江宁儿面前，冲他恭敬地行了个礼。主子就说这个法子一定可以把姑娘你引来，果真把你盼来了。臭小子脾气见长呀，对寻医的人大呼小叫，还泼人洗脚水，你主子这样教你的？主子说诡异的名声要紧，说凶一点都没关系，但绝不能让人败坏了，特别是谨防那些想要胡乱攀关系的人，绝对要把这种人的脸狠狠地打，让他们不再敢如此。哎，你刚才不是说诡异不认识江家小姐的吗？书童并不知道他本名，只知道主子一直唤他江离，但也知道他身份不少，有别的名字也不奇怪。他懒得搭理秦军旗，只给了他一记大大的白眼儿。
外面天凉，快随我进去吧。主子早就准备好了姑娘你喜欢吃的东西，就等你来呢。江宁儿一走，你们两位是谁？在下北门一宗温逸。那这位呢？这位是他的夫君。夫君，我的小祖宗啊！你什么时候有夫君的？不行吗？说完也不管书童震惊的眼神，拉起秦君夜就大步往里走，温逸则紧随二人其后。秦君奇见状也想混进去，刚要抬脚就被书童一把推了出去。哐的一声，对着他将大门一关。别院不算大，而书童则是一直紧随他身旁，最后来到一个房门前。主子只见姑娘一人，二位可以去偏厅等着。王爷先等我会儿吧，我先跟他打个招呼。秦君奇因为不服气，竟然带着人马直接闯了进来。谁让你们进来的？你们也太放肆了！诡异大人相熟的明明就是江家大小姐，怎么可能是二小姐？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是你认错人。书童一脸茫然，他怎么可能认错姑娘呢？这秦君奇是被洗脚水灌进脑子了吧？诡异大人，您前几日还在我府中为我治伤呢，您不可能这么快就不记得，还请您老人家出来相认一下。秦君奇自信满满，一边朝里边喊，一边大步上前，想将要进门内的江宁儿拽出来，自己进去。秦君夜，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对我动手？你若敢碰他一下，本王就让你再躺2个月。你敢？二皇兄不信，大可以试试。秦君夜，你也太不要脸了，仗着江宁儿与医雪有几分相像，居然想让她冒领诡异的恩情。医雪才是沛国公府教出来的尊贵大小姐，这江宁儿不过就是个乡野的泥腿子，就她怎么可能跟诡异大人相熟？替嫁的就是替嫁，地上的山鸡怎么可能跟凤凰比？也就是你不挑，随便给你3个女人都视若珍宝，但你以为诡异大人也跟你一般这么没见识吗？秦君奇话音一落，屋内就有一把古扇盘旋而出，朝他脑袋而来。幸是秦君奇的侍卫反应敏捷，推得他身子倾斜了一下，古扇没能直接割了他的喉咙。秦君奇吓得一下腿软，跌到了地上。终于，一个黑衣斗篷笼罩的神秘男人缓步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怎么样，这家伙敢如此说你，咱们杀了好还是剐了好？你要是在这儿公然弄死一个皇子，我会很麻烦的。那怎么搞？放了他吧。算你运气好，我家小心肝说让我放了，那我就算了吧，给我滚，别让我再看到你。不对，你不是诡异，诡异分明是个驼背的老人，你是假的。驼背老，我看你见到的是他吧？诡异摇了摇手，几个下人就将一个麻袋丢到了院中，那麻袋一掀就露出一个尸体来。江一雪看清这人的长相，就忍不住惊叫了一声，因为这个人正是他找的那个假诡异。此人不过是给我看管药炉的一个奴隶罢了，趁着我今日不在宗门内，偷了我一些药品，出来冒充诡异兜售。他根本就不懂医术，连把脉都不会，他居然也能骗了你们，真不知道你们北楚皇室中的人脑子是怎么长的，智商怎么就这么低呢？本尊最烦搭理脑子有毛病的人了，赶紧给我滚！金君奇终于知道自己是被骗了，他瞪着江一雪，刚要骂，结果张口就是江一雪一脸茫然，刚要问他怎么了，这是诡异江离研制的鸡鸣犬吠散，中招的人说什么都会变成鸡鸣狗吠，这真的是诡异啊！狗男与鸡女最般配了，还不滚？是想尝尝我别的毒吗？秦君奇这才明白自己做了多大的错事，哪里还敢多待？本想说快撤，结果哇哇了2声，屁滚尿流的就逃走了。江一雪想喊他等等自己，结果也变成鸡打鸣的声音，一路咯咯咯的追着他跑了。秦君奇的人一走，刚才还一副正经威严的诡异把江宁儿一把抱了起来。怎么一阵子没见，感觉丫头你瘦了，是不是又挑食了？我都多大了，不行长抱了。不就才将16吗？能有多大？好哥哥，你怎么来了？自然是来找你啊，想哥没有？才不想。我才不信！来，哥给你又搜罗了好多好玩的物件，请我给你瞧瞧。说着就拉着他的手进了屋子。他叫他什么？好哥哥。他知道江家有个庶出的长子叫江婷，但显然诡异不可能是江婷。你真是我们家姑娘的夫君？你们家？是啊，江姑娘是我们家主子的师妹啊，你们不知道？师妹？原来你们不知道啊！书童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觉得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看来这个什么夫君跟小姐也不是很熟嘛。于是摆了摆手离开，不再搭理二人了。
怎么会这样？江宁儿是诡异的师妹，你知道这事吗？我也是今日才知道。既是鬼谷门的掌门，又是诡异的师妹，江宁儿的身份还真是叫他都十分意外呢。不过现在想来也有迹可循，我新婚那夜跟你说，有人拔出你的改脉术，那个人就是他。那你怎么不早说呀？不是你说不可能的吗？我也不知道诡异这般独来独往、性格古怪的人，居然还会有一个当成心肝宝贝的小师妹啊！秦君夜闻言脸色一沉，本来刚看到诡异如此袒护江宁儿，以为他是诡异小辈之类的，可现在知道居然只是师兄，他的心情就顿时不大一样了。是什么样的师兄会把师妹称作是自己的心肝宝贝儿，还那般亲昵呢？师兄，你怎么到北楚来了？自然是来寻你的，你向来神踪鬼影的，不用这个法子哪里引得出你来？一阵子不见，我师兄真是越来越帅了，再这样发展下去，他是被你迷死的人，要从城东排到城南了呢。少跟我灌迷魂汤，跟我老实交代，你个野丫头什么时候成亲的？这事说来话可就长了，师兄，我饿了。行，我这就让人给你做，等着吧。阿西，书童便赶紧跑到门前附耳倾听，叫小厨房开始准备做菜，记住所有菜都不要放姜，姑娘她最不喜欢姜味，甜品里切记不可放香芋，姑娘对香芋过敏，藕粉膏要撒些桂花糖，再暖一壶杏花粉酒来。秦君夜和温逸并没有去到偏厅，而是一直在院中等着，所以花竹枝对厨房的叮嘱秦君夜都听得一清二楚，难怪他与他吃饭时都不怎么动筷子。他念着他怕冷，叫厨房备的菜都是放了姜的，甜品恰巧也是应季的拔丝香芋。现在他才明白，原来他是不喜姜也不能吃芋头的。而江宁儿也不讲，还说是自己肠胃不舒服，鬼谷门掌门、诡异师妹这些他从不肯告知于他就罢了，为何连自己这点生活喜好都不肯与他说？而此时屋内的那个男人却似乎知道他的一切。你去哪儿？本王还有事，先回府了。你就不等着诡异等下出来求他医治吗？你没听到人家师兄师妹还要吃饭喝酒吗？喝了酒还如何下针看病？本王改日再来就是。不是，那你也不等江宁儿了？本王为什么要等他？他又不是没有脚，不知道自己回吗？哦，也是，诡异这么看重你媳妇儿，你走了，说不定他还会亲自把江宁儿送回去呢。嘿，那我就有机会跟诡异多待一会儿了。秦君夜忍不住暗暗斜了文艺一眼。那你有事就快些回去吧，我在这等着，说不定还能与诡异说上几句话呢。秦君夜最后回头看了眼那个紧闭的房门，没有多言，甩袖离开。炫完了满桌的饭菜后，江宁儿满足地靠在椅背上，舒服地叹了一口气来。刚才吃饭间，他已经简单地将替嫁的过程都跟师兄讲了一下。听到他只是为了寻凤血丹的权宜之计，他跟秦君夜根本没有圆房后，花竹枝才放下些心来。怎么回事？晋王府平日不给你吃饭吗？那倒不是，只是因为今天中午……江宁儿想起中午那餐饭，虽说秦君夜不如花竹枝这个自幼照顾自己的师兄了解他的口味，所以准备的都是他平日完全不吃的菜色。哎呀，没事儿，不提这个了。他与师兄许久未见，二人相谈甚欢，一下就忘记了时间。等他走出房门时，已经是月挂枝头了。回王府的马车上，温逸朝着江宁儿扑通跪了下来，真的冲他磕了3个响头。姑奶奶，你可得救救老钱啊！王爷怎么了？老钱说你不是看出我给他改脉了吗？改脉？他都忘了新婚夜他把出过秦君夜中毒一事了，难怪他们今日来寻诡医，原来是来求医的。你们怎么不早说？我们也不知道你居然就是诡异的师妹啊！江宁儿张了张嘴，终究还是没把他就是诡医本人的事情说出来。快跟我说说他的毒到底怎么回事？从温逸口述，江宁儿才知道，原来秦君夜3年前并非是坠马昏迷，而是在秋猎途中遭遇了毒害。他当时并不在现场，所以秋猎具体的事情经过也不太了解，只知道他从一宗赶到晋王府时，秦君夜已经是弥留之际了。我虽一直在老秦身边为他调理，但我能做到的也只是暂缓，效用甚微。而他近日2次为了你动用内力导致毒发，毒素已经开始扩散了。什么2次？那他第2次用内力是什么时候？就是给你找9节虚骨草的那夜呀。他的虚骨草不是找李雨楼弄来的吗？他为什么动了内力？具体细节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那日清玄把他送回来找我时说，他为了取虚骨草动了内力，毒发了。这些他居然都不知道。听到清玄来报2人回府时，秦君夜看着书，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就回了，这种小事也要来帮我。说完，他翻了一页手中的书，眉眼不抬。你们继续练你们的，不要分心。秦君夜下午回了府，便把府里所有的侍卫都召集在了一起，开始练兵。我回来喽！温少爷，怎么就你一个人？王妃呢？她自然是回贵星小院去了呀。但我们一直在这里，没见到王妃人呢。哦，她说是走这条路比较远，最近发现了一条府里的近路，所以抄近道回去了。秦君夜虽身形不动，可听到这话，他脸上的镇定终于开始裂开了。他怎么都不知道府里居然还有近路。见温逸要走，过来陪我下盘棋。哎，这么晚了还下什么棋啊？我明天再陪你啊，我要睡觉了。我叫你过来。见他难得这么渴求自己，温逸打了个哈欠，觉得那自己就陪陪他吧，挥了挥手，终于让练兵的人都散了。你笑什么？我笑老秦你栽了，你竟然真的对江宁儿动心了啊？谁说本王对他动心了？那如果没有动心，你告诉我，你现在是在这里做什么呀？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老说这里冬日落叶太多，路过会脏了你的衣摆，所以你少有来此路。怎么现在专门挑这个位置练兵啊？还是说选这里是因为这是从大门去贵星小院的必经之路，以为江宁儿一回来就能看到他？你少在那儿借题发挥，本王根本没提起过他。哼，我借题发挥。那好啊，那我再问你，你可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找鬼医整整3年，好不容易看到鬼医了，为何却突然走了呢？练兵会是比解毒更急的事情吗？啊！秦君夜紧抿着唇，答不上来。你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江宁儿与他师兄那般亲密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多么难受，如坐针毡，觉得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才走的？秦君夜有些吃惊地看了温逸一眼，然后迅速别开脸去。他很不想承认，温逸将他不愿意展露的思绪说得丝毫不差。是啊，往日一贯冷静自持的自己，竟也会有这么情绪化的时候。这样子的自己让他觉得很陌生，也很排斥。唉，我困了，你就自己慢慢想吧，我先睡了啊。与此同时的二皇子府里，你说什么？江宁儿在诡异府上待到了天黑才出来？是属下亲眼所见，不仅滞留到很晚，出来时还是诡异亲送，甚至还亲自将他扶上马车。这个江宁儿到底是诡异的什么人？竟然能有这么大的面子？殿下，我也不知道那个老头子竟然是假的诡异。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人已经死了，他自然不能承认是自己找人诓骗他的。医学也是被骗了，医学只是想让殿下快些好起来，这才听信了谗言，还请殿下恕罪。殿下息怒，若真是我家二妹与诡异交好的话，或许才是对殿下最有利的事情。对我有利？分明最有利的人是老六吧？殿下，先不说诡异性子古怪，虽看着与二妹亲和，但这并不代表他就会因二妹的关系而愿意被晋王所用。再者说，就算因为二妹的关系，晋王得到了诡异相助，晋王也不能如何。不能如何？你知道诡异是多少人都力争的对象吗？谁得了诡异，那就是如虎添翼。殿下说的没错，诡异确实是能力非凡，可殿下忽略了一件事，如虎添翼的前提是那个人得真的是虎才行啊。的意思是，殿下您应该心知肚明，晋王此次求见是真的为了求医解毒的，出发点就跟殿下您不同。晋王曾经或许是猛虎，可这终究都是曾经了。如今的晋王躺了3年，早就和各方势力断了联系，虽是醒了，可也完全无心朝事，时至今日都不愿意上朝，容貌丑陋，面带黑斑，皇上也不看重他们母子，储君之位他势必无望，就算求得诡医，也不过是多个大夫罢了。你这话确有几分道理，接着说下去。如今殿下最大的对手是同样应验了那句麒麟之子的三殿下，只要诡医不是被三殿下拉拢了去，就影响不到咱们。没错，诡医来京，老三居然没有动静。听说三皇子府派了下人去门前携了重金相候的，只是未能进入门内。好，倒不像是他的作风了，他不是最好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吗？他的性子该是亲自在门前跪个几天几夜，以表诚意，才能对得上他贤王的名声，怎么会只让下人去？这点属下也觉得不对劲，但听说是三皇子病了，下不来床，才不得已派别人去的。病了。他虽一直没有入宫，但皇后被于贵妃夺权这么大的事情，他自然是听到了。江宁儿不仅漂亮，
还聪明又机警呢。江一雪听到这话，一脸的不敢置信，只觉得二皇子是疯了吗？虽江婷的一番话劝得二皇子不再计较假诡异一事，可江一雪心中清楚，自己肯定是在二皇子心里减分了，这让他很是懊恼。于是，一走出二皇子府，他就迁怒于江婷。你今日为何要帮江宁儿和靖王说话？你难道不知道他们二人害得母亲至今都卧床不起吗？母亲真是白养你一场。一雪妹妹严重了，我不过一个小小的庶出子，哪里敢得罪你跟二妹妹两位尊贵的嫡出女呢？而且我也不存在帮谁一说，我帮的从来都只是沛国公府。你说江宁儿尊贵，你竟然将我跟那个野丫头放在一起比，我跟她能一样吗？她凭什么和我相提并论？也对，你们二人自是不同的，毕竟一个只能弄来假诡异，一个却是真诡异的掌上宝。啪的一声，江一雪一巴掌就甩到了江婷的脸上。你是什么东西？凭什么这么跟本小姐说话？一雪妹妹拿我出气可没用，如我所说，你还真该庆幸诡异认识的是二妹妹。我居然还要庆幸？若没有晋王夫妇中间插一刀，诡异今日大概率是被二皇子和三皇子其中之一请走。但就光妹妹整出一个假诡异的事情，想必诡异大人定不会选二皇子。若诡异大人今日是被三皇子的人请走了，一雪妹妹觉得二皇子见下会如何对你？江婷，你好大的胆子！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我的身份我自不会忘，我是怕一雪妹妹你忘了，这是二皇子府门前，不是在沛国公府里。妹妹多年营造的柔静形象，想要在这里毁于一旦吗？听到这话，江一雪才冷静了下来，便转身上了回府的马车。2日后的上午，晋府里有客来了。王爷，有一个自称是王妃师兄的男人过来。师兄？那不是鬼医来了？鬼医居然亲自到他王府里来了。他人呢？温少爷听说后，已经把人往贵心小院里带了。这会儿人应该已经在王妃院中了。秦君夜眉头紧蹙，这个瘟疫居然都不过问他一下，就这么把外男往他王妃院子里引。王爷，今日鬼医上门，您定要把握住机会啊！琢磨了2日，秦君夜已经坦然接受自己喜欢江宁儿这个事实了。本王明白，哪怕鬼医不愿为本王解毒，本王也会试一试。鬼医既然是王妃的师兄，那想必有王妃这层关系，鬼医定会愿意的。但愿如此吧。刚进贵心小院，秦君夜就看到江宁儿正和他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并肩走在一起，也朝院外走来。妖孽，这是秦君夜看到这个人的容貌时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词儿。江宁儿自那日回府后，就交代瘟疫把秦君夜3年所有的治疗记录拿给他看，所以这几天他连房门都没出过一下，一直在研究治疗方案。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明白了吗？放心好了，我都记下了，定不会坏你事的。那等一下你就……再抬头就看到秦君夜正一瞬不瞬地看着2人。江宁儿被秦君夜盯得一愣，心想他怎么了？谁惹他了？害怕秦君夜莫名其妙的怨念波及到他，只是冲他浅浅行了个礼，就赶紧逃到远处，只留下他们几个男人。你就是秦君夜？不知鬼医来本王府上是有何事？来，把手伸出来吧。是你王妃特让鬼医来府里给你看诊的。看诊？是啊，不是说中毒吗？到底解不解？不解我走了。哎，姐，当然解，当然解。花竹枝捻拢3指，开始为秦君夜号脉。没耗一会儿，他就皱起了眉来。他与江宁儿都是师出毒宗老祖，2人虽毒术相通，可江宁儿钻研的是医毒，他则钻研的是蛊毒。你虽看似是中毒，可实则毒素早就深入4肢百骸之中，不是普通吃个解药就能好的了，必须得是解毒加绝妙的医术，一起整个调理才有可能恢复。那鬼医前辈，您能解吗？我普天之下，除了他医毒双精的师妹江离，不可能有第2个人可以办到。可他现在正是在假扮他鬼医的身份。我是鬼医，自然能解。太好了，老秦，你有救了呀！秦君夜闻言，本冷峻的表情也终于缓和了一些。他寻了3年，终于可以解脱了。但我说能解，却没答应我要救我。救你，我可是有条件的。鬼医尽管提，不管是多少钱财，本王都定会双手奉上。我对你的钱没兴趣，我要的是你答应我3件事。3件事？鬼医尽管提，只要本王办得到，定都会答应你。放心，这3件事对晋王来说一定都办得到的。那鬼医请讲。第一，我虽给你解毒，但我只是看在我师妹的面子上才同意的，所以
以这并不代表诡异的立场，诡异与你终究是无关的。本王明白，本王也从未存过这个念头。很好，那我们来说第二件事。我知你跟我师妹是皇室赐婚，并非你们二人所愿，但你不可因此欺辱亏待她，你得照顾好她一切饮食起居，她想吃的想玩的，你都得提供到位。太惹祸容易招惹麻烦，但你要她安全，不能让她受一点欺负。这个你放心，她是我的王妃，就算诡异不说，本王也定会做到。所以第三件事是什么？第三件事嘛，最简单了，可以说你动动手指头就行了。我要你休了我师妹。而另一边，江宁儿在自己房中等着花竹枝来告诉她结果。秦君夜与她有恩，这些时日对她也不错。虽说她也不知道自己还会在晋王府待多久，可无论是出于她的好，还是她的恩，她都不会看着她受蛊毒的煎熬而坐视不管。可同时，她也知道诡医这个身份十分麻烦，若让她知道了自己将来寻得了凤血丹，再想离开，怕她会穷追不舍。反正师兄已经办了，就干脆办到底好了。这样日后他走了，秦君夜要寻也是追着他师兄去了，这样可以减少他将来脱身的麻烦。姑奶奶，不好了！怎么了？哎呀，你快跟我过去吧，老秦和诡异他们两个打起来了。什么？江宁儿想不明白，把个脉怎么会打起来了？他跟着瘟疫连忙一阵小跑，到时正好看到花竹枝在空中以一道抛物线般的姿势被甩出来几米开外。师兄连忙跑过去，冲还要动手的秦君夜急喝了一声住手，紧接着转头就朝花竹枝跑去。师兄你怎么样？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我的毒和蛊对他都没有用？他的毒中的太深，所以反而对其他毒都免疫，我的毒对他也没用。我靠，这家伙也太变态了吧，你怎么嫁个这种人？不是让你看诊吗？怎么还打起来了？你怎么他了？什么叫我怎么他了？你有没有眼睛？明明是他怎么我了好不好？江宁儿想了想，觉得不对。秦老六虽脾气不怎么好，但也不会胡乱动手。说你是不是做了我叮嘱你之外的事情了？果然，花竹枝心虚的表情一噎。你到底干什么了？我不过就是跟他谈给他治疗的条件，结果他突然就动起手来了。条件？我没让你提什么条件呀？你跟他说什么了？花竹枝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下。原来他给秦君夜提出的条件是要秦君夜先写下休书，好让江宁儿日后想走时就能顺利离开，甚至编造了一个故事，说他与江宁儿是一对，二人情根深重，还劝秦君夜君子不夺人所好，要有成人之心。花竹枝你蠢呀，你这不是相当于跟别人说你媳妇跟我有一腿，但你还要帮我养着，换你能忍？我又没有讨媳妇儿，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忍？我还不是怕他要是看上你，日后不让你走了怎么办？他看上我有什么用？他真想我留下来，也得我看上他才行啊，不然我真要想逃，他还拦得住我？秦君夜本是好不容易被瘟疫劝着过来跟诡异道个歉，可刚走近就听到江宁儿这话，他牙关紧了紧，然后拔腿而出。哎，老秦，你去哪儿？江宁儿闻声回头，才看到秦君夜负气离开的背影，他甩下花竹枝就朝秦君夜跑去。王爷！秦君夜本想离开这儿，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可听到他喊自己，他还是停下了脚步。王爷，我师兄是乱讲的，我跟我师兄什么都没有。见秦君夜还是不说话，我跟你发誓，他真的只是我师兄，不是我的什么情人。我3岁时就跟我师兄认识了，我们关系是好，但不是你想的那种。他自幼就像个老妈子一样照顾我，我可没有恋母情节。你想啊，如果我真跟他有什么，就凭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不早就跟他孩子都有好几个了，我还会嫁给你吗？江宁儿这话不好听，但却很有道理，叫秦君夜心里又气，可却也冷静下来一些。你别生气了。你3岁不是在义庄吗？怎么会跟他认识的？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你若有兴趣，等晚点我跟你讲。但现在你乖，我们先把毒给解了，好不好？瘟疫在一旁听着，觉得江宁儿简直是把秦君夜当成小孩在哄了。老秦最烦别人敷衍他了，别又发脾气了才好。正要开口，就看到江宁儿拉着秦君夜的手要回去，而秦君夜居然也不多问了，任他牵着。瘟疫在后面看着这画面，简直惊得下巴都要收不回去了。回到院子的时候，花竹枝一看到秦君夜就气得嚷嚷起来。他不同意我提出的条件，我是不会给他解毒的。你还想打架是吧？打呀，刚才是我没注意，再打一场，我绝对不会再被你打飞。够了，
给我坐下。听见没？我师妹叫你坐下。我是叫你坐下。小丽，我是不是你亲师兄？师兄，我什么时候给人看着像你这样不庄重的？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这才瘪了瘪嘴，老实的坐了回去。而秦君夜听到二人耳语的内容后，有些疑惑，皱起了眉。但碍于师妹的要求，他只能将提出的第3个条件作罢，换了个别的，要求秦君夜在治疗的这1年里不可以跟江宁儿行房。这是什么道理？能有什么道理啊？用意当然是防止这个丑王爷惦记他漂亮师妹呀。你的毒很特殊，若在解毒期间有行房的话，会影响效果，到时候别砸了我的招牌。不是都说晋王殿下向来不近女色的吗？怎么1年都不行？如若不行，我劝你还是别结了，躺平等死好了。江宁儿睨了花竹枝一眼，感叹这家伙又在乱讲话了。可这次他却没有开口纠正，想着反正是要走的，没有亲密接触，走的也更干脆。行，本王可以答应。一切条件谈妥，花竹枝将江宁儿提前告诉他的整个治疗方案都写了下来，然后交到了瘟疫的手中。解毒的方法我都写下来了，接下来就靠你了。诡异姐妹，你是要我来啊？你不是北门一宗的吗？所有的用药和穴位我都写得很清楚了，怎么看不懂？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诡异前辈，你不亲自给老秦解毒吗？我怕我出差错怎么办啊？我师妹在这呢，你有不懂的问她就是。我马上就要离开楚国了，我可没那个时间在你们这里待1年。秦君夜眼尾一挑，他要走了？这么快就要走？上次不是还说可以待一阵子的吗？师妹你来。说着，他把江宁儿单独拉着，二人走远了些。到底是什么事啊？我家老头子昨天夜里给我来信，说是有个什么西凉郡主跑我们那儿找我，非要嫁给我。我老子说是让我赶紧回去解决。江宁儿突然脸色一变，他差点都忘了这茬了。那个西凉郡主居然真的跑去找他了。秦君夜本是不想多看二人讲悄悄话的样子，可看到江宁儿骤变的表情，怕是出事，于是暗自运功，将听力放大了一些。那你是回去和亲？和亲？秦君夜只听到这个词儿就来了兴趣。我和个屁的亲呐！回去解释一下就好了。那个西凉郡主说什么我比武朝夕赢了他，还说我给他什么定情信物，真是可笑。小爷我都没有去过西凉，这个郡主指定这里有问题。那个说不定人家很漂亮呢，你也不愿意？怎么你见过？没有，我绝对没有见过。这样上赶着逼着别人娶她，这个郡主一定是个丑女没人要。然后听闻你师兄我的帅气，竟然想讹我。师兄，我要是闯祸了，你会怪我吗？你从小到大闯的祸还少，哪次不是我给你擦屁股？怎么突然说这个？江宁儿暗暗思忖，那这次就还是交给他去收尾吧。况且他这次应该也不算闯祸吧，毕竟那个西凉郡主可不是什么丑女，特别是跟花竹枝这张妖孽脸还挺配的。师妹，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没什么，你的事情听起来是挺棘手的，那你早些回去吧。你自己也小心，解决完了那个西凉郡主，我就再来找你。江宁儿只能乖巧点头，可心中却是想着，等他回去知道真相后，下次再见别是打他屁股就好。在府门前送走了花竹枝，秦君也来到了他身边。那个西凉郡主的婚约，该不会是你弄的吧？你居然偷听？本王耳力很好，用不着偷的，光明正大的就可以听到。你还没告诉我，你3岁不是在义庄吗？有些事，爱妃是不是该跟本王解释一下？我可以跟你讲，但是我站累了，先找地方坐着说吧。那去我书房。行。这还是江宁儿第一次来他的书房。怎么只有一把椅子啊？你不是说你累了吗？你坐。但这是你的书房，我怎么好意思让王爷你站着啊？那就一起。人在下一瞬就被秦君夜卷到了他的腿上。说吧，你到底是怎么成为诡异师妹的？我知道王爷查过我，所以你该知道，我刚出生不久就被叶氏给丢到了义庄。秦君夜点了点头，表示这点他是清楚的。其实我3岁那年出过一场事故，我曾坠过崖，是当时在外游历的师傅和师兄路过才救了我。坠崖？怎么会坠崖的？我也不知道，我坠崖以后3岁前的记忆通通都没有了。我只知道我醒来时已经被师傅救起，而他们是在天楚边境的一处山崖下发现我的，判断我的伤势就是坠崖所致。听到这儿，秦君夜面色凝重，他知道一个3岁的小孩不可能只身从天楚京城来到天楚边境的，显然是有人蓄意为之。是什么人居然对一个3岁的稚子下这种手？那年我师兄10岁，而我不过是个牙牙学语的稚子，我师傅呢是个5大3粗的大
男人，照顾不好我这么小的女孩子。那时我身上伤势又严重，可他每天不是把我这里磕了，就是把我那里碰了，我就哭吵得厉害。于是为了耳朵清净，他就让师兄照料我。时间长了，师兄就把照料我当成了他的习惯和责任。师父无子，收我为徒后，就把我和师兄当儿女教导，师兄也就把我当成亲妹妹一样看待。所以这些年，你果然不光是待在义庄而已。没错，基本一半时间在义庄，一半时间在外面野吧。至于野出了一些什么名堂，秦君夜也心知肚明了。总之，你记住，不管你师兄之前如何照顾的你，但你已经是本王的妻子，以后你都由本王来照顾。王爷，你该不会是吃我师兄的醋了吧？怎么可能？不可能吗？江宁儿本还有些期待的心又落了下来，可下一瞬，男人霸道的吻顷刻封上了她的唇。此时，江宁儿被他抱坐在腿上，想要推开根本就不可能。于是他稍微挣扎了一下无果，也就放弃了。良久，秦君夜才放开了他。你不管是闯祸还是惹事，都可以来跟本王讲。你师兄能给你兜底的，本王都可以；他不可以的，本王也可以。你可以什么？不如你也喊本王一声好哥哥，本王就告诉你，本王可以什么。王爷，我只是喊我师兄一声好哥哥，你就这样？那万一我还跟别的男人亲了、抱了、睡了，你会如何？你想死可以直说，不用这么麻烦。江宁儿的笑意顿时一凝，觉得他是真的说得出做得到的，于是才刚升起一点甜蜜，顿时变成了心慌。要不你就搬到本王这儿来，不用回贵。王爷，我还有事，先回贵心小院了。说完也不等他反应，他赶紧就转身离开了。一出房门，江宁儿以为他听不见了，自我催眠般的开始碎碎念：秦君夜是只猪，秦君夜是只猪，我不可能对一只猪动心思。念叨了数十遍之后，他开始觉得心里好过一些了，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而屋内的秦君夜听到后简直是大无语。先开始他以为江宁儿只是还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可过了几天，他开始发现不对劲儿了。他主动让人邀江宁儿一起用膳，都被他用吃过了、不饿、没胃口等理由拒绝。直到这天，宫里来了圣旨，二人为了接旨，终于才在正厅碰上了头。什么？父皇让我去皇家学院上学？是啊，皇上说晋王妃聪明机警，只可惜年幼江家未能好生照看你。若是好好读点书识点字，定会不凡。成亲的妇人还能入学院的，晋王妃您是头一个呢，这可是天大的恩赐。收好了圣旨，江宁儿便要走，可刚走出2步，又朝秦君夜折了回来。王爷，我有一事想请教。你说。王爷可知有什么法子可以与离雨楼的楼主见上一面的？你要见他？是我师兄要见他，不知王爷可有法子？秦君夜一眼就看出他是拿花竹枝当借口，既然他什么都瞒着他，那就公平一点。既然是鬼医要找他，那我等下就让清玄把联络他的密钥给你。那就多谢王爷了。说完，江宁儿准备离开，被秦君夜拉住了手臂。只是一句谢谢，没点别的表示。臣妾愚钝，王爷想要什么表示？本王是做错什么了吗？你为什么近日都躲着本王？王爷，这是什么话？您没有做错什么。你今日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气本王上次欺你的事情？是啊，王爷知道就好。为什么？我们是夫妻，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确实是夫妻，但王爷很清楚，我们只是被赐婚绑住的夫妻。成亲前，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彼此。我知道，男人可以靠着欲望行事，但女人不行，女人要的是感情。所以你是要说，你对本王没有感情？没错，我对王爷你没有感情，喜欢的人也不是你，与你亲近，我自然是难受的。那你喜欢的人是谁？王爷，你当我傻呀？告诉你了，我情郎还能活命。江宁儿，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我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在跟你成亲前，我就有喜欢的人了。虽说我已经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了，但不代表成亲后我就能彻底从心里放下他。只要我的心不在王爷这儿，我跟王爷亲近就是不舒服。江宁儿，你给我听好了，你最好记牢你现在的身份，你是晋王王妃。你可以心里没有本王，但本王不允许你心里有除了本王以外别的男人。说着，他俯身逼近他。你最好收起你的那些心思，若让本王知道你有跟别的男人做出什么损了本王脸面的事情，就休怪本王翻脸无情。王爷不觉得你这个要求太不公平了吗？你凭什么跟本王讲公平？是呀，王爷连公平都不许我讲，那你又凭什么要我心里只能有你？别以为本王真的舍不得对你动手。王爷当然不会舍不得，你是不能。你答应过我师兄，你若违信伤了我，你的毒就没人可以解。见秦君夜
整个人只是僵愣在那里，死死盯着他，却没有再动作。王爷应该知道我的性子，我不喜欢吃亏。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一物，也是有些脾气的，大力放到了一旁的桌子上。所以你说的让我心里不许有别人这事，等王爷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做到了，再来要求我好了。说完，恭敬地行了个礼，便提着裙角转身走出了正厅。秦君夜一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具被他丢到了一旁，本俊逸不凡的脸上满是阴沉的颓废之气。老千，你没事吧？本王是不是很不招人喜欢？怎么这么说？自幼父皇就不喜欢我，不管我多么努力，能力远胜其他皇子，他也依旧不喜欢我。后来10岁那年，我无故生出黑斑，所有人都对我弃如敝履之，对我避之不及，看到我就跟看到鬼一样。甚至因为我母妃被宫里人一直说是妖女，才会生下我这种丑陋的儿子。我以为我让自己变强变冷漠，就可以保护母妃和军行，却在3年前，连累的军行小年纪就被废了双腿，再也站不起来。或许我真的是生而不祥，像我这样的人不值得被人喜欢。所以是江宁儿不喜欢你？秦君夜心里一阵苦涩。哎呀，你们的澄清时间还短，他还不是那么了解你。我觉得你要是真想要他这个人的话，得给他一点时间。哎，这些日子呢，我也算是看出来一些，江宁儿这个人与普通的闺阁女子不同，不是一个王妃的名头就能将她框住的，也不是送些东西就能将她哄住的。你想要彻底留住这个人，非得拿到他的心才行。心？可我摸不透他的心。心是要用心去交换的，但你到现在就连真容都没有叫他瞧过，你也没把自己的真正一切交付给他，他自然也不会把心交给你啊。可如果实在不行，老钱你也别太难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咱们换个人喜欢就好了呀，你说是不是？秦君夜以为见不上，或许那份喜欢就会淡化，于是他也不再主动去寻他，想说就像瘟疫说的，干脆放弃好了。结果却发现越是见不上他就越烦，这份情绪不仅没有淡化，还越来越想他，根本就放不下。那日瘟疫跟他聊过以后，他觉得稍稍好过一些，这才起身看到江宁儿走前留在桌上的东西。一开始他不明白，他准备要送给他的簪子什么时候已经到他手上的。结合着他所说的话去想，他觉得江宁儿怕是有什么误会，他觉得就算是放弃，也得跟他把一切的一切，包括二人的那一夜都说清楚。于是他终究还是主动踏进了贵心小院去找他，结果下人却说他出门去给花竹枝送行，一早就出去了，他就又扎心了。哎呀，楼里来了信，说是有人要见六爷。是谁要见我？楼里的人说并未瞧见那人的面容，只是说留下了一个物件交给你，说是交给您，约您今日有时湖心画舫相见。这是他留给鬼谷门掌门的空盒，是江宁儿要约他。虽不知道他要寻六爷是做什么，但烦了好几日的人终于可以见到想见的人了。他到底该以哪个身份去见他呢？是刚被他直接表明过不喜欢的秦君夜，还是跟他有过一夜恩爱的六爷？秦君夜思忖了片刻，觉得如果是秦君夜的话，很可能二人又会发展成上次的样子，而六爷起码还能跟他好好说上话。他当即决定回房换了一身六爷气质的白衣。正当他迫不及待要出门赴约时，依雪见过晋王殿下。江大小姐不打鸣了？不打了，多谢晋王殿下关心。秦君夜懒得跟他解释什么。晋王殿下这是要出门吗？怎么不见二妹妹跟殿下一起？二妹妹也真是的，成亲前选择爷爷就罢了，如今都是人妻子了，也不知道多陪陪王爷。本王就是喜欢他也，许你智慧。二妹妹承蒙晋王殿下如此爱护，真是叫依雪羡慕。但终究妻子就是该尽到妻子的义务，王爷您说是不是？说着他朝秦君夜走近一步。王爷要是不嫌弃，不如依雪陪王爷。不，本王嫌弃。晋王殿下是不是对依雪有什么误会？你之前对依雪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二妹妹跟殿下您说过些什么？之前江大小姐莫要乱讲，本王之前跟你分明都没说过几次话。我知道二妹妹一贯不太喜欢我，但她也不能在殿下面前如此污蔑我呀。还是说殿下其实还是在起替嫁一事？秦君夜瞥了他一眼，不想理他。依雪明白，本是你我二人有婚约，却突然嫁过来的成了二妹妹，殿下心中定是有不满，都是二妹妹的错。其实依雪心里是愿意嫁给殿下的，如果不是二妹妹从中作梗，依雪现在就是你的妻子了。说完了？依雪说完了。既然说完了就滚开，你再挡在本王马车门前，耽误了本王
的要事，本王杀你全家。江一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靖王殿下，眼睁睁看着靖王的马车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了他眼前后，也上了自己的马车。快跟上去！六爷，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姑娘约我怎么会不来？路上有事耽搁了一些，让你久等了。画舫中央只有一张矮茶几，二人随意坐在茶几两旁。我还以为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姑娘你了。六爷不用担心见不到我，你上次摆我一道，本姑娘说什么都会找你还回来的。如此甚好，今后姑娘想找我，随时都可以。江宁儿拿出一袋金子，放置在了二人中间的茶几上。姑娘这是何意？这是定金，我有一个业务，不知道李雨楼接不接？业务？说说看。我知道李雨楼除了能买到想要的消息以外，还能替人寻物。我想要找2样东西，不知可否办到？原来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李雨楼做生意？我不是找你做生意，我还能找你做什么？若只是跟李雨楼做生意，你去楼里找任何一个办事的人都行，何必非要见我？因为熟人好办事呀。李雨楼里我只认识你，自然就更信任你。信任我？行，那为了不辜负姑娘你的信任，不管你要什么，我都定替你寻来。你到底是要何物？江宁儿从腰间拿出一物，朝他示意。这不是上次你从我这拿走的翠玉诀吗？什么叫从你这儿？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得到这个的，但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本就是我的。所以姑娘是何意？此物名为双月诀，本该是一对，其中一半我从你这得回了，但是另一半我却不知其下落，不知六爷可有办法找到？六爷垂眸思忖了片刻，另外半块应该就在江一雪的身上，想要拿到非常容易。姑娘如此重视此物，可是情郎送的？情郎？我没那种东西，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当真？当然是真的。江宁儿说完，就听到对面的人自叹般的笑了起来。六爷，你笑什么？在下是在笑，此事很简单，想着很容易就可以完成任务，觉得高兴罢了。简单？莫非你已经知道另外半块在哪？10天的时间，我便可将另外半块奉上。只需要10天？那么姑娘还有想找的遗物是什么？六爷可知凤血丹？凤血丹？你要这个做什么？李雨楼寻物都一定要问清楚来由吗？我要来做什么？应该是我的隐私吧？确实是客人的隐私，只是此物非凡，想弄到十分困难，花费的时间和价格可能都会更高。上次拍卖我虽输你，但不代表我是真的没钱，只要能够寻到，时间长点也没关系。至于价格，你开我都给。钱的话李雨楼也有，所以我不需要，你得拿别的东西作为报酬。你不要钱，那你要什么？六爷冲他勾了勾手，一副你过来我就告诉你的样子。江宁儿想着二人刚才一切都谈得很好，这小白脸也很和善的样子，便没有设防，站起身刚靠近，腰肢就被人一搂，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直接被压制在了船板之上。你没错，我想要你。什么？要他？鬼脸下的江宁儿眉间早就皱成了川字。既然不反抗，所以是同意了。我跟你什么没做过，我反抗什么？是吗？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就重温一下那一夜。等一下，不是说不反抗的吗？你连我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不怕我是个绝世大丑女，我还不是怕你要了我，你会后悔，然后就不愿意替我寻凤血丹了。我虽不知你的长相，却知道你滋味很好，所以你放心，我不会后悔。所以六爷，你只是想要我的身体？身体？我还想要你的心，我要你做我的女人。你是要我当你的情妇？为什么是情妇？做我妻子不好吗？虽说你确实很合我的眼缘，长得也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就在他被他撩拨的呼吸加重时，江宁儿贴紧他胸膛的手一用力，将他猛地推开，然后坐起身来。但可惜我不能同意。江宁儿不去看被自己掀翻在地的六爷，而是站起身后，双手环胸。实不相瞒，我是人妻，且我男人又凶又残暴又暴躁，又不讲道理，又小心眼，所以你想当我奸夫的话，我怕你没命看到明天的太阳。他又凶又残暴又暴躁又不讲理又小心眼儿，他在他心里真的有这么糟糕吗？那你能给我什么？我虽不能做你的女人，但我们可以换个条件，我给你解毒怎么样？解毒？你不是中毒了吗？而且应该寻医多年都无解吧？我可以给你解毒，作为你替我寻凤血丹的报酬，如何？这个报酬确实不错，不过我也有个要求，我要你亲自来。亲自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管制药用针还是什么，都得是你亲自来，不可假手于人，也不可让第三人知晓。没问题，一切都会是我自己来，此事我保证只有我们2人知晓。六爷也点头表示同意。那你把手给我，先让我仔细把一把脉吧。六
爷看着他葱白般的细嫩手指轻搭在他的手腕上，心里满是筹划。他是看过鬼医给他写的那张治疗方案的，其中有针灸，有药浴，还有穴位按摩，都是可以跟他多接触的好手段。这样一来，就算他要躲秦君夜，也躲不过李雨楼的六爷。只要能跟他多亲近亲近，不要脸一点，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怎么这2年你们天楚很流行下尸魂这种毒吗？怎么1个2个都是中的这种毒？哦，还有谁这么倒霉跟我一样？江宁儿自不会泄露秦君夜的事情。给我1年，我可以跟你将毒尽除。那这1年可以行房吗？啊？他发现这家伙是色鬼转世吗？怎么满脑子都是这档子事儿？当然可以，你别精尽人亡就行。既然如此，我们说好了，1年你给我解毒，我在1年内给你寻到凤血丹。行，我没问题。那好，我们签个协议吧。见江宁儿点头，六爷却画舫上取来了纸笔，开始在茶几上拟上2份协议。好了，来盖手印吧。匆匆瞧了一眼，觉得没有意义，盖上了自己的手印。六爷看到2个手指印红红的交叠在一起，拿起后吹了吹，正准备心满意足地将协议收起来时，江宁儿瞥到协议的背面，怎么还有一行字儿？盖章者1年时间不许离开晋王府。江宁儿大惊，伸手要抢，被六爷转身躲过，并将协议迅速收进了怀中。你怎么知道我是晋王府的人？李雨楼想知道的事情自然会查得到，这点你应该清楚才是的。晋王妃，大家都是江湖中人，有些规矩你该明白。知道了我面具之下的人是谁，我不会放过你的。六爷的表情镇定，不紧不惧，反而朝他走近2步。那可千万别放过我，想我了时常来找我，我等着。这个家伙是个无赖吧？我也不想如此，可你有前科，所以你的信誉度在我这是打折的，我得防着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给我解毒的人，我要确保你1年不会反悔，所以你得留在晋王府，我才随时知道你在哪儿，确保你没有毁约。我什么时候在你这有前科了？你睡我前说过会对我负责的，结果却跑了，转头还去嫁给了别的男人，这还不算有前科？江宁儿有些傻眼，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有男人追着女人负责的。除非你同意从此做我的女人跟我在一起，否则你就待在晋王府，这1年你哪儿都别想去，不然用不着你不放过我，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所以你早就知道我是晋王王妃，那你刚才还敢对我如此？你不怕我告诉秦君夜后让他杀你吗？你觉得我跟他真的打起来，谁能赢？趁他愣神的这会儿，松开了他面具上的绳索，揭下了他的鬼面，将他壁咚在了墙边。江宁儿，我不光知道你是谁，我还知道秦君夜跟你从未圆房。他怎么会清楚这个的？他虽是你名义上的男人，但我才是跟你有夫妻之实的人，要比亲密，我该比他跟你亲密100倍才是。你跟他该是朋友吧？朋友妻不可欺，听过没有？朋友？谁告诉你我跟他是朋友了？想来也是，王爷怎么可能跟你这种人是朋友？我还知道鬼医让他1年不许跟你行房，但你刚才说了我可以。以后你若是需要人陪，或者他惹你不高兴了，你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他满足不了你的，我都可以。谁他妈要你满足？江宁儿刚开口，唇就被对方唇堵住，紧接着一连串想骂人的话也都含糊不清的被他吞进了腹中。就在江宁儿开始觉得这个吻怎么有些熟悉的时候，对方十分精准的在他即将要发火的时候放开了他，就转身使着轻功消失的无影无踪。他居然被那家伙调戏了。而此时江宁儿并不知刚才的那一幕已经被3个人看了个正着。天哪，真是没想到江宁儿竟是这种人，真是没想到约你们来游船却撞进了这种丑事，真是家门不幸。月寻、芊芊，今日的事情你们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不想我二妹妹难堪。依雪，她现在已经是晋王妃了，这可不是家门不幸，这是在给整个皇族蒙羞啊！是啊，依雪，这种事情可不能放纵她。我听闻皇上还让她进皇家学院呢。什么？你们竟都不知吗？她不过是一个乡野村妇，她凭什么能进皇家学院？学院圣洁，若她这种水性杨花的人真进去了，那里都是些王公贵子，指不定她要勾搭多少人呢。没错，我也是这般想的。晋王面容不佳，想必跟晋王的婚姻，二妹妹也是有她自己的苦的吧？有苦不也是她自找的吗？当初她贪慕虚荣，打于你替嫁，结果现在拿着晋王的钱在外面养小白脸。晋王这绿帽子可戴得真是扎实。算了，二位妹妹，咱们就当没看到吧。那怎么行？依雪，你想包
庇她。我不是包庇，我怎可揭发我自己的亲妹妹？我实在是办不到。这不是小事，医学你要大义灭亲才行。说不定二妹妹只是一时糊涂，等她去了学院，学了理时，就知今日的过错了。我想她以后不会再犯了。我知你心软，但此事绝不能姑息。医学你不去，我去，我看不下去，定要去向靖王揭露江宁儿的丑事。等到林月寻赶至靖王府时，正好是秦君夜下马车准备进门时。靖王殿下，我是来向你揭发江宁儿的，她背着你偷人。你说什么？是月寻亲眼看到的，江宁儿今日与一男子在画舫上幽会。画舫？你还看到什么？林月寻还以为晋王这个表情是在生江宁儿的气了，于是添油加醋的将他看到的景象跟晋王仔细描述了一番。他们两个特意把船夫都支开了，在画舫里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一看二人就是暗通款曲，已经多时。但不想秦君夜的表情竟越是淡定，直接转身走了。靖王，江宁儿给你戴绿帽子，你竟然都没有反应吗？你是不是男人啊？下一瞬，剑心直指他的眉心，再污蔑本王王妃青玉，本王就杀了你。看到这一切的江宁儿，本还以为秦君夜听了他那些以他的专横霸道的性子会提刀来砍他的，却没想到他竟是完全相信他的，这倒是让他十分的意外。见秦君夜已经进了府内，江宁儿才走了出来。看到江宁儿后，江宁儿，你到底给靖王灌了什么迷汤？你明明都出轨了，他居然还相信你，你个不知廉耻的女人！林姑娘，你说我出轨，可有证据？我跟依雪还有赵芊芊都亲眼看见了，我们三个就是证据。哦，居然还有江依雪！江宁儿突然有些明白，为什么林月寻突然这么激动的找来了。可你们看到了又有什么用？我们家王爷又没看到。那是靖王被你迷了心窍，眼瞎耳聋。你说的没错，我们家王爷就是喜欢我，喜欢到眼瞎耳盲，任你如何在他面前说我，他就是会无条件信任我，去斥责你的。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气呀？你这个女人也太不要脸了！我看林姑娘是不想要屁股了吧？上次被打的教训居然这么快就忘了。你要不声音再大些，在这儿宣告我与人私通好了。你看我家王爷是会听你的休了我，还是会以污蔑王妃的罪名再给你来几十板子？哼，你别以为靖王会一直宠着你，没有男人可以忍受被戴绿帽子，他休了你是迟早的事情。你说的没错，确实没有男人可以忍受妻子出轨，但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根本没有给靖王戴绿帽子，也没有去过什么画舫，你们看到的人不是我。你胡说，我们亲眼看见的。那你是亲眼看到我上船了，还是亲眼看到我下船了？林月寻噎住了。是啊，他怎么就没想着下船的时候抓江宁儿现行呢？林姑娘，下次想指证我，最好先拿出证据来，除非你能拿出像我上次留阴时一样的铁证，否则少来我晋王府面前显摆。一提起留阴时，林月寻就猛地瞪他。最后我再提醒你一句，我跟我家王爷情比金坚，夫妻恩爱，想挑拨我们两个关系，省省力气吧你。看到林月寻被气得涨红的脸，他顿觉刚在六爷那儿吃亏的那点不痛快消失得烟消云散了，整个人都脚步轻快了起来，就要往晋王府里去。他一踏入门内，府门嘎吱一声长响，刚刚关上。你说我们情比金坚？王爷，他以为他早就回自己院子去了，没想到这个秦老六刚才竟然一直在这里偷听。此时二人与画舫时都是各换了一身衣服。臣妾见过王爷。既然我们夫妻恩爱，爱妃便不必如此客气。王爷，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对那些碎嘴子的贱人吗？本王不是要跟你计较这个，本王是要问你刚去哪儿了？我去买文房四宝了，不是要去皇家学院上课了吗？秦君夜的嘴角微不可知的弯了弯，心知肚明。买到了吗？买到了，东西晚些会送到王府来。江宁儿在心中叹了声好险，幸亏他换了衣服，是真的去市集溜达了一圈，不然刚听了林月寻的话，他又答不上来的话，免不了秦君夜还是会怀疑的。那王爷呢？我看你也是刚从外面回来。秦君夜没有回答，而是冲他招了招手，让他进身边来。若是没碰面，江宁儿还能装作没看到躲开，可如今撞了个正着，他也不好如何了，只能乖乖的到他身边去。他正想问叫他来干嘛时，就见秦君夜的手臂一抬，他整个人下意识就脖子一缩。秦君夜被他这个举动惹得有些皱眉。我还不是怕你打我。本王何时打过你？
王爷，你忘了我们成亲第一夜你就对我动手了？那日不算，动手就是动手，这还能不算的？那日之后，本王不就一直护着你了吗？以后不许再提那天晚上的事情，本王以后不会了。如此，秦君夜又朝他抬手，可江宁儿还是歪着身子警惕躲他。那王爷，你是要干嘛？秦君夜2次失败，开始有些烦了，这次直接将他脑袋一把按住。本王都喜欢你喜欢的眼瞎耳盲了，你还怕什么？王爷，你不是才说不计较我刚才跟林月寻说的话吗？秦君夜趁着他说话的空档，这次终于成功将簪子给他戴到了头上。这不是那日你把簪子放桌上时力气大，把蝴蝶翅膀磕断了一截，本王刚将修缮好的取回来。这个簪子竟是给我的？本王就你一个妃子，不给你还能给谁？这不是给你外面小情人的吗？秦君夜没说话。那上次的女鞋也是给我的？鞋子是你的尺寸，自然是你的。这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那次明明是第一次进你屋子，你屋子里怎么可能就会有给我准备的鞋呢？王爷，你扯的吧？鞋子确实不是我准备的，是府里管事准备的。管事？我们大婚之后，那双鞋就一直放在我床底，为的是你留宿我屋中的话可以用上。所有皇子成亲都是这样，并非只是你如此。留宿难道不能穿鞋进去吗？这是什么规矩啊？正常留宿自然是会穿鞋，但侍寝可不穿。侍寝？江宁儿顿时就明白过来了，侍寝都是脱光了卷着被子送过去的，那确实是没鞋可穿，所以竟真的是他想错了。所以本王现在办到了，可以要求你了吗？江宁儿先没回过神儿，想说办到什么了，可很快在脑中回想起了，所以你所说的让我心里不许有别人这事，等王爷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做到了，再来要求我好了。秦君夜见他呆愣着不说话，心中微微有些失落，但这次他学会了不要逼他，逼他只会叫他越躲越远。无碍，本王可以等。转身先踏步离开了，直到秦君夜的身影已经彻底消失的看不见了，江宁儿才猛地回过神来。什么？所以他是在告诉他，他心里有他，没有别人吗？这算是跟他告白吗？我操，这个秦老六也太会了吧！不妙啊，不妙！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一把火把两人之间那么点小暧昧给烧毁了的，可现在怎么他脑袋这么痒啊？完了，他不会是要长出恋爱脑了吧？江宁儿深吸几口气，又摇了摇头，想将脑子里浮现的那些思绪都给摇出去才好。最后似乎是做了什么决定一样，一脸刚毅地朝着府里的花园大步走去。什么挖野菜？属下也不懂，属下还说帮王妃，王妃说不用我插手，说挖野菜是为了治练什么脑的，只有亲自挖才有用，属下也没听明白。罢了，他喜欢就随他吧。楼里对凤血丹的资料有多少？王爷要找凤血丹，那可是皇室珍宝啊！你去将凤血丹的作用和来历叫人整理成册，尽快送到本王这儿来。有些事本王要好好想一想。终于到了要去皇家学院上学的日子，江宁儿睡眼惺忪的就从贵心小院往府外冲。他看到门前停着的马车，二话没说，箭步就冲了上去。快去皇家学院，再不走我要迟到了。驾！一声鞭响，马车迅速闻声而动。此时江宁儿还没来得及坐下，一个踉跄就朝后倒了去，跌入了一个温暖又熟悉的胸膛中。王爷，你怎么在这儿？这个问题该是本王问你吧。江宁儿这才看了看马车，发现还真是秦君夜平日的专座，他上错车了。我以为这是送我去上学的马车，我不知道王爷在车里。说着，江宁儿就想从他怀里起来，可马车飞驰，他刚想撑起身子，又是一个踉跄坐了回去。王爷，你可以放开我了。爱妃主动上了本王的马车，又主动对本王投怀送抱，现在要本王放开，爱妃是以为本王的腿是这么好伤的？我哪有投怀送抱，我明明是被马车怂的，王爷没看到吗？没有。王爷，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本王喜欢你喜欢的耳瞎眼盲，说瞎话不是很正常吗？王爷，你不是说不计较我跟林月寻说的话吗？老是拿这话来取笑我，就没意思了。你要我忘了新婚夜的事情，你也要忘了昨天我说的话才行。要本王放开你也行，来本王怀里撒个娇，本王就松手。王爷真讨厌。二人分开坐后，江宁儿便趴在窗户，只给他留一个背影，做出一副好像在看外面路过的风景的样子，趴在窗台上一会儿就已经开始昏昏欲睡。
等到马车缓缓停下，他才悠悠转醒，睁眼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竟躺在了软榻上的姿势。他有气无力，慢慢悠悠爬起来。是到了吗？你昨夜到第几时才睡？居然困成这样。大概是丑时吧。丑时？野菜就这么好吃，居然挖到了丑时？你到底是生了什么病？需要什么野菜，叫管事去寻就是了，何必自己动手？见他不说，秦君夜也不追问，只是跟他交代了几句。本王这几日不在京城，清玄在府上，有任何事都可以去找他。我知道了，王爷出去几日？大概5日的样子。这几日本王不在，你自己在学院里要照顾好自己，有任何事让清玄给我来消息，别让人欺负你。王爷，我只是上个学，又不是上刑场，我能有什么事啊？皇家学院鱼龙混杂，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听秦君夜简单讲了一下，江宁儿才知道，虽然这里叫做皇家学院，可学院里的学生也并非都是名门望族的后代，甚至可以说一半都是各种户籍的寒门学子。皇家学院提倡有教无类，只要足够优秀，哪怕是贱籍和奴籍的后代，也可以凭借考试考进皇家学院。这种观念挺好的，如此先进的想法能在这个年代提出来，真是难得。刚开始誉王叔提出时，也是遭到了满朝文武的质疑，是他力排众议，执意要如此。不过现在看来，他这么做确实是正确的。誉王叔，你不会是说上次林月寻参与宫中选妃的那个玉亲王吧？皇家学院就是誉王叔所建，他就是这里的院长。但不是说玉亲王向来有逍遥王之称，是个闲云野鹤之人，时常到处游历，不在京城的吗？那他怎么管学院？学院由王叔一手创立，但是王叔不喜太繁琐的事情，所以平日的学院管理都由崔小监打理。有重大事情和决策时，崔小监会飞书给他，让他来定夺。哇，不愧是逍遥王，这甩手掌柜当的可真舒服。这话你与本王说一下也就罢了，进了学院最好不要当众议论誉王叔。为何？誉王叔反正王叔他的性子不是个好相与的，能不去招惹他最好。就在江宁儿暗暗思忖时，下巴被人挑起，这一次毫无征兆，轻柔的吻直接落了下来。江宁儿一脸你这是在干嘛的愕然表情看着秦君夜。刚才不是在等本王亲你吗？本王岂会叫爱妃失望？僵住了片刻，江宁儿惊慌失措地跳下了马车，然后照着马屁股就是一脚。受惊的马匹是不能立刻叫停的，吓得车夫也只能迅速稳住缰绳，专心朝前驶去。带着秦君夜坐的其中也是猛地一歪就离开了。哇，要命要命，真要命！这个秦老六真的是想要我的小命吧？他不是高冷的傲娇王爷吗？傲娇被狗吃了，怎么突然这么聊了？江宁儿忍不住又抓了抓开始发痒的脑袋，下次找机会摘了他的面具，说不定看到面具下的长相后，江宁儿就会觉得这人爱不动了呢。是说送我到皇家学院的吗？这个秦老六怎么半山腰就把我放下了？皇家学院位于穹顶山上，按规矩，无论是什么身份，马车都只能送到半山腰处，接下来的路得学子自行上去。代表着皇家学院的一视同仁，你这个蠢女人连这种事情都不知道，真不知道父皇为什么要批准你来这里。嗨，七弟，原来你也在皇家学院读书啊？谁是你弟弟？我又怎么惹你了？上次明明吃我做的毛血旺吃的那么开心，怎么一阵子不见又对我横眉冷对的？哼，别以为一点吃的就可以收买我。我有事问你，你给我老实回答。你问，你是不是在我哥背后跟别的男人暗送秋波，跟别人勾三搭四了？哈，你这又从哪听来的谣言？谣言？真的只是谣言吗？真没有耐不住寂寞给我哥戴绿帽子？秦君行，你该比我更了解你哥吧？我给他戴绿帽，他不早就亲手把我给砍了，我还能站在你面前？你当真没有？你这小鬼怎么老喜欢听风就是雨？上次挨揍没让你长记性是吧？这次又是哪听来的？听他讲后，江宁儿才知道，原来那日林月寻在王府门口吃瘪后，仍旧不甘心，既然无法阻止他进学院，便先在他没来时先把他名声搞臭。于是联合着几个交好的姐妹，四处在学院里散播他的谣言。别人这样说你都不在意吗？我在意有用吗？嘴在别人身上，他们要怎么讲，我管得住吗？可这种莫须有的事情，难道都不澄清吗？澄
澄清有用，他们要是智者，谣言根本不会四起，所以与一群乌合之众的蠢货讲道理，跟对牛弹琴没什么区别。秦君行虽有不甘，可也觉得他说的没错。没想到这女人看着不学无术，竟还挺明事理的。放心好了，林嫂嫂我这人什么都吃，就是不会吃亏。不许摸我脑袋，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嫂嫂。你不把我当嫂嫂，还这么关心我啊？谁关心你了？我不过是怕你这个蠢女人连累我哥。江宁儿无奈地摇了摇头，只觉得这小鬼傲娇时的样子跟他哥还真是像。你预备怎么做？学院里可不许学生之间打架斗殴的，所以你还不能揍他。我这么温和纯良的人，怎么会跟人打架呢？不打架的话，你还能做什么？解决事情的办法又不是只有暴力一种，敬请期待吧。他一人还是晋王与他一起的？回小姐说是他与七皇子一起，晋王今日有事出城了。哦，断不可叫江宁儿顺利的进入到皇家学院。你去寻个过错，将他逐出去，或是刁难他，叫他知难而退。回小姐放心，我这就去办，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行，你且去吧。李夫子掌管教务，也就是学生的操行问题。他来到了学院大门，听着上学的三声钟声一开始敲响，哪怕是瞧见了江宁儿和七皇子身影已经很近了，他还是将大门关上，准备就以迟到为由将人关在门外。江宁儿你就叫吧，反正叫破喉咙我也不会给你开门的。一声绵延巨响，就将门后站着的他一下迎面撞得脑子嗡嗡响。伴随着最后一声钟响，幸好没迟到。感叹完，江宁儿才看到一个身着藏青色长袍、头戴夫子帽的小胡子男人躺在那儿鼻血横流。一旁还未回到教室的学生和其他夫子见了，都连忙凑过来。哎呀，我以为门后面没人才会踹门的，不知道夫子竟然就站在门后呀！江宁儿，皇家学院的大门，你居然也敢用脚踹，你也太大胆了！夫子，一看你就不是教语文的吧？我不用脚踹，还能用什么？用手的话不是叫推吗？那也不叫踹呀。你休要跟我胡搅蛮缠，本夫子明明是说你没有礼数，皇家学院是圣洁尊贵之地，你这简直是侮辱学院，我定要将你今日之举上告皇上，你根本不够格来皇家学院。礼数？父皇不就是知道我没有那种东西，所以才让我来你们这儿的吗？江宁儿笑得纯真又可爱，所以这种父皇心知肚明的事情，我劝夫子就不要去烦父皇了，否则去了殿前闹了笑话，父皇还要怪你耽误他时间呢。林月雪听到动静也聚到了门前来。进入皇家学院都是经过考试的，可你呢？你凭什么？我今日不就是来参加入学考试的吗？我还没考呢，怎么这么怕我考过以后衬托出了你的水平不行？我会怕你？你少给自己贴金了！你个乡下女，你会什么？你哪一门考得过？我会的东西可多了，林姑娘应该问我有哪一门是考不过的才是。哼，江宁儿，本小姐以为你只是粗野放荡罢了，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是这般爱说大话的人，你可真够不要脸的。林姑娘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就赌我能不能通过入学考试？我要是输了，随你怎么处置都行。好啊，赌就赌。你要是输了，你就跪下来跟本小姐穿鞋，一辈子当本小姐的奴隶，给我端茶倒水。但若是我赢了呢？你想如何？如果我赢了，我要你林月璇围着皇家学院给我脱光了裸奔3圈。江宁儿，我答应你就是，别说裸奔3圈，你真能过入学考试，我给你当众跪下来舔鞋。你若不过，就这辈子不许再踏足皇家学院。行呀，林姑娘说话算话，这么多人听着当然算，你别到时候害怕跑了才是。李夫子听着这场赌约，眸子里闪过一丝金光。好了，你们都不必争了。既然晋王妃今日是来参加入学考试的，那么一切就以考试结果为主。说着，李大夫朝江宁儿走近。学院科目分为文、武、艺3大类，如今文班已满，只剩下武班和艺班还有名额。不知晋王妃想要选哪一门进行考试？我选武。行，那晋王妃请随我来吧。
江宁儿跟着李夫子一路到了后山，才发现皇家学院原来还挺大。此处就是武学的试炼地，试炼地中有一颗绿梨珠，只要你在1个时辰内进去后拿到绿梨珠再出来，你的考试就算通过。就这么简单？既然晋王妃觉得简单，便把这份生死契签了吧。选择参与武学考试都是个人自愿，而武学避免不了会有刮蹭，若在其中受到任何伤害，签下后都不许向皇家学院追责。李夫子收好江宁儿签署的生死契后，就为他打开了试炼大门。看到江宁儿丝毫不犹豫的就走了进去，他眼底才闪过一丝浓厚的杀意。在他把试炼大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山顶别院的一个静谧的房间就开始震铃大响，将其中本是翘着2郎腿在踏上小憩的青衣男人惊得猛然睁开眼来。试炼地极大，若是常人进了，莫说是1个时辰找到根本就不知道在何处的绿梨珠了，光是走一圈怕是都得花上小半天的时间。原来如此，整个试炼地其实就是个巨大的法阵，只要破了阵就可以知道绿梨珠的方向了。女娃娃，你是谁？怎么进到这里来的？你又是谁？你不一样也进来了吗？你居然连我都不认识，你还来皇家学院？他时间有限，不能跟这人多耽搁，便懒得搭理他，扭头就走。你不许再往前去了。怎么，这也是考试的环节之一吗？试炼我的决心，来劝我放弃的。考试？你是来参加入学考试的新生？是啊。休要乱说，入学考哪里会让你进到这里来？你快跟我走，否则等下阵法启动就麻烦了。这里可不是你这种娇滴滴的女娃娃可以来的地方。谁料男人话音刚落，2人脚下的土地就开始剧烈摇晃起来，阵法已经开启转动了。不好，快跟我走！但江宁儿认定他是考核的一环，根本不理，拔腿就朝迷雾里跑去。这鬼丫头，可又不能坐视不管，只能追着他进到了阵中。江宁儿急着去破阵，却发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人的男人一路穷追不舍，觉得他很是碍事儿。于是他回过头，直接点住了他的穴位。你居然还会点穴？我警告你，别再跟着我了，再跟着我就揍你！就在江宁儿准备转身离开时，迷雾中传来一声低鸣声，紧接着迷雾中一个高大的兽影就朝2人狂扑而来。小心！直接一脚踹在了男人胸膛上，将男人踹出几米开外，然后自己再迅速退身，让2人躲过了大兽的攻击。而让江宁儿意外的是，这样的熊人居然有7只，正摇摇晃晃地朝2人而来。怎么会有熊人呢？怎么以前没有吗？当然没有，熊人这种危险的动物，我怎么可能让它在学院的范围里出现呢？还7只。会跑吗？我们朝东北方向跑，那边可以出去。你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找机会杀他们。我吸引？我怎么吸引？就这么吸引。说完，直接就把他咻的一个抛物线踹到了7个熊人的面前。男人趴在地上，一脸茫然的抬起头，与7个熊人进行了几秒钟的友好对视后，男人就开始连滚带爬，撒丫子的跑了起来。臭丫头，你坑我！而7个熊人则在后边挥舞着熊掌，流着口水，哇哇的追着。见顺利被吸引走了注意力，江宁儿也迅速开始动作。他使着绝妙的轻功，游走在几处山石之上，故意触动阵法里的机关。快往这边跑！臭熊、笨熊、傻子熊，快来追我呀！7个熊人本是追累了，脚步放缓，但如今像是听懂了一样，愤怒的朝天吼了几声后，纷纷朝着男人狂奔而来。而身后的7只熊人则因为各个山头齐发而出的机关按键，然后轰然倒地。还行吧。女娃娃你可以啊，你到底是哪个班的？不仅认识这个阵法，还懂得运用阵法的机关杀熊，够聪明的呀。怎么，不就是个七杀阵吗？这有什么难的？你说什么？七杀阵不难，你个女娃娃看着年纪小小，口气倒是挺大。你可知这个阵法自创立以来，学院还没一个人破解过，这可是皇家学院最高级的阵法了。区一个七杀阵就是最高级了，那皇家学院也不怎么样吗？女孩子家家的，还是要懂得矜持含蓄一些的好。你不过是过了七杀的第一杀，就这样说也太狂妄了些。你别得意，第一杀是最简单的一关，无非你能过第二。男人的话说到这儿，就听到山石碎裂的声音。霎时间，原本迷雾笼罩的四周顿时变得清明了不说，第二杀竟然也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破了。你刚说能过第二杀怎样？这男人生平第一次深刻的意识到，
人不可貌相的真谛了。男人赶紧追上了继续朝里走的江宁儿。女娃娃，你到底是谁？你爹妈是哪个呀？怎么以前从没听说过京城有你这号人物啊？还有，你是哪个班的？是谁让你进来的？你阵法跟谁学的？在学校里有认了主课老师没有？说了我是来入学考的新生，李夫子把我带进来的，说让我1个时辰内拿到绿篱珠出去才算通过考试。什么？他居然让你一个小姑娘家入学考进来拿绿篱珠？李德正在那放他妈什么五香牛肉麻辣屁呢？听你这么说，其实这不是入学考的难度。当然不是，就以你破第一杀的水平，你绝对已经通过入学考了。快别往里走了。那不行，我今日就是要拿到绿篱珠。他明白了，李夫子是有意刁难他，甚至不用多想都清楚，背后怕是皇后或者三皇子的势力有关。青衣男子本是怕学院的学子出事儿，所以一直跟着江宁儿。他先以为这娃娃虽然懂些阵法，但难免有些运气的成分。可看着他4、5关都果断决绝的战破后，他开始发现了这个女娃娃还真他妈是个研习阵法的天才，一路上居然1个机关都没有被触动，简直是如履平地一般。你要的绿篱珠就在湖中心的岛上，只要能拿到7杀阵，就算彻底被你破了。你就这样告诉我，算不算作弊啊？放心吧，这不算作弊，因为我告诉你也没用啊。为什么？因为这片湖里养满了鳄鱼，且这里也没有船，若用轻功过去，两岸便会有暗器齐发，将你万箭穿心；若游过去，则会被万恶分食。湖中岛上还有火雷，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到了岛上，只要你双脚落地，绿篱珠即刻会被引爆粉碎。这么听起来，似乎真的是无解的一关。怎么样，没法子了吧？可江宁儿只是捏着下巴，微微思忖了片刻。谁说我没法子了？青衣男人这次没有多言，只是背手站在一旁，等着看他出招。瞧见江宁儿拿出一支短笛，放在唇上吹了几个音节后，就又放回去。他才抿嘴笑了笑，觉得他应该是想不出法子的。周遭开始隐隐出现奇怪的嗡鸣之声。起先，青衣男人还没看见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这个声响，直到瞧见一团黑雾朝着2人的方向快速而来，他才看清那些居然是蜂群。我的法子来了！江宁儿短笛又一响，群蜂像是收到号令，开始变成黑雾，越过湖心，朝着岛上的绿篱珠而去。而蜂群上了岛，也无需落地，自然不会发动火雷，直到看着数百只蜜蜂把绿篱珠团聚在中间，成为一个黑色的小球，顺着万恶湖面飞了过来，并将一颗绿油油的绿篱珠丢进了江宁儿手中时，青衣男人惊得简直是两眼放光啊！天哪，御风术，这个我都只在古书上见过，没想到居然有人真的能使出这一招。我这7杀阵算过了吧？过，当然过了。女娃娃，你看，我们也算一起经历了穷人患难的人，不如我们结拜，你认我当义兄，以后在皇家学院就我罩着你，而你教我御风术如何？义兄？我有义兄，不会再认别人当哥哥的。那你做我义女？你生得出我这么大的女儿吗？真要结拜的话，我当大姐，你做我2弟倒是可以。你这就过分了啊！哼，爱拜不拜。江宁儿看了眼日头，我进来多久了？还有1炷香的时间，就1个时辰了吧？只剩1炷香了，那我得赶紧出去了。脚尖一点，使着轻功离开。好俊的轻功啊！然后才回过神儿来。大姐，你等等我呀！等到江宁儿走出试炼地时，此时试炼地外已经围了不少的人。江宁儿，你是怎么从里面走出来的？江宁儿拿出绿篱珠，向众人示意：我按标准1个时辰内拿到绿篱珠，且走出来了，所以入学考试是合格了吧？你开什么玩笑呢？这里可是学校最高级别的试炼地，你怎么可能1个人走出来？景王妃，你现在已经严重违反了学院的规定，你势必不可能留在学院里了。我顺利走过7杀阵，完成了入学考试，怎么就成违反学院规定了？因为根本不可能有夫子把你带到这里来搞什么入学考试。皇家学院第一要务就是学生要讲诚信，你这个谎说的太过拙劣了。你现在告诉我，到底是谁将绿篱珠交给你，并让你这样说的？这个时候，李夫子因为听到动静，想说跑来看看情况，于是就撞见了这一幕。他怎么都没想到，这江宁儿居然真的能够走出7杀阵不说，出来竟然还是毫发无伤的。这
晋王妃，你怎么私自跑到这里来了？不就是李夫子你带我来这儿，说这里是入学考试的试炼地，还叫我拿绿丽珠的吗？你胡扯！我胡扯？你敢说不是？当然不是。晋王妃，我虽只是个小小夫子，不比你王妃尊贵，但也绝不是可以任你随意污蔑之人。久闻晋王妃为人恶劣不堪，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撒谎成性就算了，居然还诬陷我皇家学院的夫子。是我诬陷皇家学院的夫子，还是堂堂皇家学院惯会联合起来构陷我一个女子？玉亲王也是够瞎的，居然选你们这些庸才当夫子，什么破烂狗屁皇家学院，我看是智障学院才是。晋王妃，你可以说我，但我不许你说院长。这样以表公平，我许你自证。有本事你就找出能够证明是我把你送进试炼地的证人来，如若不能，你现在就给我滚出皇家学院。本院能证明。见过院长大人。秦天玉不理这些人的行礼，径直来到了江宁儿身边。你居然就是老六的那个替嫁王妃？你就是玉亲王？晋王妃，你太不讲礼数了。刚才说院长眼瞎就算了，他怎么也是你的长辈？你连看到皇家的长辈都不知行礼吗？秦天玉走到两个夫子面前。他说的没错，本院确实是眼瞎，竟然选了你们两个蠢材做学院的夫子。院长这是何意？何意？五夫子是觉得本院的七杀阵很好破，还是如何？你明明亲眼看着他走出来，你居然还质疑？你到底是在质疑他，还是在质疑本院的能力？院长，属下只是觉得什么？你怕不是还要觉得是本院包庇皇家人，想让本院一起滚出皇家学院吧？不，属下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不是，那你们都跟我听着，是本院亲眼看着江宁儿破解七杀阵拿到的绿梨珠，本院可以用院长之名给他作证。但江宁儿连入学考都没通过，他为什么会直接进入七杀阵呢？这就要问李夫子了。李夫子，本院还想问你，为何本院离开了学院一阵子，七杀阵里居然还出现了7只熊人？并在离开前只将试炼地的入口钥匙交给了你一人，除了你没人能够打开七杀阵的大门，所以只有可能是你将他引入阵中。李夫子也没想到熊人居然都被江宁儿给杀了，那可是皇后命他暂养在试炼地中，想要将来作为秘密武器的宝贝儿啊。院长明鉴，属下刚才就发现钥匙丢失了，正在寻找，现在想来是江宁儿偷了我的钥匙。至于熊人，什么熊人，属下根本就不知道啊，许是从山里野熊误入阵中的。李夫子倒真是才思敏捷，想起借口来根本就不用花时间想。不过我也不傻，刚才签写生死契的时候，我存了个心眼，趁机在你的钥匙上撒上了一点夜光磷粉，只要天色再暗一些，就能顺着磷粉的痕迹看到钥匙到底是在你的身上还是我的身上了。李夫子此时有些惊骇不已。至于你说是山中野熊，那就更奇怪了，天楚未属中原，怎会有7只西域雍州特有的黑棕熊人？居然是你！来人，把本院给李德正拿下，江宁儿受死！江宁儿眉心微跳，正要还手之际，远处一道利剑直接穿透了李德正的心脏，让其当场毙命。属下参见王妃。王妃，你没事吧？江宁儿并未跟此人说过话，但是他瞧见过他，知道他是秦君夜身边最得意的暗影千明。你怎么在这儿的？而且怎么直接把人给杀了？这还怎么问出背后的主使来？还请王妃恕罪，王爷命属下一定要保护王妃的安全，属下也是见状情急，万一他伤了王妃，属下定会被王爷责罚的。院长大人，江宁儿违反校规，皇家学院有要求，所有人无论是什么身份都不得带下属随从来学院，但他居然带着暗影来。林姑娘的记性可真差，先前林姑娘不是还带头不承认王妃学子的身份吗？怎么刚才不承认的是你，现在你却又以学子的规定来要求她吗？我们王妃今日只是来参与学院入学考试，一印入学手续都还没有办理，所以此时此刻她还不是皇家学院的学子，不存在需要遵守什么校规。若贵校认可了她学子的身份，属下自会按照皇家学院的要求办事。可现在既然一切还未定下，江宁儿看着千明的侧脸，忍不住高兴地眨了眨眼。没想到秦君夜身边的暗影不仅武功高强，对人的功夫也不差嘛。没错，晋王妃还未领学子证，那么校规就管不到的。不过今日办过应手续后，明日晋王府的暗影可就不许再跟上山来了。秦天玉的话相当于已经是告诉众人，江宁儿已经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已经是皇家学院的一员了。等贵校认可了我们王妃学子的身份，一切处理妥当，属下自会按照要求消失。
林姑娘，我已顺利通过七杀阵，也被院长亲自承诺通过了入学考试，所以咱们的赌约，你是不是该履行了？你们有什么赌约？赌我能不能通过入学考试，若是我不能，我就要给林月寻端茶送水，为奴为婢，且一辈子不许踏足皇家学院。那现在你通过入学考试了，他要做什么？林月寻输了，就要脱光了围着皇家学院裸奔3圈。秦天玉神色微惊，这女娃娃也是够狠的，居然下这种赌约。林姑娘，愿赌服输，裸奔吧。江宁儿，本小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放不放过那都是后话，咱们今日事今日毕。你是想自己脱，还是我让千明给你脱？我可是军机处长史之女，你敢动我？你个无名无位的小臣女，都敢3番4次与我这个王妃叫嚣了，我又不是胆子比你小，你觉得我到底有何不敢？晋王妃，林月寻还是黄花大闺女，实在是脱不得呀。哼，莫非她未出嫁的人有名节，我这个已经成人妇的就不需要名节了？秦天玉也忍不住在心里感叹，这女娃娃真是好生的伶牙俐齿，反而觉得难得的遇到一个这么深得他心的小丫头，真是越看越喜欢。他虽在心上是站在江宁儿这一边的，觉得林月寻是该有些教训，可碍于院长的身份，他不能明着支持，于是他也全当是当作没有听到这个赌约一般，声称有事儿吩咐，便把夫子叫走了，只留下一众学子让他们自行解决。秦王妃，对不起，是我口无遮拦，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赌约就是赌约，林姑娘这是想赖账呀！而且林姑娘忘了，上次在晋王府门前我已经放过你一次了，当时我就警告过你别来惹我，可你自己偏不听，怪谁呢？江宁儿，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你道歉我就要接受，不好意思，我偏不，而且我又没要你道歉，我只是单纯的想看你跑而已，别的我都不需要。既然林姑娘不脱，看来是在等我动手了。林月寻吓傻了，跌坐在地上，整个人止不住的抽噎着。江宁儿瞧着他这个样子，心里终于是觉得舒坦了一些。刚才秦天玉经过他身边时，冲他耳语了一句：大姐，悠着点，别叫小弟我太难做了。其实都不用秦天玉说，江宁儿本就是为了杀鸡儆猴，叫那些说到他的人从此闭嘴，也以此给林月寻一个教训。林姑娘，别说我欺负你，赌约是你自己当众应下的，现在是你不肯守信。不过既然你这么不愿意脱，我倒是可以答应把脱衣服换成别的惩罚，你仍旧围着皇家学院跑3圈，不过我要你边跑边喊晋王妃是天才，晋王妃人美心善，是晋王妃大人不计小人过，放了愚钝不堪的小人我一马，如此我就放过你。林月寻紧咬着唇，死瞪着江宁儿，似乎仍旧是不愿意。哼，签名！林月寻吓得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开始不甘愿地哭起来。晋王妃是天才，晋王妃人美心善，是晋王妃，是晋王妃大人不计小人过，放了愚钝不堪的我的小人我一马。林月寻这3圈足足跑了有半个时辰，很快全校的人都知晓了江宁儿通过了入学考试，这一下便没人再会质疑他没资格入学一事了。院长在第2天当众宣布了一个叫林月寻几乎崩溃的事情：秦天玉要收江宁儿做亲传弟子。我什么时候答应拜你为师了？我不要。我这是为你好，当我徒弟好处多多，绝对不会亏待你。有什么好处啊？例如你以后可以在学校横着走，我保证昨天你刚入园那种事情不会再发生。我又不是螃蟹，我要横着走做什么？那以后你迟到也没人管你如何，你做我弟子就可以待在我的山顶别院，那里别人进不去，你迟到早退都没人知道。江宁儿眨了眨眼，觉得这个倒是还不错。还有呢？还有当然是你可以从我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啊。就你，我看分明是你想学我的御风术吧。我知道你本事大，我或许教不了你许多，但你做我记名弟子，在外你喊我师傅，在内我还是喊你大姐。你既然奉旨来了，皇兄势必会追问你的学习进度，派人盯梢，但有我帮你说好话做保证的话，你不就不用担心了吗？听下来，江宁儿觉得他最后说的这个理由最可以，以后有个亲王帮自己说话，说不定天启帝也不用老是那么嫌弃他，也能少刁难一些秦君夜了。于是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做他的亲传弟子。
江宁儿成了擎天玉弟子这件事儿，对林月寻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一放学，他就跑到了沛国公府，抓着本还休着病假的江一雪一顿哭诉。江一雪听完也是匪夷所思，觉得简直是离谱，只能装模作样的安抚了林月寻一阵，送走他，再将此事告知了母亲叶氏。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二妹妹了，居然连玉亲王都被她搞定了。这个江宁儿可真是个狐妹子，简直跟那个女人一模一样。娘，其实我一直都想问，江宁儿真的是我的亲妹妹吗？一雪，我知道你聪慧，这事儿瞒不住你。你的感觉没错，江宁儿其实并不是你的妹妹，她其实是一个戏子所生。戏子？没错，都是你爹，他太爱我了。可当年我年轻不懂事，为了一点小事跟他吵架不理他，你爹一气之下就去找了一个跟娘我长得极为相像的戏子回来。那戏子很有手段，将你爹灌醉后，二人相好一夜有了孕。你爹倒也是负责，便为其洗去了戏子的身份，对外声称她是江南富家女子，带回了府中。难怪我一直奇怪，娘对二妹妹态度十分冷淡，可她偏偏却又跟你的容貌有几分相似。原来是因为她娘本就是跟娘你长得像的，那她娘不过也就是爹找到一个你的替身罢了。你说的没错，她娘就是个狐妹子，进府后就叫你爹掉了魂儿不说，身边也是一缺男人，就跟现在围着江宁儿转的那些男人一样。你爹当年因为被他娘勾得迷了心窍，甚至想要废了我而扶他娘为正妻。后来信使那个女人生江宁儿时难产死了，我便寻了青天剑，将他女儿劈了个恶命，丢去了义庄。但你爹为了怀念他娘，非要对外说她是嫡女，逼我将她认下。所以沛国公府的嫡女其实根本就只有我一个。没错，他娘当年连妾都不是，只是个无名无分的人。娘，你真该早些告诉我的，我还一直以为她是我亲妹妹，所以没舍得对她下狠手。怪娘我心软，总觉得水性杨花的是他娘，她是无辜的。可现在看来，有其母必有其女。我沛国公府几代荣光，绝不可败在江宁儿这种女人的手上。我会替你好好教训教训这个顶撞你的下贱胚子的。一雪，你准备怎么做？晋王现在不在京中，江宁儿根本无人可以庇佑，正是我们对她下手的好机会。你是想沛国公府只需要有一个嫡女就够了。清泉山有一个闻名遐迩的茶庄，名叫永贤山庄，是李雨楼的一个据点。黄雀此时疾步而来，打断了三人的谈话。王爷，签名来消息了。等到黄雀将签名所达的内容转述过后，你说什么？他破了七杀阵？我的乖乖，想不到王妃不光是武功不错，居然还会阵法。那他可有受伤？签名说了，王爷出阵时毫发无伤，就是出阵后被李夫子企图暗害，但也已经被签名射杀了。如今王妃一切安好。这位王妃娘娘，我也有过耳闻，只是听到的风声明明不是很好，可怎么听起来竟如此厉害啊？岳亲王的七杀阵那可是闻名遐迩的，多少阵法高手曾去挑战过，都没人能够成功。陆庄主，我家王妃才不像传闻中所说那样，不然我们王爷也不可能那么喜欢她了。什么？你说楼主喜欢她？秦君夜闻言微瞪了黄雀一眼，黄雀才自知多嘴了，低下头不再言语。娇娘，你去查查那个李夫子的背后是谁，看来是有人把手已经伸到皇家学院了。黄雀，你给签名回话，要他务必保护好王妃安全。是，楼主，时候也不早了，你也累了一天了。小女灵一今日特设了家宴，想款待各位。本王不饿，你们去吧，本王想一个人休息一下。见他直接拒绝，三人只好行礼告退。陆生让黄雀和巧娘先去花厅，他则是赶紧到了女儿陆灵一的房中。爹爹，你看我今天这一身好看吗？灵一啊，世上好男儿千千万，爹爹再替你寻寻别人吧。楼主这边啊，你还是不要想了的好，家宴他也拒绝了。爹爹这是何意？楼主为何不去？你也知道，他不仅是李雨楼的楼主，还是天楚国的晋王爷，他已经成婚了。他成婚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呀，但那不是他父皇赐婚的吗？又不是他愿意的，且我听说对方还是个替嫁。或许一开始并非他自愿，可我刚刚听来，楼主现在似
乎对这个替嫁的王妃十分的满意。满意？这怎么可能？爹爹，你是不想我嫁给楼主，在这诓我呢吧？齐轩，爹跟你一样，觉得这些不过都是传闻，甚至觉得这是楼主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弄出的风声。但今日我才发现，这个王妃绝对不是乡下这么简单的。皇家局势多变，晋王妃这个位置更不是普通女子可以驾驭得了的。晋王府太危险，不适合你。爹爹，我知你是担心我，可以楼主的本事，只要我能做了楼主的人，不管有任何危险，楼主定会护我周全的。我有何可怕的？你这个孩子怎么就不听劝呢？你想想，往年楼主在我们这儿最少待上半个月，可这次他要求把时间缩短成了5天，为什么？为什么？自是因为新婚燕尔，京城有家人相候啊。陆生说完就先离开了，本是想让他自己好好琢磨琢磨，赶紧放弃。可陆灵一是个倔性子，于是端着饭菜直接去敲了秦君夜的房门。奇怪，楼主人呢？夜深，晋王府里，江宁儿刚洗完澡回到房间。江宁儿身体失重，向前扑去，被对方顺势稳稳地将她接住，抱了个满怀。看来姑娘挺想我的，见到我就投怀送抱。一听到这个语气，江宁儿不用抬头都知道是谁了，想抬手捶他，却再次被他预判。想摸我也可以直说，我也不会拒绝你。疼！你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自然是来找你解毒啊！你忘了？解毒？算算时间，今天确实到了答应给他解毒的日子了。解毒？你给我来个消息，我自会去跟你见面的。你到晋王府里来干嘛？不是你说的，我解毒需要天灵山的温泉池水进行泡浴吗？我听闻晋王府里正好就从天灵山引进的温泉池。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要我在王府里给你解毒吧？这里有现成的，我自然没必要舍近求远。你是真不怕秦君夜砍了你是吧？一闯他的王府就算了，你还想用他的池子，万一被他撞见了呢？放心好了，他不会回的。说完，径直推开门，向院子里大拉拉走去，吓得江宁儿也顾不上那么多，连忙跟上。喂，我说你别像逛自己家后花园一样呀，你好歹给我猥琐一点吧。可他刚跟着一起走出院子，才发现，奇怪了，明明他刚去泡澡的路上还能看到有府兵在巡逻的，怎么现在竟真的一个人都没有了？府里的人被他调走去支援了，现在整个王府戒备松懈，不会有人发现。支援？他怎么了？怎么怕他出事？我是怕有人发现你，以为我偷人，然后他把我们两个都一起宰了。六爷只是笑笑不语，继续往前走。江宁儿则在心里觉出了一些奇怪，这个家伙怎么对王府里的路也那么熟悉？今天府里真是出了大问题，居然连几个路口的哨兵和平日洒扫的人都不见了，莫非真的被突然调走去做什么任务去了？我说了你不用担心吧，是不是没人？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李雨楼的探子当真厉害成这样了，连王府内部的调动你也知道？还有秦君夜他到底怎么了？怎么连扫地的都没了？我自有法子。所以你是为了来解毒，特意使法子让人把他引开的？不然怎么跟你偷情呢？偷你个嘚儿！江宁儿听他这样说，想着他或许就是故意制造了一些麻烦，把人引走了。但是想着这点本事李雨楼应该是有的，如此才松了一口气。脱衣服吧。结果六爷看着他，将手一摊，什么意思啊？我们合同上写过的，我的治疗过程全部都由你亲自来，不可假手于人。脱衣服也要我来？你没手吗？说了，不可假手于人。你……江宁儿觉得能把他气到磨牙的人真的不算多，这六爷绝对算一个。江宁儿虽不甘愿地哼哼了2声，但还是上前给他宽衣。他低着头跟他难解的腰带做抗争，而他则嘴角带着满足的笑意，低头看着他。他大老远的从永贤山庄快马赶回来，不就是为了贪图这一点点亲近吗？上衣脱净后，江宁儿就开始进入状态，开始施针。他的毒其实很严重，虽说江宁儿能解，可过程中也不能出差错才行，所以他全神贯注在针法上，丝毫没有注意自己此时在他面前弯着腰微微敞开的衣领。然而江宁儿没注意，却无可厚非的成功吸引了某个男人的注意力。六爷，作为你的主治大夫，我得告诉你，虽说我说过治疗期间不影响你刑罚，但是在我行针的过程中，你最好少想些不该想的。针气运行时，若你不能凝神静心，别怪我没提醒你，气乱的话毒是会下行的。下行会怎样？男人下面都很脆弱，被毒一下，你觉得会怎样？你该不会是指……没错，小心你断子绝孙。江宁儿语音一落，
然后反手一针就故意扎在了会让他下腹周围剧烈疼痛的穴位，吓得他赶紧就闭上了眼睛，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再什么也不敢乱看了。施针结束，他需要先打坐运功1个小周天，再去泡浴，好让真气运行。你要是很疼，要不喊几声，这样憋着容易气息紊乱，反而不好。要不你陪我说话分分心，这样疼或许会好受点。你想要跟我说些什么？你近日有没有来癸水？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问这个也是怕你。怕我什么？你就是个死变。我不是变态，我是想对你负责。负责？你上次说要我做你的女人，不会也是因为你想对我负责吧？算是吧。你上次该不会是第1次吧？是。此时他运功已经结束，所以你到底有没有？没有。当真？当然。别说那么多了，你好了是吧？好了就下去泡着去。说完他就面无表情的走了，留他一个人在这儿泡着，直到走到看不到的地方后，江宁儿才皱起眉头，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一脸的若有所思。等到他泡浴1个时辰起身后，江宁儿早已回房睡着了。他坐在床边看着他的睡颜，看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没忍住，在他唇上轻啄了一下，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等到秦君夜回到永贤山庄时，天色已经快要大亮，一推开门就发现瘟疫趴在他桌上。老秦，你一晚上都去哪儿了？算了，你赶紧的，你今天该解毒了。人鹿庄主让人把天灵山的泉水都运过来了。不必了，本王已经解过了。啊？解过了？谁给你解的？秦君夜看着他，一脸你猜的表情。你不是吧？你居然连夜跑回王府找江宁儿去了？秦君夜冲他皱眉，做了一个虚的动作，示意他要小声些，然后简单将事情跟他讲了一下。我去，秦君夜你玩的够花的呀，自己绿自己用，亏你想得出来啊！你这样准备瞒他到几时啊？等有合适的机会，本王自会与他说明的。最好是你自己讲，别是被他发现了才好呢，不然以江宁儿的性子，若是被他发现是你骗他，定不会轻饶你的。你别到最后玩脱了。时过晌午，天中响起了阵阵惊雷，大有风雨欲来之势。学院因此发出了离校通知，说是恐有风雪来临。江宁儿和上官小小得到消息时，人在山顶别院，所以路程比别人都要远。等他们离开学院时，其他学子基本都走得差不多了，于是他们便搭乘着秦军行的马车，3人一同下山。山路静谧，零星的雪花开始渐渐落下。刚刚行至离校1里的路上，紧接着马车整个激烈晃动，翻倒了过来。江宁儿反应很快，连忙一手一个护住了秦军行和上官小小的头。紧接着3人都听见了不少人的脚步声，很明显是有杀手找来了。你们就待在马车里，哪里也别去。小小，帮我照顾好小七。好的，师姐。你不能去，你出事我没法跟我哥交代，这里还没出学院范围，阿姨没法过来，你一个人不行的。怎么，现在终于承认我是你嫂子，开始担心我安危了？你这个女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跟我计较这种事情？放心好了，你嫂嫂我可没有那么弱，而且你出事我也没法跟你哥交代，我可是答应过你哥会照顾你的。江宁儿说完便直接跳出了马车外，他一落地就看到了10个黑衣人持刀将他围住，迅速朝着林子里施展轻功而去。追！众人就连忙跟上，很快他们就把他堵在了一处荒凉的空地上。江宁儿看着10个黑衣人，表情不小的惊了一下。他们虽都蒙着面，可他认出了他们的步伐是迷踪步，竟然是他鬼谷门的人。谁他妈让你们来的？你们知道老子是谁吗？叶王妃，拿命来！他来不及解释，但见他身如游龙，轻松躲过了每一个攻击。终于有人认出来他的身手。你怎么会迷踪步？莫非你是3流的迷踪步，也敢在我面前卖弄？看到本长！张姑娘小心！江宁儿差点就要自报身份了，却被突然一来的喊叫声打断了。冯公子，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没必要牵连你，你快走。可冯玉不听不说，甚至冲他过来，张开双臂将他挡在了自己的身后。我怎可放你一个女子如此？说我真的走了，我哪还对得起我读过的圣贤书？既然要送死，我们不拦你，那就连你一起杀了。一拳头就被直接干趴在地上，开始啃泥巴了。但江宁儿还偏不能放任这呆子不管，他只能一边攻击一边躲避，还得一边护着冯玉这蠢货，同时还不能叫冯玉看出他的武功跟这些杀手是一路的。半天他也只撂倒3个人。本是被要求在马车里等着的秦军行不放心，硬是要求上官小小推着他赶紧寻他。见此
局面，亮出了秦君夜给他的防身暗器，扣动扳机，直接将险些砍了冯玉的两人射杀。谢谢七皇子。又遭一刀砍了，江宁儿一脚把冯玉踹到了一边，虽帮他躲过了那一刀，可他也扭了脚，摔了一跤，头上的蝴蝶簪子也因此掉落。他看着蝴蝶翅膀碎了个凌乱，那可是秦君夜送他的。剩下的几名黑衣人也亮出了怀中的小型剑弩，数十枚利剑就齐齐朝着摔倒在地的江宁儿而来。江宁儿觉得自己这一遭怕是要躲不过去了。就在他几乎闭上了眼，准备迎接这一切时，一只强劲有力的手臂将他腰间一搂，抱紧我。整个人被迅速抱着腾身而起，躲开了暗器的攻击。紧接着剑光寒，箫声起，鲜红的血很快就将地面上的薄雪染上一朵朵红梅。江宁儿一直被那人抱在怀里，贴他贴得极紧。怎么了？怎么哭了？王爷，我簪子碎了。簪子碎了，本王再给你买就是了。不哭不哭。你再不来，我就要死了。这架打的真是太他妈累人了。累了就靠着本王，本王给你撑着。你不是说只出去5天的吗？怎么现在知道想本王了？才没有，我是在说王爷，你这么大的人了都没有时间观念的。本王错了。我又没说你什么，你道什么歉呀？害你哭了，自是要道歉的。江宁儿张了张嘴，本想说她哭其实跟秦君夜也没关系，可她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突然想哭。本王想你了。秦君夜，我也想你了。小雪飘飘絮絮，男人高大英勇，女人美艳无双，二人相拥在雪地里的画面宛如一幅遗世独立的画，但前提是忽略一地凌乱的黑衣尸体和一旁几个吃瓜群众。冯玉见江宁儿不哭了，才敢上前说话。江姑娘，你没事吧？秦君夜听到这个称呼，不悦地皱了皱眉，迅速横了他一眼。托冯公子的福，我本来没事的，差点变得有事了。你说你武功不怎么样，你掺和什么？我还得护着你。但我明知你有危险，身为男子，难道我夹道而逃坐视不管吗？那实非君子所为啊！行，这是我谢谢你。但是冯公子，你既然是读书人，以后武力这种事，你还是站在旁边躲起来比较好。要不是我家王爷，我今日真是差点要被你害死。江姑娘，你也别这么说。其实我家是武将，只是我不喜欢我才选了文。我自幼也学过一些武艺，只是不比晋王爷精湛罢了。你那叫只是不比王爷精湛吗？你那是天差地别好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皇家学院境内会有杀手？我也不知道，我们的马车突然被绊倒后，就出现了一群杀手，但是看着这些杀手好像都是冲着嫂子来的。你们看看这个。这时，上官小小捧着几个从杀手身上搜罗来的令牌，来到几人面前。这位是？这是我师妹，叫上官小小。师妹，你难不成拜了誉王叔为师？本王不是说过让你不要招惹誉王叔的吗？王爷，是他招惹的我，是他死乞白赖非要收我为徒的，我很无辜的。秦君夜看到江宁儿这副样子，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事已至此，他也没法再说些什么了。把你刚才说的东西给本王看看。这是我刚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我记得我之前跟师傅游历时好像见过，是一个叫什么鬼？是鬼谷门啊，对，就是这个名字。我记得鬼谷门好像是江湖中的一个杀手组织。你得罪什么人了？居然有江湖里的杀手组织来杀你！你们问我，我问谁啊？他也很猛的好吗？他比谁都更想知道，到底是哪个大聪明，居然买鬼谷门的杀手杀他这个鬼谷门的掌门。黄雀，你看看他们身上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发现幕后之人信息的？对，顺便把他们鞋也脱了，看看鞋里藏什么没。啊，还要脱鞋啊？王妃让你去就去。黄雀瘪了瘪嘴，只得照做。果然，在脱到第3个人的鞋子时，我的天，到底是谁想出来这么恶心的法子呀？还真把蜜寒放臭袜子里了。这话一出，几人都露出了一脸嫌弃的表情。你怎么知道鞋子里会有东西的？不过我也就是试一试，没想到真的有。黄雀把所有人的鞋子都仔细翻了一遍，发现只有刚才那一人有密函，于是一只手拎着那张密函走近几人。哎，行了，你就站在那别过来了，把密函摊开，就这么看就行了。密函上的不是字儿，更像是一些符号，看得众人都有些一头雾水。你看得懂吗？他当然看懂了，但是他摇头。我哪里懂？但
然是王爷可以带回去研究一下，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线索。秦君夜点点头。那鬼谷门呢？既然知道是鬼谷门行刺的王妃，王爷，要不要我现在就带人去把他们窝给掀了？哎，好疼！秦君夜连忙扶住了他。王爷，我脚疼，刚才打架时扭到了。秦君夜知道他是故意在岔开黄雀的话，怕他追究鬼谷门。他清楚他的身份，自不可能去把他的地盘给毁了。那本王先带你回王府，其他的事情晚些再说。江姑娘受伤了吗？都是我不好，我这有药。多谢冯。正要伸手接过冯玉递过来的创伤膏，下一刻人就被秦君夜一把抱了起来。本王的王妃不劳外人费心。秦君夜先是给冯玉一记冷漠的眼尾，随后才转过头，马车上有药，本王回车上给你擦。就任他抱着自己朝马车走去。但抱了没一会儿，他开始察觉到不对劲儿。王爷，我有点难受。你怎么了？我觉得头好晕，还觉得肚子里好想。但话还未说完，他两眼一闭，竟脱力晕了过去。宁儿，宁儿！秦君夜喊了他几声，见他不应，见状大急，连忙吩咐快马加鞭回王府，并把温意叫了来。温意以为是出了什么天大的事情，火急火燎赶到房间，结果一把脉就傻了。江宁儿只是来月事了。温意说她是因为本就身子骨不算好，又在雪地里站着打了那么久的架，寒气入体外加消耗过度才晕过去的。但秦君夜听到这个结果，顿时就心情不美丽了起来。秦君夜急召了玉嫔身边的许嬷嬷过来帮衬着照料。等到他天黑回房时，许嬷嬷正好收拾好从屋里出来。王妃如何了？王妃娘娘之前肚子疼得厉害，一个劲儿的寒冷，现在刚喝下去温大夫开的药，将觉得好些，躺下了。许嬷嬷，女子这样通常会多久？不一定，轻的几个时辰，重的1、2天吧。不过王爷，我瞧着王妃未冷，日后可定要注意，女子若身体虚寒严重，可不好有孕呐。本王知道了，没什么事，你也先回去休息吧。是。秦君夜进了屋，看到躺在床上的人，脸色苍白，眉间微拧着，他有种说不出的心疼。他本是坐在床边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脱了鞋，掀开被子一角也躺了过去。感觉到异样的江宁儿微微睁开眼，是本王，别怕。秦君夜推着他翻了个身，让他背向自己，然后手臂从他腋下穿过，从后面抱着他，掌心贴在他小腹之上。还很疼吗？现在没那么疼了。你师兄是鬼医，都没法治好这个毛病吗？江宁儿失笑了一声，感叹鬼医也是有能医不自医的事情的。那本王这样抱着你，你有好受一些吗？有，王爷这样让我觉得又好很多。本来寒冷的，被你抱着就不觉得了。行，那本王今夜就这样抱着你睡。王爷，你要跟我一起睡？这个时候你还要拒绝本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不忌讳吗？他知道这个年代有很多男人是觉得女生月事时很脏，碰了会倒霉的。本王百无禁忌，而且我们是夫妻，早就该一起睡了。今日你不许动本王。江宁儿看他态度坚决，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没用，既然他不嫌弃，那他也就不管了。这么个天然大暖炉，不用白不用。他们熄灯了吗？熄了。哎呀，老秦不容易啊，今天终于是把人留住过夜了。我为了怕他们不睡在一起，我还让人把王爷房里午休的榻给撤走了。干得漂亮！小事，我这也是为了府里面兄弟着想，毕竟大家都不想再被操练了。王爷房间熄不熄灯跟我们操练有什么关系啊？哎呀，你怎么这么蠢呢？我以后都不乐意带你玩。我可是王府第一侍卫，你敢说我蠢？就会个武功，没有点眼力见，你这样以后跟在老秦的身边，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才死呢！好了，温少爷，你就别跟黄雀贫嘴了，他还小，很多事情都不懂。他都16了，也该懂一懂了。嘿，小黄雀，要不要到温哥哥房里？温哥哥给你看点好看的书，给你开开窍。看什么？我要开什么窍？哎呀，跟我走就知道了，保证你不会后悔。真的？那行，我跟你去。那你们去吧，我先回房了。你跑什么呀？一起呀！这一夜，很多人都成长，江宁儿也是。第二天醒来时，他发现二人是面对面互相抱着的。上一次两人一起睡时，还是他回门受伤的时候。还疼吗？不疼了。王爷，你昨天晚上占我便宜了。你确定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讨论？我这个人从不吃亏，我得找补回来。你要说这个，本王可就不困了。你要是怕吃亏，本王不介意让你摸回来。你的那么平，有什么好摸的？那你想摸哪儿？我想摸你的脸。你是想看本王的脸？可以吗？不怕本王长得很丑，然后失望吗？我是诡异的师妹，我也会医术，就算你真的有什么很丑的黑斑，我想我也能给你治好。
好，更何况我觉得你脸上根本没有黑斑。你怎么知道？传闻说你10岁后就全身长满黑斑，我推测你这种后天才出现的黑斑，应该是中了什么毒所致，并不是先天的胎记。噬魂这种毒最大的特点就是毒性十分霸道，中毒者虽会饱受其害，但同时你也不会再中其他的毒了。按道理，如果我推断没错，你的黑斑是毒素造成的话，中了噬魂后，你的黑斑应该就会自动消失。本王可以摘面具，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本王想要你给本王生个孩子。孩子？我看一下你的脸，就要给你生个孩子，你这个条件也太不对等了吧？没有什么不对等，本王的脸很金贵，只给未来孩子的娘看。你不是答应我师兄1年不行房的吗？那就1年后，可好？1年后我……宁儿，其实我就是……王爷，宫里来了一个公公，请您赶紧进宫一趟。行，本王知道了。王爷，你还是先去忙你的吧，这个事不急。那行，等本王回来再给你看。江宁儿又自己躺着睡了一觉，再醒来时只觉得整个人基本都恢复如常了，于是不禁开始思考2个问题。一是他觉得自己需要跟那个李雨楼的六爷断了联系才行，凤血丹他也可以自己找，既然他想跟秦君夜好好过，那他必须得跟那个跟他有过一夜肉体关系的人不再往来。二则是昨天皇家学院里的那场针对他的暗杀，昨天那些门人死不足惜，他隐隐觉得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鬼谷门内恐怕是出了什么事情，他得回去查查了。思路清晰后，他便穿衣服起身，摸到了秦君夜的书房，准备去找找练字的字帖。他把书柜上一应字帖都拿了出来，在他书桌上摊开，可发现好像不是很喜欢，于是他又在书柜上随意的翻翻找找，最后看中了秦君夜自己手写的一本军法心得。这是江宁儿第一次看到秦君夜的字儿，觉得他的字儿真的写的是极好，工整又不失风范，霸气却不显张扬，简直完美契合了他的喜好。就这个了。江宁儿满心欢喜地把这本军法心得塞进怀中，准备回房好好研究一下。你是谁？怎么把王爷的书房弄得这么乱？这个问题该是我问姑娘你才对吧？你又是谁？我叫陆灵一，想必你就是那个江宁儿吧？江宁儿一眼就看出对方对自己的敌意，但怕他是秦君夜的什么客人，自己若是处理不当会坏了秦君夜的事儿，所以他决定不说不错，不予理会，就准备直接离开。陆姑娘这是干什么？我3年前就与王爷相识了，我今年16，应该比你大一些吧？日后我便唤你一声江妹妹如何？日后？陆姑娘的意思是要在王府久住？王爷没跟你说过吗？我是他从永贤山庄带回来的，我爹与他是多年的至交好友，而且很快他就会纳我为侧妃，所以往后就是我跟江妹妹你一起照顾王爷了。侧妃？是王爷这样跟你说的？若是王爷真的特别喜欢你的话，倒是也可以破格让你做侧妃。真的？这个就得正妻点头，得由正妻亲自给他纳进来才行。所以你的意思是，只要王爷喜欢我，你就得帮他纳我进门喽？通常来说，正妻讲究的就是一个大度大气，要有主母风范。夫君若是真的提了，自是要帮他纳的。不过很抱歉，我可不是那种大度的正妻，我是不会同意纳侧妃这种事情的。你这女人怎么这么小气？王爷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而且你也不过就是个替嫁的，你也没多高贵，你凭什么霸占着他不放？就凭我是他8抬大轿明媒正娶的妻子，凭我是皇上亲自御蝶的王妃，凭我是秦君夜喜欢的人，那么你呢？你又有什么？见陆灵一被他对的没话说了，江宁儿继续说道：所以陆姑娘，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有我在1天，除非秦君夜他休了我，否则我绝不会允许任何别的女人跟我分享一个夫君。还是说陆姑娘你只是想要当个无名无分的外室？江宁儿，你别侮辱人，我堂堂陆家大小姐怎么可能当外室呢？世人都知晋王又丑又残暴不仁，好人家的女子对他都该是避之不及才对的。陆姑娘，你到底看上秦君夜什么了？亏你还是他的王妃，你怎么能这样说楼主？楼主明明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才不是你说的那样。外面这种风声，别人信也就罢了，你是他王妃，你居然也信？而且楼主风神俊貌，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男子，他怎么可能会丑？楼主这下把江宁儿弄得有些糊涂了。陆灵一为什么会唤秦君夜为楼主？哪个楼啊？你这么说，难道你见过他面具下的容貌？当然见过，莫非你是他王妃，你没见过？江宁儿眼尾一挑，好家伙，他本没怎么对这个陆灵一上心，觉得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陆灵一的这话却叫他心里噔的一下，猛地一沉。早上他还跟自己说他的脸只给未来的孩子娘看，但现在看来，秦老六倒是给未来
孩子找了不少的娘妈，一把推开挡着自己的陆灵一，踹开了书房的门，就大步走了出去。怎么还动手啊？什么人嘛？陆灵一揉了揉自己被推的肩膀，瞧了眼被江宁儿摊了一桌没有复原的字帖，只觉得这个女人真是太没素质和礼貌，真是一点都配不上楼主。于是又把一本本的字帖合拢，将书房收拾干净。等到秦君夜回到书房时，正好看到陆灵一将最后一本字帖放回书架的背影。你来这里做什么？我只是想给楼主你送些糕点，进来后发现书房有些乱，所以给您整理一下。整理？你把这里当成是你永贤山庄吗？谁允许你进来的？陆灵一虽说与他确实认识有3年，可接触到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每年李雨楼家宴而已，所以他还从未见过他发脾气时的样子。清玄闻声连忙跑了过来，看到陆灵一在这儿也是一惊，但也明白了秦君夜生气的点。是属下的失误，没有发现陆姑娘进来了，还请王爷责罚。楼主，你别怪清玄哥哥，是我趁着清玄哥哥不注意自己溜进来的，我真的只是想给你送点吃的就走的。王爷，陆姑娘也是第一次进王府，看在陆庄主的面子上，您就原谅她这一次吧。是啊，楼主，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灵一下次不敢了。看到江宁儿哭时，秦君夜觉得心疼，但看到别的女人哭，他只觉得满心烦躁。你来这里没有让王妃看到吧？没有。都给我滚出去！陆灵一拔腿就跑，清玄也是连忙退身走出了书房。清玄哥哥，楼主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我以前在山庄也见过他教训下属，可也没今日这么可怕过。你现在知道怕了，陆姑娘，我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吗？王爷的院子你不能随意进去的吗？我以为只是个院子而已，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书房里明明也没什么要紧的，但我觉得楼主刚才几乎想要杀了我。那倒也不至于，你是陆庄主的女儿，王爷再气也不会真的伤你的。而且王爷这么生气，也是怕王妃看到你会误会的。楼主难不成真的喜欢那个江宁儿？当然是真的。可那个王妃一点礼貌都不懂，人还特别嚣张。你怎么知道的？你不是说你没见过王妃吗？我是听说的呀。王妃确实是不拘小节，但是却与王爷很合的。怎么说？你今日也看到了，若是王爷凶起来，普通女子怕是都像你这样的吓得哭鼻子了，但王妃她就完全不会。她完全不怕吗？那楼主凶她的话会如何？王妃要是不高兴了，说不定能跟王爷打上一架，就算打不过，她也一定会反击。什么？她胆子这么大？陆姑娘，王妃现在还不知道王爷跟李雨楼的关系，不管你这几日会不会与王妃撞见，你切记断不可在她面前暴露你真实的身份。那我要是暴露了会怎么样？永贤山庄也算是颇有名气的茶商，又是唯一跟李雨楼有明面来往的据点。如果让王妃知道了陆庄主的女儿在这里，我怕以王妃的聪慧，很容易就能顺着猜出王爷跟李雨楼的联系了。陆灵一听到这儿开始腿软。怎么了？你怎么又哭了？我爹什么时候来接我呀？不是你当初偷跑出来说非要见识一下京城的吗？不了，我不想见识了，我就想回家。算了，不钓了，你这根本没鱼。你别污蔑我鱼塘啊，我这鱼多着呢，是你自己心不静。你这里这么安静，我有什么好不静的？你心里想着秦君夜自然不静。谁说我想他了？老娘今日非要钓起你这一条鱼来，不然我就把你这破鱼池给炸了。到底他怎么得罪你了？怎么得罪？哼，好问题。一开始江宁儿只是不爽秦君夜带了个女人回来，都不跟他说一声，还让人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了他的院子。想来他当初第一次进他院子时，都还被瘟疫阴阳怪气了一番的。为此江宁儿有些烦闷，就到裕亲王府找秦天玉和上官小小散散心聊聊天，还没想那么多。后来他无聊摸出了怀里揣着的那本秦君夜的军法心得，竟越看越觉得那些字儿眼熟，总觉得一定在哪儿见过。他把跟六爷写的协议书拿出来看了一眼，结果一比对，发现六爷的字迹居然跟秦君夜的一模一样，又是被叫做楼主，又有一样的字迹，且六爷上次解读时还那么熟悉王府，他就算是傻子也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而且很明显，秦君夜应该早就知道他是鬼谷门的掌门了，但他偏不说，害他一直怕自己不是处子之身，被他发现后被他气急一刀砍了。为此江宁儿一直不敢面对自己的感情，而觉得苦恼不堪。结果跟他有夫妻之名的秦君夜和那夜跟他有夫妻之实的六爷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江宁儿觉得秦君夜就是故意用两个身份在戏弄
弄他，看他笑话。他最恨别人耍他了，这可把他气坏了。但你跑我这待着也不是办法呀，你都待2世了。怎么不欢迎？你要是来找我玩的，小弟我自然欢迎。但你如果只是拿我这避风头的话，我这人最怕麻烦事。但你那夫君偏就是个顶麻烦的。你是他王叔，你还怕他？你跟他成亲这些事，你难道会不知道他是个多不好惹的？但他还跟我说你不好惹呢。我跟他交集不多，但是我对他倒是印象深刻。小时候我们是一个太傅教导授课，我无聊就在他椅子上点了鞭炮，把他屁股炸了。他那个时候也才6岁，拿着剑愣追了我10里，真是的，一点都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你拿鞭炮炸自己侄儿屁股，你这行为哪里像一个长辈了？我虽说跟他隔着辈分，但我也大不了他几岁。我那时候正是招猫逗狗的年纪，做这些不良人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是他没有娱乐精神好不好？江宁儿横了他一眼，实在不敢相信秦天玉这种人长大后居然还开学堂，还做院长。反正我跟他性格合不太来，他一板一眼。不过没想到多年后，我跟他媳妇儿居然合得来。他哪里一板一眼了？他根本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啊，他怎么不正经了？说说看。你少来八卦。不过也奇怪了，你出走2日，他怎么都不来找你？说不定是找了，只是进不来而已。啊？因为我来时在你府外的紫竹林里布了七杀阵。我说我亲爱的大姐呀，他到底怎么你了？你要让一个皇子死在我府门外，我可背负不起的呀！我有那么蠢吗？我设置的只是简单的七杀阵，没有放机关，顶多就是困着他进不来而已。那你这是为何？其实江宁儿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如何，但突然知道真相后，就是觉得满心恼火。但你就这么在我这里待着，也不是办法呀。江宁儿也意识到了，他其实就是有一口气儿没出罢了。翌日，秦天玉为了证明自己的鱼塘里是有鱼的，他打捞了几条上来，然后架起了篝火，跟上官小小还有江宁儿师徒3人在王府院中围炉烤鱼。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糊味？我的可香了，不是我的，我的还没熟呢。是不是师傅你自己的烤糊了？太丢脸，在这里乱丢锅。胡说，为师稍可技艺精湛，怎么可能烤糊呢？他还是心虚的翻了一下自己的鱼，发现也没糊啊。都3天了，你还不会？你就这么急着赶我走？倒不是赶你走了，而是以我对秦君夜的脾气的了解，他若真的在乎你，你不声不响离开这么久，3日也该到他忍耐的极限了。我就希望师姐干脆就留在玉清王府，别回去算了。我们3个人在一起多自在呀！不怕黑，夜里师姐还能陪我一起去茅房呢。你师姐跟你不一样，世人都知你送我半个养女，就算她现在是我挂名徒弟，可到底是有夫之妇，长时间住我这儿是说不过去的。既然如此，师姐你可以休了靖王爷，嫁给我师傅呀，我正好缺个师娘呢。乱讲！他能用七杀阵对付秦君夜，我要娶了他，保不齐他能用什么对付我呢？你是嫌你师傅我命太硬，想送我快点走是不是？你几个意思？我有那么可怕吗？你还敢嫌弃我？没有，我哪敢呢？不过这确实是个法子。你真觉得跟老六合不来的话，我可以出面去跟皇兄说，让你和离。你们2个怎么回事？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有没有听过？哪有你们这种合起伙来劝人离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不就是想让我走吗？哼，老娘走就是了。转身准备离开，但是走了2步又停下来。我问你，如果你发现有人耍你，你会如何？那就耍回去喽。耍回去？江宁儿回过身想了想，觉得这个主意倒是不错。等确定江宁儿真的走了，我说师傅，你真的不想留师姐吗？你们2个明明那么合拍。你真没闻到什么糊味？这会儿我好像闻见了。就在这时，王府的管家朝院中2人急忙跑来。主子，不好了，晋王爷把你的紫竹林给烧了。什么？秦天玉惊呼了一声，就开始朝府外跑。住手！都给本王住手！玉王叔，真是许久不见了。老六，你少给我来这套！你几个意思？你真把我当你王叔？你还烧我林子？你知道我当初种这片林子时有多辛苦吗？那王叔见我王妃扣你府上多日，又是几个意思？我扣他？你可太看得起我了吧？我扣得住他吗？明明是他不想见你，自己设置的这个七杀阵就为了防你，连我都是刚才一层层解了才走出来的。你说什么？宁儿她不想见我，为何？我还问你为何呢？你到底怎么欺负他了？我劝几日他都不肯走。他现在人呢？我要见他。人刚回王府去了，现在已经不在我这儿了。老六，我可告诉你，他现在不光是你的王妃，也是我的徒弟，你最好是给我好好待他，否则我定跟你没完。秦天玉哼了一声，就转身要回去，走了几步，又回头冲着秦君夜吼：让你的人给本王把竹子都种回去，否则我一样跟你没完。秦君夜把他的人留在那儿给玉亲王种竹子，自己则一个人一头雾水的回到了晋王府。刚踏入府门，管事儿就来报说江宁儿确实回来了，不过没待多久就
就又出去了。他听到这个结果，满心烦躁。这时清玄带来消息，说鬼谷门的掌门要见他。什么？秦君夜得到这个消息时，脑子里有些错愕，但也没多想，换了身六爷的衣服，就赶紧去与他赴约。他约二人在京郊僻静的一处凉亭见面。大老远的，秦君夜就看到他倚在柱子上的身影。秦君夜摘下面具，漫步走了过去。不知晋王妃今日早在下。六爷，江宁儿一看到他就小跑了过去，一把跳起来勾住了他的脖子，并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你终于来了，人家可想死你了。秦君夜一下子整个人僵在了那儿。你怎么了？怎么，你不喜欢我亲你吗？自然是喜欢的。但是说完他又想起，等等，他现在可不是秦君夜呀。但你不是一直很反感我调戏你的吗？讨厌，人家哪有说过我反感啊，人家只是矜持一下了。你到底怎么了？生病了？哎呀，我没生病。走，我们先坐下来再慢慢说。然后拉着他的手走进凉亭，按着他的肩让他坐了下来。他本以为江宁儿会坐在自己对面的石凳上与他说话，结果下一瞬江宁儿就主动坐到了他的大腿上。你今日好像有点奇怪。我哪里奇怪了？我这不是见到你高兴吗？你确定你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六爷，你看我像不舒服的样子吗？今日喊你出来是有正事要跟你说的。什么正事？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我准备跟秦君夜和离。你要跟他和？你要和离？你干嘛这么惊讶？我跟他和离不好吗？是哪里好了？不行。为什么不行？六爷你怎么了？不是你说要我做你的女人吗？我不跟他离了，如何跟你呀？他一脸的错愕，这让他怎么回答？你这个样子是不想要我了吗？不是，你。他极力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深吸一口气问道：所以你是觉得秦君夜对你不好吗？他倒不是对我不好，只是我觉得我跟他不合适，还是早散早好。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六爷你比较好，所以决定甩了他，跟你在一起。他哪里不好了？其实一定要说哪不好倒也没有，就是他给不了我想要的幸福。秦君夜是有隐疾的。他有什么隐疾？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讲哦。秦君夜呀，不举。这不可能。你跟他又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但你不是也没试过吗？你怎么知道我没试过？因为我知道你们成亲后根本没有住在一起。那看来你的消息滞后了。我前2日就是在他院中过的夜，我那夜跟他试过了，所以才发现他不举的。你这就分明是在胡扯了。六爷，你怎么就知道我在胡扯了？关起门来就我跟他2个人，你总不会告诉我你离雨楼探子躺在我跟他的床底下吧？你是不是其实已经……六爷，你是不是在怕秦君夜？怕他不肯跟我和离，我没法跟你好好在一起。我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这次是非常坚定，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所以我决定，他如果不同意跟我和离的话，那我们2个就私奔。私奔？是啊，我东西都清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走。反正我说什么都不会再回晋王府了。你是认真的？当然是。六爷，你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你其实不愿意跟我私奔？良久，秦君夜都说不出话来。江宁儿便推着他从他身上站了起来。看来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之前与我说的那些也都是耍我的事吧？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话就没一句能信的。哼，你跟秦君夜都是一路货色，你们就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你们蛇鼠一窝，你们一丘之貉，你们2个双向奔赴去吧。你不要我，多的是人要我，老娘才不要陪你们玩了。江宁儿越说越气，最后在他脚上狠狠踩了一下，转身就朝着装着细软的马车走去。宁儿，秦君夜，你放开我！本王不放。你是觉得我打不过你，所以你就可以这样为所欲为的戏弄我，是不是？你混蛋，你过分！你凭什么不放？就凭我是你夫君，是你男人，天涯海角，这辈子你都别指望我放开你。江宁儿见挣扎不过，气得转过身，照他胸膛狠狠咬了一口。谁让你不放开我？你活该！他俯身将他搂进怀里。是我活该。你若还不解气，我再让你咬，让你打也行，我都绝不反抗和还手。如何？你要我打我就打呀，那我不是很没面子？我偏不。是我的问题，我不该骗你，该早些告诉你。可我也是没办法，你一直躲我，可我又实在想跟你亲近，所以才用六爷的身份接近你。你耍我，你还有理了？没有，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会如此了，我绝不会再瞒骗你什么。不要走，好不好？见江宁儿不吭声，他与她并肩厮磨了2下。宁儿，回复错了。江宁儿听到这声，忍不住磨了磨牙，感叹这个秦老六现在是越来越会哄人了，而他呢，偏不争气的吃他这一套。
套。哼，我有问题问你，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若再敢骗完我就一针把你扎到不绝。我可没有不绝，这个你是最清楚的。秦君夜，我现在没有在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好，你问吧，我绝不骗瞒你。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就知道我是鬼谷门的掌门的？从一宿阁拍卖第2天起。我到底哪里露馅了？你没有露馅，是前一天我们掉落崖底温泉时，我把千里香的墨涂到了你的手腕上。我用熏香碟顺着去找，看到了你在洗澡，发现你的手工纱遇到热水就消失了，我便都清楚了。你居然还偷看我洗澡！我是你名副其实的夫君，看一下你洗澡又怎么了？你要是怕吃亏，下次我们一起洗。他就说吧，这秦老六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人。那个陆灵一呢？他又是你什么人？陆灵一？秦君夜的眸光顿而一沉，这下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了。他什么人都不是，只是我李雨楼一个下属的女儿。过2天他爹就会来把他接走，不对，今日回去我就把他赶走。算了，既然是你下属的女儿，你要是把人赶走，岂不是丢了你作为楼主的人心？那姑娘喜欢你，虽有些小心思，但也没什么杀伤力，无伤大雅，就等他爹来接她吧，不用赶人家了。但我又不喜欢他，我只喜欢你。其实关于陆灵一跟他的关系，他多少可以猜到是怎么回事，也并非是吃醋，因为在他看来，陆灵一当他对手还不够格，但他就是小心思作祟，忍不住想听他亲口说。那你呢？我什么呀？宁儿，我也要听。你说什么？我眼神不好，没听见。确定要继续装傻？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王府了。我们秦君夜的吻总是强势又霸道，一如他的人一样，带着不容拒绝的气势。刚才被江宁儿撩不起的火，现在还在他身体里烧着，他炙热地侵袭着他刚才消想了许久的唇。江宁儿被他吻得七荤八素的，直到最后他嘤咛着告饶，他才松开了他。喜欢谁？你，我喜欢你，行了吧？秦君夜得逞般的一笑，这才心满意足地松开他。不过这份喜悦并没有维持很久，秦君夜很快就乐极生悲的眉心皱了一下。怎么了？下一瞬他便捂着胸口，猛地一口鲜血涌了出来，脱力的朝地面倒去。秦君夜连忙上前扶住他，发现他竟是毒发了，但怎么会呢？明明他什么也没干呀。这时江宁儿鼻尖才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他分析了一下香气的成分，一下明白了过来，正是这个香气诱发了他的毒。四周传来一群狂妄的大笑，数十个身影将二人团困其中。3年不见，晋王爷别来我样子还未说完，一枚飞石直接就把他脑门砸了个包。臭丫头，你敢伤我！宁儿，趁现在你快跑！好，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丢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今天一定要教训这个狗杂种，居然趁着我们两口子打情骂俏的时候下手，他太过分了，简直没有公德心。可你没有内力，你的功夫不足以应付他们，我现在护不了你，黄雀他们在1里之外，你快去找他们，听话，快走！不行，我不可能丢下你一个人走的。说完，他一把拿下秦君夜腰间的信号弹，直接朝天向1里外的黄雀他们发送信号。别白费力气了，今日不会有人来救你们的，这里4周都被我下了毒，你们的人不可能进来的。原来当年是你，看来这3年噬魂之毒应该是折磨的晋王印够呛，才会将如何记忆深刻。没错，那年秋猎围场，你正是中了我古斯娜所下的噬魂毒。秦君夜，当年我没能直接将你毒死，让你搅活3年，但是这一次你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原来你就是害得我们家王爷中毒的人，正是我古斯娜下的，如何？哼，老子弄死你！真是没想到，这个晋王妃果然如传闻所说的相当美艳呐。是呢，而且性子也够辣，也喜欢。怎么心动了？那女的就交给你们慢慢折磨，我只要晋王的项上人头回去复命就行。那咱哥几个先轮番爽一爽，之后再慢慢的杀他。秦君夜听着他们调戏的话，一下气急攻心，又呕出一小口血来。不气，他们不能把我如何的。既然今日你护不了我，那就由我来护你。不行，你刚刚才答应过什么都听我的，所以不许说不行。而且王爷你忘了，我可从来都不是什么弱女子呢。这时古斯娜那儿已经退后2步，挥手指挥众人动手。谁敢伤我男人，我就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话落，众人都朝2人挥来。只见江宁儿腾身而起，风吹发舞，他抬手将药粉向4周一撒，紧接着哗的一阵击鼓融化的声音，那些持刀砍来的杀手们不及喊叫，被分化成了点点血水
爆裂于空中，掩入尘土之中。秦君夜纵使知道他会毒术，可看到这一幕还是惊愣了神儿。古斯娜也是用毒之人，更懂毒的药性，所以他十分震撼。天下怎么会有可以做出这种叫人瞬间融化骨血的毒来？你到底是什么人？想知道？右手一抖，祭出袖中的古刀，那就问阎王去吧。江宁儿飞身冲去，却在快要一刀刺中古斯娜喉头时，又被暗处连发的暗气逼退。他迅速腾身后撤，看到这些暗气，这不是……可看到从暗处出来的几个鬼面黑衣人护在他身前后，他便又觉得自己有底气了。幸好主子有远见，怕那些散兵游勇解决不掉你们，早就留了后手。他们可是主子重金买来的江湖第一杀手组织鬼谷门，你们今日死定了！你主子到底是谁呀？怎么可以这么聪明？想知道？等下辈子吧！鬼谷门的兄弟们呀，给我杀了他！但不知为何，他豪言壮语一番后，他面前的几个鬼面人却迟迟没有动手。孙玉，你个鳖孙，还不给我滚出来！这声叫骂让他又惊又喜，吓得他真的就从树上直接滚落到地面，连忙跑到江宁儿面前，盯着他看了老半天。天哪，掌门，你什么时候变成女的了？江宁儿气得提着裙角，直接一脚不客气地踹了过去。老娘本来就是女的。鬼谷门玄武堂孙玉。见过掌门。王爷，王妃。这时黄雀也已经驱散了毒雾，带着人马奋勇而至。都住手，是自己人。谁跟他们是自己人？王妃，他们可是鬼谷门的人，上次还暗杀你呢，你忘了？我今日定要把他们的鬼窝给掀了。臭小子，大的口气，有本事你就来啊！看孙爷我打得你满地找牙。黄雀，给本王把剑放下！刚吃力吼完这一声，人又跌了下去。天哪！黄雀赶紧朝他跑去，都给我把刀放下！便也朝着秦君夜急急而去。黄雀忙把秦君夜上身扶起，江宁儿则是跪在他身侧，开始给他脱衣施针。这些鬼谷门人应该不会伤你吧？江宁儿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一边给他快速施针，一边说道：“你放心，孙玉是我在鬼谷门内的心腹，跟那日皇家学院的不是同一批人，他们绝不会伤我。”王妃，你居然是鬼谷门的人？他就是鬼谷门的掌门，所以黄雀，你断不可碰鬼谷门。什么？王妃，你还是掌门？江宁儿不理黄雀的讶异，专门给秦君夜解毒。针灸过后，可以看到秦君夜的呼吸明显平顺了起来。他又给他喂下了一颗药。王爷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我明显感觉这次毒发比我以前都要好些，起码这次我还能看到你，没有失明，以前我从未有过。毕竟我给你解过一次毒了，你自然会好很多。只要再多几次，你的噬魂毒我定能给你进出。你先把王爷送到马车上去，我一会儿来。你要去哪儿？自然是给你把当年的仇报回来。留活口就行，当年的事本王还有许多话要问他。还有，你这几日身子虚，出气让别人动手就行了，明白吗？明白。等到江宁儿重新走过去时，古斯娜已经被鬼谷门人五花大绑成了一个螃蟹，趴在地上。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给我揍他丫的！一群人摩拳擦掌的开始对着那古斯娜一顿输出。厉害是吧？想杀我是吧？你还敢伤我男人是吧？说你那大聪明的主子到底是谁？你们有本事就一刀杀了我！杀了你反而给你痛快了？你以为我会这么蠢？孙玉，给我阉了他！是，别，我说是二皇子，大聪明是二皇子。江宁儿听到这个答案不算意外，但还是忍不住磨了磨后槽牙。秦军旗那个死猪头，这个梁子他们结大了。秦军旗给你多少钱杀我们？他其实只要我杀晋王爷，没有说要杀你。他给我的2万，但我不会武功，怕弄不过晋王。然后我就去找了那些已经被你弄死的江洋大盗们。什么？我们家王爷的命居然只值2万？他侮辱谁呢？掌门，其实不值2万，给我们这儿也开了价呢。秦军旗给我们鬼谷门开的什么价？5万两黄金。你们为什么比我贵这么多？你还敢跟我们比价是吧？我们是专业的，你找的那些个业余的能跟我们比吗？就你那几个破烂玩意儿，还不够我们掌门玩的呢。所以我们现在拿到多少了？定金2万两黄金，还有3万两黄金尾款没有结，说是等拿到了晋王的项上人头再给钱。其实那个二皇子很清楚，古斯娜只有毒能看，根本看不上他找的那些人，更知道要晋王性命还得靠我们。你还给我挺自豪是吧？掌门，我真不知道晋王是你男人呢，不然给我100个胆子，我也是绝对不会对他。这个我们先不聊，之后我自会找你算账。问到了他想知道的，几人对着古斯娜又是一顿胖揍，直到把人揍晕了才作罢，然后就把人交给了晋王府的人。
等到江宁儿回到马车上时，秦君夜已经脸色大好，靠在软垫上闭目小憩。他本想喊他，看到这一幕却忍住了。他小心翼翼地挪到了他近身，歪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其实江宁儿上车的那一下，他就已经醒了。在看什么？自然是看王爷你呀。看我？那本王好看吗？好看。王爷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看，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看的男儿。你之前又不是没见过，怎么不见你这样说？以前那不一样。那现在呢？现在你自然是我夫君呀。说吧，想干嘛？王爷，你怎么这么了解我？我其实也不是想干嘛，就是想跟你借个人。借人？谁？我想借签名一用。你要签名做什么？刚才我从古斯娜那里打听到了，背后之人是秦君奇那个死猪头。秦君夜闻言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看来也早就心知肚明。他给古斯娜开了2万两白银买王爷的性命，给我们鬼谷门则是开了5万两黄金。我就奇怪了，他怎么这么有钱？这就有钱了？跟你这种100万两买根草的李雨楼楼主自然是不能比的了。但我想秦君奇怎么也不会说倾家荡产要王爷你的性命啊，所以他的家底应该远比这些丰厚。可他虽是皇子，也不该有这么多钱才是呀。秦君奇有他自己的钱袋子，他掌管着漕运，平日没少从这上面牟利。那难怪了，感情也都是些黑心钱。怎么，你该不会想打秦君奇钱的主意吧？什么叫我打他主意呀？分明是他打王爷你的主意呀！他买凶杀你，咱们不得找补点回来呀？他买凶虽没成，可买凶的钱我得让他吐出来。你想怎么坑他？他还差我们鬼谷门3万两黄金的尾款没有结，我想去找他结一下这个钱。我见识过签名剑术高超，十分厉害，我想让他到时候隐在暗处帮我兜底。可你怎么结这个尾款？你难不成还要本王的项上人头？当然不会，我只需要王爷你的一个贴身信物就行了。不行。为什么不行？你若只是想要银子，本王的银子都可以给你，只是秦君奇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贸然对他动手，我怕你有危险。这不是银子的问题，他这么欺负你，难道我们就听之任之？自然不是，只是对付他得从长计议。我知道你为我生气，可你现在是我的王妃，是我妻子，我怎么可能明知道有危险还让你怎么搞的？你怎么还在吐血？宁儿，我好痛，我们先回王府吧。好，我们这就回去。一下马车，王爷这是怎么了？他今日毒发了，先不说那么多了，你跟我一起把他扶回屋去。黄雀，你去小厨房让人煮一鸡汤药来，他吐血太多，要补补。清玄今日不在现场，突然就看到王爷这样了，可把他吓坏了。他怕王妃架不住王爷，赶紧把王爷整个人拖到自己身上，就往屋子里冲。给本王滚！啊！清玄惊愕，飞快的明白了是个怎么回事，连忙把人又推回了江宁儿身上。那有了王妃，您扶一下王爷，我看王爷很严重的样子，我这就去把温少爷找过来。说完就落荒而逃了。哎，他只能一个人将人扶回去了。江宁儿扶着秦君夜还是有些吃力的，秦君夜也知道，所以自己留着些力道，也不让江宁儿太累着。好不容易回到了房间，江宁儿开始给他脱衣脱鞋，又扶着他上床躺着。现在他明白了，有媳妇儿是真的好啊。黄雀端着按照江宁儿吩咐炖煮的汤药进了屋，给我来喂他。王爷明明看着都没事儿了，为什么非要装难受呢？于是他谨记温少爷和玄哥教他的，王爷王妃独处时能有多远就走多远。江宁儿一勺勺的吹凉了喂着，秦君夜躺着一口口的喝着。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药的味道也可以这么甜。入夜，趁着江宁儿去沐浴的时间，瘟疫才姗姗来了。恭喜恭喜啊！这一下子终于得偿所愿了。秦君夜也不反驳，靠在软垫上，一脸愉悦的勾了勾唇。你胸前这是怎么了？有伤啊？没什么，我媳妇咬的。那毒怎么样了？要不要我瞧瞧？本王无碍，本王王妃调理的比你好。喂，秦君夜，你过分了啊！你叫我来不会就是来跟我炫耀的吧？你要是真是这么讨人厌的话，那我现在就走了。哎，那倒不是，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帮忙。好，有什么事儿你说啊？你不是说你近日要回一趟怡宗吗？我听说老宗主比较擅长调理女子身体，还有这种事？我老爹那可是出了名的妇科圣手。说完，他想起前几日江宁儿来月事晕倒的事情，于是明白了他的用意。哦，你是想给江
宁儿治啊？他说就算是他师兄鬼医也不善这方面，但我见他前些日子难受的紧，所以想老宗主是否有法子？我把过了江宁儿的脉，他的身子骨啊的确不算太好，确实需要好好的调理一下，否则呀，怕是会影响到你们将来要孩子的。孩子影响很大吗？放心，这事交给我吧，我明儿就回一宗找我爹，讨他那套不外传的送子秘方。王爷，王妃让我来传话，说他今晚还是宿在贵兴小院里。你说什么？王妃说她睡觉不老实，王爷现在虚弱又总喊身子疼，她怕压着王爷了，说等王爷身子好了，她再住过来。秦君也无语，刚才他脸上的那份喜悦之情，顿时犹如被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看来我空袭的有点早了。老钱，我可得给你好好的科普一下啊！你想要孩子的前提呢，是男女得先睡在一块儿，不然这孩子是出不来的。说完就不理秦君夜如刀的眼神，嘿嘿笑了2声，就赶紧撒丫子跑了。而聪明如江宁儿，怎么可能没发现秦君夜在马车时的咳血和虚弱都是装的呀？只是这个男人霸道时强硬的不许人拒绝，而柔弱起来又实在是让他看着舍不得拒绝，所以他觉得去坑秦君其钱的事情只能是背着他去了。见夜色一深，他便走着老路从贵心小院翻墙出了晋王府，与他鬼谷门的人碰头。江宁儿跟孙玉他们交代了一下等下要怎么做，几个人就准备动身，可刚要行动，人就被一个身影拦住了去路。签名。王妃，王爷既然说了让你不要擅自行动，你还是听王爷的吧，你这样会让王爷担心的。听你这么说，就是王爷还不知道我出来了？王爷吩咐我暗中保护王妃，我见您出府就赶紧跟上，还没来得及跟王爷汇报。既然你怕王爷担心，你不跟他说不就好了？天亮之前我就可以解决完回王府，王爷不会发现的。可是，还是说签名你要强行把我绑回去不成？属下不敢。签名，你现在有2个选择，要么跟我一起去保护我，要么你就现在回王府去告我的状，反正秦君齐的麻烦我都是找定了。签名知道如何都阻止不了江宁儿的话，自然是选择以保护她为主。众人就开始出发。签名的任务很简单，就是隐在暗处，随时待命，保护江宁儿的安全。签名选了一个能纵观全局的地点，此时已经看到二皇子带着他的人马正朝着约定的小山坡而来。签名拉紧手中的弓，开始做好随时动手的准备。这时秦君齐已经来到了约定的地点，而密林之中，江宁儿与鬼谷门一行也漫步走了出来。可看清那行人的脸时，他又错愕不已。江宁儿他们并非是用鬼谷门的身份，那一张张的脸竟是今日被他已经化成血水的江洋大盗和古斯娜的脸。古斯娜见过二皇子，这个声音竟也是一模一样的。签名有些吃惊，他还从未见过如此高超的易容术。古斯娜，怎么只有你的人，鬼谷门的人呢？二皇子就别提鬼谷门那群废物了，他们3两下就被晋王都杀光了，还得是我古斯娜出手才将晋王拿下。什么？你是说就凭你就把秦君夜给干掉了？听二皇子的话，看来是不信了。古斯娜丢过去一个东西，晋王的贴身信物，想必二皇子不会不认的。秦君齐的下属将地上的玉佩捡起来后，递到了秦君齐面前。这就是他的玉佩没错，我记得是玉嫔送给他的，他自幼就带着，从未离身。古斯娜，你可以啊！你居然真的得手！本皇子终于除掉了秦君夜这个心腹大患。事已成，那二皇子是不是该给钱了呢？秦君齐倒是爽快的就让下人把银子搬了出来。只是2万两，怕是不够。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2万两，怎么了？你想变卦吗？二皇子，要我说，是你不地道才是。你给那些废物一样的鬼谷门开5万两黄金，只给我开2万两白银。可如今成事的是我古斯娜，是否也该给我5万两黄金呢？只要是能成事的，钱就该给能人之士。来人，把本来要给鬼谷门的5万两黄金也都给他。3个沉重的箱子被摆在了古斯娜等人的面前。古斯娜本满心欢喜的上前想要查看那几箱金子，却被搬运箱子的几个下人回身一记刀刺了过来，惊叫了一声，轰然倒地，箱子也被他推倒了一个。这时众人才发现3箱金子下边都是碎石头。你真无耻！就闭眼撅了过去。你才傻！你们杀了天楚国的一个王爷，居然还会以为自己有命花这些钱？来人呐，给我把他们都杀了！两边的人马开始了混战，但很快秦君齐就发现不对劲儿，他冲上去的人不知怎的都突然变成了软脚虾一样，齐齐倒在了地上。糟了，难道他们里
里面还有人会用毒，快跑！于是剩下的几个贴身侍卫连忙撤退，护送着他赶紧逃跑。千明利剑齐齐而发，百发百中，精准将护送秦军旗的几个人都就地射杀。秦军旗被这又快又准的剑法吓得整个人一个踉跄，摔了一跤。他一连好几个跟头翻下去，撞到了一棵树干上，晕倒了过去。千明从高树上一跃而下，连忙去看那个倒地的古斯娜。王妃，千明，你认错了，本王妃在这里。千明猛地回头，发现身后站着的竟是刚才人群里最为高大的一个胖子。胖子冲他笑着眨了眨眼，然后千明眼见着他的身形开始如破掉的气球一样恢复如常。王妃，您这装扮也太奇妙了，属下还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易容术。他奶奶的！这时古斯娜也醒了过来。你是孙堂主，你竟然没事？我们掌门神机妙算，就怕那个小瘪犊子会来阴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做足了万全准备的。我以前只知王妃是大胆，没想到王妃竟还是如此有谋略之人，属下着实佩服。千明，你的剑术才是非凡呢，你怎么学的？有时间你教教我吧。我的剑术是王爷。你是说你的剑术是王爷教的？千明一脸惊悚地看着他，连连摇头。江宁儿奇怪了一下，但很快看到了站在自己身后的人，他吓得一个箭步就躲到了千明的身后。属下见过王爷。过来。江宁儿明知道他生气，哪儿还敢过去啊？千明，你给本王让开！千明，你不许走！王妃，对不住了。然后赶紧一个闪身，迅速退开。没了庇护的江宁儿看到秦君夜正疾步朝自己靠近后，脑袋飞转，赶紧就一把将他的腰给环住了，扑在他怀里。王爷，别以为这样有用。那要是真的没用的话，你就推开我吧。见他没有推开自己，江宁儿就知道这一招果然是有用的。王爷，秦军旗那个坏东西他坑我，给的金子都是假的，他还想杀我们，人家都吓死了。但幸好你来了，看到你，我扑通扑通的小心脏才安定下来呢。孙玉和千明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秦君夜虽憋了一肚子的火，可愣是舍不得对他发出来了。千明，你纵容王妃胡闹，现在给本王回去领罚。是，属下里面。王爷，千明是被我强行拉来的，是我胁迫他的，你能不能别罚？你还为别人求情？你以为你撒个娇就不用被罚啊？你还要罚我呀？能不能不要呀？这时化妆成江洋大盗的几个鬼谷门的人抬着晕倒的秦军旗来到了几人面前。掌门，这个二皇子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置？把秦军旗用个麻袋装起来，不要让他瞧见你们任何人的脸，接着把现场所有人的尸体伤口模糊化，别让人看出动手人门派路数。夫君，秦君夜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他以前都不知道这丫头居然这么会磨人心智。给二皇子府送个信，让他们交20万两黄金作为赎金，就说不给钱就撕了秦军旗的票。现在就去把所有暗影召集，在此期间，秦军旗若是醒了，就把他打晕，醒一次就给本王打一次。王爷，这是要绑架二皇子？既然你们做都做了，那本王就干脆将事情做大。老二坑害本王多次，只要他20万两金子，已是便宜他了。江宁儿高兴的正想要讨好他，双脚就腾了空，人就被秦君夜直接扛了起来。秦君夜，你打哪里？给本王老实点，回去再收拾你。很快，二人就回到了王府。进了府门后，秦君夜终于把他放了下来。江宁儿一落地，就想赶紧溜之大吉，回贵心小院，腰上又是一紧。秦君夜只是手麻，中途换了个姿势，就朝他的院子走去。一进屋子，就抱着他上了床睡觉，就把江宁儿紧紧顾在怀里。江宁儿是个心很大的人，虽然会担心秦君夜是不是还在生自己的气，可他的怀抱真的是太温暖，太有安全感了。很快进入了梦乡，听到怀里的人鼻息变得平稳，秦君夜才慢慢的睁开眸子，忍不住瞧了他一眼，感叹她还真是个没良心的小丫头。这边二人安然进入了梦乡，而另一边的二皇子府里却是彻夜难安。好个古斯娜，真是好大的胆子！这可怎么办？不如赶紧将此事告知皇上吧。皇子被绑架，这可是闻所未闻呐，这得出兵营救啊！不可，古斯娜知道太多二殿下的事情了，说是不能够当下就把他一招击杀，让他被俘虏进了宫，交代了二殿下买凶杀害晋王的事，怎么办？那你说我们该如
如何？这事不能声张，只能我们自己行动。先按照绑架信里说的，把二皇子平安救出来，之后我们在江湖追杀古斯娜都行。可是他要20万两黄金，我们二皇子府不一下得空了。是啊，怎么刚好就是20万？那我这就让管事准备银钱。江婷点了点头，觉得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张师爷刚踏步而出，正好与一个高大的络腮胡男人擦肩而过。郭堂主，你还有脸来？江公子，我听闻孙玉他们玄武堂的人都被晋王给杀了，而晋王被古斯娜杀了，这可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你自己看。江婷气愤地将绑架信朝男人脸上一扔，而这个男人正是鬼谷门真正违背江宁儿掌门禁令，私下与皇家勾结的白虎堂堂主郭青。江公子，你们是不是真的要给古斯娜20万两黄金？如若不给，郭堂主难道有更好的办法？不如让郭某去叫赎金吧，只要你答应我把二皇子救回来，5万两黄金还是给我们。郭某愿意将功赎罪，替你们杀了古斯娜。可是郭堂主，你们鬼谷门可已经败了一次了。江公子放心，我与玄武堂那些蠢货可不同。孙玉是死在晋王手上，可现在我要对付的只是区一个古斯娜，我鬼谷门绝对不在话下。你最好能把二皇子安然带回来，并把古斯娜击杀，否则你拿不到钱不说，像你们鬼谷门这种无能的门派，二殿下也不可能再与你们合作了。江公子放心，之前是我小瞧古斯娜了，但这次我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王爷，你今天真的要跟我一起去啊？你昨天刚毒发过，你该好好休息几日的。难得你还知道心疼我。瞧你说的，我自然是心疼你的，我再给你贴个台阶如何？依你的来。此时秦君夜正坐在梳妆台前，而江宁儿正帮他一点点的易容。一番操作下来，秦君夜已经整个大变样了。他望着镜中完全陌生的自己，也忍不住有些惊叹。你的这些鬼招数也都是你师父教你的？有些是我自己行走江湖学来的。行走江湖，宁儿，你之前到底吃了多少苦？也没多少了，王爷不需要在意这个事情。以后万事有为夫在，我定会护你周全。江宁儿说没吃多少苦，其实并不是客气话，而是他本就是穿越而来，很多本事就是前世就有的。秦君夜的话还是让他觉得心中涌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我相信王爷，既然他们要当绑匪，自然要选个合适的地方进行赎金交易。昨夜他们先走了，便把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了千明和孙玉去办，交易的地方也由他们考察后决定。结果二人到了他们所说的交易点后，皆是一愣：你们怎么选的这里啊？这里易守难攻，我跟千明侍卫一致觉得这里最合适。掌门觉得这里不好吗？江宁儿噎住了，因为他们选的不是别处，居然是他与秦君夜初相见时交付彼此的那个破庙。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嗨，一个破庙能有什么问题啊？这里隐蔽的很，平日里都不会有人过来的，顶多来的也就是些偷情男女。哎，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偷情男女？听到这话，此时曾在这里偷情过的男女本人下意识的就相视看了一眼。江宁儿对上秦君夜的眼神后，飞快的就把人皮面具套上了，没让任何人看出他脸上染的绯红，暗自感叹这个有他黑历史的地方，他绝对不要再来了。去这儿吧，这里很好。这一次是由江宁儿扮演的古斯娜，秦君夜则是伪装成一个江洋大盗，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方便保护他。孙玉则是跟千明等暗影们藏在暗处，随时待命。但看到竟然是郭青带着白虎堂的人来交赎金时，江宁儿还是不小的讶异了一下。古斯娜，你要的20万两黄金我给你带来了。我本以为会是二皇子府的人，没想到居然是鬼谷门白虎堂的郭堂主你亲自来，还真是叫古斯娜我意外呀。看来二皇子府上的人叫你来交赎金，应该是打着想要我古斯娜命的念头吧。咱们都是江湖中人，我便不与你来官家虚与委蛇的那一套。我实话与你说，你猜的没错，我今日不仅要把二皇子带回去，还奉他们的命要将你杀掉。郭堂主好生嚣张，要杀我还直接告诉我一声。我并非是因为嚣张，而我郭青今日来虽是奉命，却没想过要杀你，而是特来寻
古斯娜，你与我合作的。合作？我们有什么好合作的？你该知道，我想反我鬼谷门那个乳臭未干的小掌门许久了。哦，你想反他？想怎么反啊？我早就摸出了那个小子根本没有内力，虽毒下的厉害，轻功也了得，可实则武功并不怎么样。古斯娜，你也懂毒，你既然能够毒得晋王生不如死，不如你跟我一起帮我克制那个臭小子的毒，只要能让他使不出毒来，我想杀他便不是难事。倒是等我坐上了鬼谷门掌门的位置，我也可以分你一杯羹，是吗？郭堂主这话听起来挺诱人的，可是你今日要杀我，我又如何与你合作？只要你答应我，今后隐姓埋名，再不踏入天竺国半步，我可以做一个你的假死不杀你。二皇子府的人已经答应，只要我救回二皇子，就可以给我5万两黄金，到时候甚至可以分你一半。好一个威逼利诱！江宁儿面对郭青的背叛，此时已经在心里骂了无数声娘。不过为了让计划顺利进行，他假意答应，并让人把挂在房梁上的二皇子放下，交给了对方的人，然后走上前去，朝着郭青伸出一只手来。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却没想到远处一道利剑而来，江宁儿眼疾手快，迅速躲开，而这一剑却深深刺进了毫无防备的郭青胸口，直穿了他心脏。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来的弓箭手？江宁儿恢复了本音，还不明白吗？二皇子府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让你们任何人活着回去，所以早就安排了黑羽营的弓箭手尾随你们，只要二皇子一被放，他们就准备把这破庙里的所有人都杀死。你们还傻傻的跟我谈什么假死合作？你们的雇主根本就是想让你们全部都死掉。这该死的官家人真卑鄙！你的声音，莫非你是？哎，就你们这种智商还想反掌门？若不是掌门，你们今日怕是都得死在这里。看到孙玉没死，这时白虎堂的人便心知肚明，这个古斯娜到底是谁了。秦君夜将江宁儿一把拉了回来，把她护在残败的佛像之后，紧接着整个破庙里都是一阵阵兵刃相撞的尖锐金属声，远处便传来无数声的惨叫。江宁儿此时在破庙里可以说是无比安全，外面的黑羽党已经被尽数消灭。等到两堂的人回到破庙时，一齐向江宁儿行礼。参见掌门。怎么，你们白虎堂不是口口声声要反我的吗？现在还让我这个掌门？此前郭堂主说是因为不满意掌门的那些规定，觉得掌门这是在挡鬼谷门的财路，可今日一事，我能理解掌门用心了，掌门的决定是对的。孙玉刚才只是简单的给他们说了一下，掌门其实是个女的，而站在他身边的是他夫君，却并未告知他们二人还是晋王和晋王妃。那个掌门啊，这些白虎堂的兄弟们呢，也都是被郭青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他们刚才也跟我说，甘愿受罚，还望掌门能够原谅他们。这次不是掌门，我们怕是都要死在二皇子府的手上。经此一事，我虽把鬼谷门从天楚皇室纷争里摘出去了，但刺杀晋王失败，营救二皇子又失败，想必鬼谷门无能的名声不日便会在江湖上传开，这些可都要记在你们白虎堂的人身上。白虎堂众人闻言，将头都低得很下，脸上皆是懊恼的神色。所以要我原谅你们，你们就得去做好一件事，挽回我鬼谷门的名声，将功赎罪。掌门想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只要能办到，都在所不辞。江宁儿将装着20万两黄金的木箱一一打开，向白虎堂的人示意：我要你们把10万两黄金换成粮食和生活用品，送到天楚北部边城，另外10万两亲自按需分发到每一家每一户的手里。掌门是要他们去赈灾啊？没错，不瞒你们说，这钱并非是二皇子私银，而是国库赈灾的赈灾银。这个结果是给秦君夜、易容时二人一起商议决定的。秦君奇贪污国库的事情，自是瞒不过李雨楼的眼线。王妃有何吩咐？江宁儿嘿嘿一笑，递给黄雀一颗药丸。把这个给他喂下去，然后把人丢到城中的贫民窟去。至于二皇子府的人能不能找到他们主子，就看他的造化了。明白，属下这就去办。你给他喂的什么药？王爷明日就知道了，等着看好戏吧。转眼已是第二天晌午，江一雪由丫鬟扶着，正款款向门外停着的马车走去，结果就被迎面跑来的一个布衣男人撞了一下。不好意思。哎，
你这人走路长不长眼睛的？把我们家小姐撞坏了，小心你的脑袋！无碍，不是什么大事，你走吧。多谢小姐，小姐人真好。男人乐呵呵地赞扬了两句，飞快离开了。来到一个街角后，将刚才从他身上拿到的那个物件掂了掂。江一雪也是表情一垮，抬脚朝马车走去。一雪，江一雪觉得这声有点耳熟，她悠悠转身，二弟就看到一个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只着一条蟹裤，跟个猪头一样的男人，一下就被扑倒在地。来人，快来人，把这猪精拉走！哎，一雪，是我呀，我是你的二殿下呀。我看你是个二还差不多。哇，一雪，你看我左臀上面是有个红色胎记的，你是知道的呀？你看一眼就知道是我了。天哪，快来人把他拉开呀！江宁儿本是早就想着今日来看笑话的，一路打听到他的行踪，跟到了沛国公府来，没想到一来就看到了这种好戏呀！长姐，光天化日的，你跟这个男人在做什么呀？二妹妹，你们快帮我把这个男人拉开，我不认识他。你们不认识，他还脱裤子给你看，真不愧是长姐，魅力真大。他是要非礼我。这样呀，原来是个大色狼呀，那我帮你教训他。秦军旗的身子有什么好看的？哎呀，谁是要看他身子了？我明明是要看戏，好不好？反正不许，你听个响就行。靖王爷，快来帮帮臣女，臣女很需要你。江姑娘，你自己坚持一下吧。本王让人喊官差了，我家王妃胆子小，她也很需要本王护着她。乖，这人脏，咱们别去碰他，谁知道他身上有什么传染病。而此时沛国公府里的家丁们也已经赶了出来，敢欺负我们大小姐，打他！众家丁就拿着木棍招呼上去了，都给我住手！这阵儿乱棍，直到大理寺的徐大人带着侍卫前来时，才被叫停。舅，你可来了！他们都打我！乱喊什么？谁是你舅？大胆刁民，竟敢冒充当朝皇子！给我把他拖进大理寺关押！舅舅，我真是你侄儿啊！给我把这个冒充二皇子的家伙关回去！下人得令，就把秦军旗丢进了囚车里，然后徐大人才哼哼两声，来到秦君夜和江宁儿面前。这次多亏了晋王爷派人来通报老臣，否则让这人到处自称是二殿下，就怕有蠢笨之人轻信了，折损了二殿下的声誉。我二哥气质金贵，面圣潘安，此人如此容貌，居然还敢冒充他，简直不知死活。徐大人可得好好盘问。现在就把这个猪头给我押回去严刑拷打，定要叫他供出幕后之人来。徐大人，你定要好好审审，他要是不招，您就18般酷刑都给他用上。已经没事了，爱妃不用如此害怕。那个猪精真的太可怕了，真是吓死臣妾了。王爷，你可得保护臣妾。爱妃放心，有本王在，本王定会保护你的。此人今日将我家王妃吓坏了，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徐大人，本王就带着王妃先走了。今日有劳晋王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老臣了。晋王妃既然受惊了，那就赶紧回去歇息吧。本王相信徐大人定会处理妥当。说完，赶紧搂着他朝马车走去。江一雪看着二人贴得那么紧，离开的背影，袖中的拳头不自觉的就握紧了起来。江一雪整了一下自己凌乱的衣衫，可摸了腰间，才发现好像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发现竟是当初他捡的那半块江宁儿的翠玉诀不见了。奇怪，什么时候掉的？马车上，江宁儿笑得整个人前俯后仰。就这么高兴？难道王爷你不高兴吗？是你昨天给他喂下的药，才让他变成猪头的？没错。你从哪弄来的这种稀奇古怪的药？不用从哪呀，就是这2日空闲时间随便做的。他隐隐觉得他的这种性子和手段，倒是比他师兄花竹枝更像诡异一些呢。王爷，我本想的是秦军旗吃点亏也就算了，但你这招更厉害，几句话就把3皇子也扯进来了。秦军旗被绑架时，二皇子府或许一时会慌乱，但时间长了，他们还是会觉出一些奇怪来的。所以本王得提前给他们一点引子，好让他们把古斯娜的背后之人也想成老三才行。王爷，你是说他们会觉得绑架二皇子是有幕后之人指使古斯娜这么去做的？为什么就不能去想是古斯娜自己贪财呢？20万两黄金这个数额是我离雨楼查得到的事情，但是那古斯娜只是一个江湖术士，他没可能可以查得到。想必二皇子府的人定
也会对此奇怪。顺着想，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古斯娜背后有别人，且是一个有可能知晓二皇子贪污灾淫，并很针对二皇子的人。哦，他们会觉得二皇子出事，看起来谁最有利，自然谁就是幕后之人。正是如此。但为什么不会觉得有利的是王爷你呢？因为他们觉得本王样貌丑陋，注定与皇位无缘。他们针对我是因为不喜欢我，不是因为觉得我对他们夺嫡有威胁。你这么说，那这个秦君奇就更坏了，只是不喜欢你就要暗杀你。怕是因为他看上我们家宁儿了。你可别吓唬我，秦君奇看上我？上次你跟诡异的关系那么熟络，秦君奇势必会心痒，他一心想招安诡异，觉得得了你便能得此大愿，而他想要得你，自然得先除掉我。这个死猪头想得真美，就算没了你，难道本姑娘就会看上他？他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呢？所以宁儿，以后行事定要与我商议，不可再像此次自己行动了。嘿，那以后我再行动的话，可以拉王爷你入伙吗？入伙？你说的怎么像是你要找犯罪搭子一样？行不行嘛？想要我入伙也不是不行，只是入伙前，爱妃是不是先把这一次的账结一下？啊，账？什么账？本王在这次教训秦君奇的事上也出了不少力，爱妃不该奖赏一下吗？江宁儿看明白了他的意思，伸着脖子就凑了过去。可就在唇瓣快要碰到的时候，秦君夜却将脑袋向后一撤，没让他亲着。什么意思？你不是要我亲你吗？我要宁儿这次亲的久一些。江宁儿有些哭笑不得，这种事情居然还有谈条件的。嘿，本姑娘就不信亲不到了。江宁儿愤懑了一声，直接长腿一跨，直接将他压得躺在了软垫上，另一只手将他的面具一掀，强硬着就俯身吻上了他，一边被他吻着，一边嘴角扬起得逞的笑意。他其实就是在想方设法的弥补第一次看不见的遗憾罢了。现在他终于亲眼看到，原来当初他第一次把他压着强吻的时候是这副模样，像个又凶又萌的小兽一样。终于心满意足后，秦君夜即刻拿回了主动权，抱住了他，翻身将他压下，承接着他唇间的痴缠。绵长的一吻作罢，秦君夜喘着气儿离开了他的唇。宁儿，我们……江宁儿肚子传来一阵咕噜咕噜咕噜的闷响声。秦老六，你还笑我？好好好，不笑了，不敢了。今早就说过让你吃些东西再出门，你不听。现在都这个点了，你肚子也早该饿了。我要是吃了再出门，就看不到秦君奇这场戏了，那怎么行？那现在戏也看完了，带你去吃点东西。不吃，饿死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算了。又是一阵清晰的闷响。好了好了，再不吃东西，你肚子要打雷了。等到了酒楼之后，秦君夜点了一桌子的菜，都是江宁儿喜欢的。菜色上齐，江宁儿忍不住先夹了一块红烧肉，一口咬下，甜咸适中的油香顿时在他嘴中爆开。开心的他埋头连干2碗白米饭。秦君夜看到他吃的这么香，他不用怎么吃也觉得心情大好了。这时黄雀来到他身边，附耳说了几句：“你先吃，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你去吧，我等了你。”秦君夜起身随黄雀往外走去。没一会儿，江宁儿面前本是控制的位置，就坐下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年大汉了。大汉面容很是陌生，但声音却十分熟悉，正是易容过的孙玉。这菜看着就好吃啊！洗手了吗？就想碰我的鸡？哎，掌门，以前咱们在鬼谷门里的时候，那可都是兄弟们一起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也没有见你嫌弃过呀。这做了晋王妃，怎么还娘们起来了？老子本来就是娘们儿。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按照掌门你的吩咐，白虎堂的弟兄们呢已经上路了，20万两黄金，兵分2路，一半换取棉衣粮食，另外一半折算成碎银。白虎堂的人啊，伪装成了运蔬果的货工，我也派了我一半的玄武堂的人暗中跟着相互照应。很好，传我密令，兄弟们若是路遇贪官，尽管杀，出事由我解决。掌门不是说不许碰官家人的吗？但这次是我亲自下令，你放心，我有分寸。跟兄弟们说，杀完只要留下线索，让查的人以为是古斯那一行干的就行了。秦君夜已经让2皇子他们觉得古斯娜是3皇子的人了，那他就不如再添把柴，加点油，让这2位麒麟皇子之间的火烧得再旺一些。北部边城不比京城，寒冬怕是要持续到4月，咱们速度快些，还能救上一些人。明白，掌门，你也许久没有回去了，门内的兄弟们都很想你呢，你是不是该回去看看了？说来也确实有快半年了呢。是吧？你以往3、4个月不在，他还没啥，但这次真的太久了。哎呀，我这2日还接到了门里的消息，说
说是瑶瑶病重，你真的该回去看看她了。瑶瑶怎么了？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信里面说的好像很严重的样子，我也还没回去呢，不知道具体情况。他或许确实得找机会离开一下晋王府了。等到秦君夜回来时，孙玉已经离开了，只看到桌上多出来一个碗。是孙玉，刚来跟我告了个别。宁儿，过来。江宁儿走近后，他拉着她坐到了自己的腿上，然后从身后环上了她的腰，给她系着什么。是我的双月诀。之前答应你的10天替你巡回，但这些日子杂事太多，一直没有时间，虽晚了些10日，好在完好无缺，物归原主了。江宁儿欣慰地摸了摸自己的双月诀。本来当初你说10天，就在我意料之外了，不晚，已经比我想象的要快许多了。不过你是怎么找到的？此物就在江一雪身上。什么？怎么会在他那里呀？江宁儿惊诧过后，又觉得有些道理。难怪了。怎么了？我回门那日给江一雪吃下一颗尸毒丸，虽说当初那个假鬼医或许给了他什么一时可以压制毒素的药丸，可按道理只要停药后，他全身就该重新出现青褐色毒斑才对。可假鬼医已经死了这么久了，我本来推算时间，他的毒斑早该出来了，可他却一直容貌如常，我还奇怪呢。原来是因为一直拿了我的双月诀放在身上。莫非这是药浴？没错，当年我伤及到了经脉，师傅为了温养我的身体，才给我打造了这2块玉。你要找凤血丹，也是因为你的身体。看到江宁儿点头，秦君夜有些怅然若失。之前温逸曾跟他说过，江宁儿看着活泼，实则内里亏空的厉害。之前他只以为是女子体质本就弱些，可没想到竟是当年坠崖留下的问题。看来凤血丹他得想办法尽快查到下落，为他寻来才行了。喷火！爹爹，你为何打我？还为何？知不知道你差点要牵连到我们整个沛国公府？徐大人不也没认出来吗？这事怎么能只怪女儿一人呢？老爷，这个事情实在是情有可原，相信等二皇子好后，依雪去给他解释一下，二皇子定会原谅依雪的。是啊，爹爹，女儿也是为了二皇子保护自己的清白才如此的，我怎么会想到？老爷，依雪这么做没有错呀。他没错，他甚至教唆徐大人将18般的刑罚都用在了二皇子身上，这叫没错。行了，你们最好是有本事让二皇子对他既往不咎，否则夜市与你说过的，我国公府里面不是只有她江一雪一个女儿，若是她不行，府里面还有3小姐，有4小姐，再不济还有5小姐。爹爹，你这是什么话？二皇子怎么可能会看上其他几个妹妹，那种庶出的下贱胚子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德行，在外面阳春白雪，在家里面仗着自己是嫡出就耀武扬威的，张口闭口喊着自己妹妹下贱胚子。你以为你有多高贵？你以为你娘又是个什么东西？扶你娘为正妻，你才是嫡女。若我废了她，你便也只是个庶女。老爷，你怎么能如此狠心？我好歹也陪你这么多年，你就因为依雪认错了二皇子，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当时晋王和江宁儿也在现场，他们也没有认出来啊，甚至还是晋王话里有误导，依雪才说要徐大人用刑的。你不能怪依雪，你要怪应该怪晋王和江宁儿才是啊。贱人，给我住口！什么都是别人的错，依雪就是有你这种母亲才会养成现在这种性子。当初你们母女2个一起陷害了宁儿替嫁的一事，我都还未找你们算过账呢。现在明明是她出错，还想要宁儿给她背锅吗？打二皇子的是宁儿吗？教唆徐大人用刑的是宁儿吗？我如今倒是要问问了，当初设计替嫁到底是你们2个谁的主意？爹爹，不是我和娘，分明是二妹妹自己贪慕虚荣，是她自己要。再给我装！江一雪的脑门上就被砸出了一道血印来，她连忙抱住了依雪在怀里。是我，都是我策划的。老爷，你要发脾气就冲我一个人来，你不要伤害我的依雪。是我设计要江宁儿替嫁的，都是我一个人策划的，与依雪无关呐。江一雪也十分识时务，一向高傲的她第一次跪了下来认错。爹，是依雪的错，但你相信女儿，女儿定不会让二皇子追究沛国公府。而会向二皇子道歉，你再给女儿一次机会吧。最好是真有办法让二皇子对你回心转意，既往不咎，否则你们2个主母和嫡女的位置就等着退位让贤吧。爹爹放心，女儿明白。至于你，给我搬出东院，住到西院去闭门思过，再给我交出库房钥匙，今后府中的钟馗都交给田姨娘来打理。叶氏整个人脱力的跌在了地上，一直站在一旁像个外人一般的江婷听到这话后
后，终于脸色微动了一下。江映初不想再理这对母女，冲江婷说道：“跟我到书房里来。”是，便随江映初斜后而出。幸好我是有远见的，怕女人靠不住，提前安排了你当了二皇子府上的客卿。这次多亏得是你呀，否则我们沛国公府就要被你的医学妹妹给连累死了。儿子不敢邀功，都是父亲的栽培。二殿下现在什么态度？你觉得我需不需要废掉叶氏母女，换别的女儿送给二殿下？那么父亲觉得还有哪位妹妹更合适？以你之见呢？依我之见，5妹妹才13，怕是不行。3妹妹和4妹妹倒是快要及笄了，可容貌却远不及医学妹妹。二皇子好色，最是看重女子的长相，若是不如医学妹妹的话，他怕是看不上。要容貌胜过医学妹妹，又能让二皇子喜欢的，怕是只有二妹妹了。谁都可以送，唯独宁儿不行。那么看来，还是只有医学妹妹最为合适。他倒确实是将他娘那一身舞美功夫学得到位，但你觉得二皇子经过此事还会喜欢他？其实我也觉得，父亲不如就给医学妹妹一次机会。二殿下虽气，可他现在更气的是3皇子，暂时没那么多功夫计较医学妹妹打他的事情。3皇子，这事与3皇子也有关系？是不是有关，现在还不确定，但是二皇子一行便咬定是3皇子所为。不管是谁干的，能分散二皇子注意力，不计较医学的行为就好。只要医学妹妹的花容月貌还在，我觉得二皇子终究会原谅的。总之，二皇子府那边你再多上点心，为父对你的聪慧十分满意。话虽如此说，可江映初自己很清楚，他这些年根本就没把江婷当回事儿。要好好的在二皇子府里待着，将来我这个世袭的国公之位，迟早是你的。那儿子先告退了。您生辰将近了，今年要不要操办一下？你何时见本王操办过此事？属下知王爷从不喜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仪式感，可今年不同啊。今年如何不同了？今年您成亲了呀，有王妃了。我瞧见王妃近些日子忙进忙出的，我感觉就算王爷您不想操办，王妃说不定已经在替您做准备了呢。怎么，王妃近日很忙吗？千明说呀，王妃这2日其实去了皇家学院后，没待多久就逃学出去，在各个商铺里不知在采买些什么。可我问了管事的，说也没见王妃带了什么回来，或者有什么商铺送东西过来。我猜啊，说不定是王妃知道了王爷生辰将近，自己在暗暗筹谋，等着给王爷您一个惊喜呢。秦君夜闻言，眼神明显亮，这么听起来，他倒是真有几分期待了。秦君夜不知是想到了什么，微不可知的勾了勾唇，轻旋附耳过去。照做就是。明白了，属下这就去办。他会怎么给自己过生辰呢？因为这2日要采买，还要分包，把江宁儿累得不行。洗完澡后，刚刚进屋子，整个人就被打横抱了起来。王爷，你这是干嘛？秦君夜抱着他大步而出，将他放倒在了床榻之上。你怎么了？秦君夜上床后，长腿一跨，将他制衡在身下。半月了。什么半月？我休养半月了，宁儿还想为夫忍到何时？明日可以吗？今晚不行，我今日实在太累了，现在就想睡觉。想着江宁儿可能是偷偷打点给他过生辰仪式而弄得疲惫，秦君夜的那点点失望即刻就被心里的甜蜜所取代。反正明日学院休息，他不用早起去上学，大不了就是多等一晚，几个时辰而已。行吧。他恋恋不舍地亲了亲他，又亲了亲他，最后才放开了他，双眼一闭，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翻身躺到了一旁，不住的深呼吸，努力平息脑子里的念头。王爷，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何事？我想回一趟鬼谷门。你回鬼谷门做什么？我太久没回去了，近日门内又出了白虎堂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有必要回去坐一下镇了。那你想什么时候回去？我计划的是近日就回去。近日？他近日就要生辰了，他却要回鬼谷门，他不留下来给他过生辰了。孙玉说门内来消息，瑶瑶之前病重很想我，我有点担心，觉得要回去看看她。瑶瑶又是谁？魏瑶是鬼谷门前任掌门的遗女，当年老掌门临终托孤，我答应过她会照顾瑶瑶，会对瑶瑶负责的。负责？你这些天四处采买，该不会其实是买你回鬼谷门的东西吧？是啊，鬼谷门里兄弟多，我买了好些京城才有的东西给他们尝尝，还给瑶瑶专门买了很多新鲜玩意儿带回去给她玩。
秦君夜此时的心情犹如从天而降，并狠狠摔在了地上的感觉。他冷着脸在床上坐起来。爱妃倒真是够体贴的，居然连门里的兄弟都能顾上。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对你鬼谷门的兄弟都比对本王负责多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可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你也说过会对我负责，可你后来如何做的？可我后来不是给你压制了你那日的毒发吗？只是压制毒发就够了吗？换成别的女子，就该是缠着男子，让男子娶了她，而不是第二天就跑了。若不是后来阴差阳错有了替嫁一事，我说不定到现在连你人都找不到。我那个时候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万一你是奸小之人，我也要睡一次就嫁吗？说到底，你那夜不过就是要个男人，是不是我根本对你来说无所谓。那倒也不是，之前江一雪安排了3个莽汉，但是我嫌丑，被我干掉2个，跑掉了1个。我也不是会委屈自己的人，本来我是想去找个水池泡一夜的，结果半路看到了你，看到你长得实在羞涩可餐，才忍不住把你打晕，拖到破庙的。江宁儿想安抚他，觉得还是打个马虎眼，让这茬先赶紧过去。我其实后来因为药物原因，那也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记得了，咱们不讨论这个事情了好不好？你说那夜的事情你都不记得了？他可是一直念念不忘，他居然压根不记得，这怎么可以啊？那是他们的第一次啊！是呀，不记得，我不记得，行了吧？说完躺下翻身不再理他。其实只要秦君夜来哄一哄他，他就会告诉他，他是想跟他一起回鬼谷门，然后跟他在外边替他过生辰的。等了一会儿，就是房门被一把关上的声音，秦君夜居然直接摔门出去了。秦老六，你有本事就今晚都别回来。结果这一晚，秦君夜还真的就是一夜都没回。江宁儿第一次失眠了。第二天，江宁儿没忍住，还是让人去找他。结果下人却说，他昨天夜里是直接出府去了，至于去哪儿也没交代。狗男人，狗男人，狗男人！哼，他才不要为了这个狗男人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呢。而另一边的秦君夜过得就没这么好了。誉王叔如果嫌弃本王的人不行，本王可以赔钱，你开多少都行。本王还有要事，就不跟王叔在这多讲了。老六，你休想给我跑！我的紫竹林是你弄坏的，你就得给我负责弄好。赔钱有什么用？老子就要你赔我竹子。本王的人只负责种，活不活是竹子自己的事。竹子不乐意在你这安家，有理你找竹子说去。好啊，老六，你就是这个态度是吧？行，有胆子你就走吧。转头就走。你走吧，只要你今天走了，江宁儿的蜜月假，本院长说什么都不会批准的。蜜月假那是什么？我哪知道是什么，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是昨天江宁儿拿着他皇家的玉蝶来找我，说是成亲后都该有个假期，要学院给他批个什么婚假，说是要用来什么蜜月旅行。虽说秦君夜现在戴着面具，他看不透彻，但也看得出他眼里的疑惑。什么？他跟我说是因为你生辰快到了，要跟你下南边去看看江南烟雨才要批假的吗？你怎么一脸不知道的样子？他要批多长时间的假？将近30天吧。你给他批？我批你个头啊！说的简单，你先给我把竹子种好。那誉王叔到底希望怎么种的竹子？紫竹金桂种下后必须要灌溉定根水才能活，而这个定根水嘛，需要用到3分露水、3分无根水、3分高山清泉水，并且每日晌午以及子夜，日月当空时准时灌溉，早一刻晚一刻都不行。怎么这么麻烦？现在知道麻烦了，后悔烧我紫竹林了吧？我可不管你有什么事要忙，你必须给我把烧毁的都补回来，补完了我才批假，否则你就等你的蜜月泡汤吧你！去寻誉王叔所说的这3种水，若是种不活，你们就都回府领罚。看到秦君夜的臭脸后，秦天玉就高兴了，他喊江宁儿大姐。秦君夜作为他夫君，直接超级加辈儿，成了他姐夫，那他就不爽了。你也得给我亲自种，今天不种完不许回去，否则将来皇兄问我你媳妇儿学业如何，我就告状去。而晋王府里，江宁儿的心情就不那么美丽了，可直到天黑他都不见人影，且半点音讯都没有，这让江宁儿从一开始小小的生气变成了大大的生气。最后冲到他的书房，拿起他的纸笔，开始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张纸。之后将笔气愤一丢，就换了套男装出府了。孙玉在约定好的京郊驿站等候多时了。哎，掌门，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不是说带你夫君一起回去的吗？江宁儿臭着脸一跃上了马。不用，我自己回。怎么了？小夫妻吵架了？我的事你也敢打听？不敢。不敢就赶紧出发，驾！江宁儿用力一夹马肚子，毫不犹豫地策马离开了京城地界，朝着鬼谷门的方向进发。
等到秦君夜回到王府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种了一天的竹子已经精疲力尽了，想说要赶紧抱抱江宁儿回点血才行，结果人早没了。王爷，您书桌上面有封书信，应该是王妃留下的，快给本王看看。从清玄手中接过那份书信，眉头不自觉地越拧越紧，最后将一叠书信递给了清玄。你也看看。我？清玄满怀期待地接过后一瞧，他写了什么？清玄无语，感情王爷也根本没有看懂啊，是指望他来解读的呀。哦，休书，这一定是王妃写的休书吧？什么休书？王爷，你想啊，王妃的性子要是走了，怎么还会给你留书信呢？定是休书，他这是要跟你了断啊！秦君夜眼角猛地一抽，本王这就去追他。鬼谷门位于翠竹山上，虽不在京城，但其实离京城不算远，快马1天1夜也就到了。小姐，掌门回来了，正朝院子里来，要来看你呢。瑶瑶，你好些了没？魏瑶一脸刚刚转醒的样子，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离哥哥，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你真的回来了？怎么这么烫？县里说你大病初愈，怎么还在发烧吗？小姐这些时日有些反复，偶尔还会有些发热。怎么搞的？我跟你瞧瞧。没什么大事，睡一觉就好啦。我只是前阵子受了些惊吓才会这样，但一看到离哥哥，我就觉得整个人都舒服多了。惊吓？谁吓你了？其实老堂主给小姐说了门亲事，这才把小姐吓到了。亲事？你外公这么急做什么？你离及笄还有阵子呢。掌门有所不知，女子说亲也是繁文缛节颇多，要耗费些时日的。婚事再七七八八准备一下，短的3月，长的半年1载的都是有的。许多女子都是离及笄还有些时日，家里就要张罗了。等到成亲的时候，年岁也就差不多了。所以瑶瑶，你其实是不想嫁人是不是？那个人我不喜欢，我亦不想嫁。你若不喜欢不高兴，那咱们就不嫁，离哥哥支持你。我外公说我现在不嫁，等过了年纪就没人要了，那可怎么办？没人要不是还有我吗？我答应过你爹会照顾你，嫁不出去我养你一辈子都行。可是外公那边都快与别人说定了呢。改日我替你与你外公商议一下这事，既然你不想嫁，我绝不让他逼你。我就知道离哥哥对我最好了。江宁儿又安抚了一下魏瑶，陪在他身边，看着他睡着之后才离开，回到自己掌门的房间。一路的舟车劳顿叫他特别的疲惫，本是想泡个澡洗去一身浮尘再睡，却没想到直接泡着睡着了，睡得特别的沉。秦君夜是夜里到的，正好今日是孙玉的玄武堂值夜，知晓他是掌门夫君，所以他进来的并不费力。毕竟掌门现在还未完全公开自己是女子的事情，孙玉给他安排了客房。孙玉一走，他就出门右转去了掌门房间内。鬼谷门夜间也有人分批巡逻，保障安全，但是这些人的武功自然不可能比得上秦君夜，所以他要避开他们，偷溜进江宁儿的房间还是很容易的。一进屋，秦君夜呼吸猛地一滞，空气里还能闻见沐浴的淡淡幽香。有人开门，江宁儿也并未醒。秦君夜见状，把他从已经微凉的水里抱了出来，抱到了床上。夫君，我在。可这声过后，他又恢复了平缓的呼吸。这时他才知道江宁儿根本就没醒，竟睡得这般没有防备，万一进来的不是我可怎么办？他俯身轻咬着他软嫩的脸蛋。江宁儿微微皱眉，不耐烦地伸手把人推开，但因那人的气息太过熟悉和太让他安心，所以江宁儿只是微微嘤咛了一下，就又安然睡去了。秦君夜无奈地轻笑了一声，便也不弄他了。看来有话也只能等到他醒来再说了。第二天清晨，江宁儿如往常一样抱住了身旁的人。醒了？王爷，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本王不能来这找你吗？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是给你留信让你在永州等我的吗？永州？是啊，我写说你要不愿意陪我来鬼谷门，就在永州先等我，等我忙完门内的事情，就去永州找你碰头，然后我们再一路南行，去江南看烟雨。看到秦君夜一脸的茫然，他杏眸一垂，什么嘛，我的信你都没看吗？我写了好几张纸的旅游攻略，你居然都没看。秦君夜先是愣了片刻，然后忍不住一下松快地笑了出来。你还笑？我研究这份南行路线可研究了好久的。我字是看了，但爱妃的字迹实在是有些难住为夫了。我的字真的这么难看吗？不难看，不难看。爱妃的字鬼斧神工，开天辟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江宁儿无奈地想，这不还是拐着弯在说难看吗？知道不是休书之后，秦君夜悬了一路的心终于是放在肚子里了。那天的事，宁儿还在生为夫的气吗？那天明明是你生
生我的气好不好？虽然我根本不明白你在气什么。是我的错，我以为你忘了我的生辰。哦，原来是这样啊！江宁儿此时才弄明白他那天在别扭些什么。我后来就想与你讲的，结果你突然开始跟我翻旧账，你还摔门而出。对了，你一天一夜去哪儿了？有没有去什么不该去的地方？不该去的地方，爱妃是指哪儿不该去？你给我正经点，快老实交代，你到哪儿去了？在我京郊一处别院独守了一夜空房，起来后还被人拉着种了一天的竹子。种竹子？秦君夜跟他详细说了一下前因后果。这个狗的秦天玉居然骗你！等我回去一定找他算账。听他这么说，他就知道江宁儿应该是彻底不生气了。宁儿，怎么了？你不觉得冷吗？啊，冷？他不自觉地抱了抱自己的手臂，这才意识到他居然没穿衣服。江宁儿惊慌的就想去遮，可下一瞬秦君夜将他压在了身下。你怕什么？我又不是没看过。这里是鬼谷门，不能再……秦君夜不听，不由分说的就吻上了他，把他要说的话吞进腹中。昨夜他就肖想他许久了，可碍于怕他还在生气，所以才不敢贸然下手。李哥哥，你起来了吗？我操！他瞬间把秦君夜踢开，并一把按着他的脑袋，把他塞进了床底。江宁儿，我为什么要藏床？就被正跳着穿裤子的江宁儿用脚给踩了回去。嘘，乖，先别出声。门也哐的一声轻响，被人给推开了。李哥哥，你起来啦，快来吃早点，都是我亲自下厨给你做的。江宁儿死死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怎么了，李哥哥？你怎么不过来吃啊？我腿麻了，坐一会儿。这样啊，没事，我过来喂你。喂我？不必，你放着，我一会儿就吃。但魏瑶不听，端着杏花羹就坐到了床边，勺子直接递到他嘴边。我很早就去采杏花了，放凉了就不好吃了。没了办法，只能让魏瑶喂。对了，李哥哥，我听孙大哥说，昨夜有个你的朋友来找你，你什么朋友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大半夜的到鬼谷门来寻你的。是我江湖上的一个普通朋友。结果这话一出，惹得床底那位不高兴了。普通朋友是什么鬼？他是他男人。秦君夜不爽地拍了拍床底，魏瑶坐在床边，奇怪的左右张望。是我放了个屁。瑶瑶，你要不先出去吧，我想出个宫。那好吧，剩下的东西你一定要吃哦。说完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人一走，江宁儿就连忙把床底的大佛给恭敬地请了出来。王爷，爱妃不妨再说一遍，本王是你的谁？夫君，你是我最爱的夫君。原来爱妃还知道本王是你夫君呢，你不说，本王还以为本王是奸夫呢。有人进来，我居然还要藏床底。那个王爷之前用六爷的身份，不是还主动说想当我奸夫吗？这不是让你体验一下吗？怎么样，有没有体会到跟我偷情的快感？我绿我自己，跟别人绿我能一样吗？我哪有绿你啊？你不是连女孩子的醋都吃吧？刚才那个就是你之前说的瑶瑶。是啊，怎么样，你小姨子是不是很可爱？小姨子？瑶瑶虽不是我亲妹妹，但是在我心里，我就是把她看成我亲妹妹的。我妹妹可不就是你小姨子吗？秦君夜其实刚才只看到了一个女子衣裙，没看见魏瑶容貌，但从他听到的，二人确实挺亲的。既然是你妹妹，我这个姐夫又何必躲藏？孙玉都已知你是女子身份，你不告诉他？这个事情我想过，但是现在白虎堂不在，朱雀堂的人也出去办事了，门内现在人不齐全。我是女子这事怎么也算个大事，我总得人都到齐再解释吧。万一大家只听个一知半解传了出去，我怕给鬼谷门惹来祸事。你的意思是，你就算让鬼谷门里都知道你是女子，也不准备让外界知晓？当然。为何？王爷你该知晓，鬼谷门行的是打杀之事，江湖中结怨不少，若是叫那些仇家知晓鬼谷门的掌门是个女子，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看秦君夜的眼神终于是缓和了一些，他才怯怯道，至于把你压床底，也是我一时情急。瑶瑶还小，我这不是怕她看到什么少儿不宜的画面吗？王爷别生气了，你饿不饿？我们一起吃啊。我不想吃这些。那你想吃什么？我叫厨房去做。本王现在只想吃你。他一把抓着他抱在怀中开始蹭，最后两个人都是一般狼狈了，他才心满意足地放开了江宁儿，冲他傲娇地哼了一声，抓起他的衣服就回客房洗澡去了。这个老六真是越来越狗了。